玉小小坐在铜镜跟前发呆，铜镜里的女孩只有13岁，一身的宫装，眉眼精致漂亮，皮肤白皙，一看就是个养尊处优的女孩。活在人类末世，天天为保护人类跟丧尸死掐的人，战死后一睁眼，发现自己到了一个没有丧尸的世界里，这无疑应该是幸福的，可是玉小小高兴不起来。就在1个时辰之前，玉小小被迫旁观了一个女人的一生，想不看都不行，因为这女人好像就活在她脑子里。把眼睛都闭上了，玉小小还是能够看见映红半边天空的熊熊大火。一个身穿龙袍的女人在大火中挣扎哀嚎，火光里平白就出现了一幅幅陈旧残破的画面，将这女子的陈年旧事一一呈现在玉小小的眼前。身陷火海的女子叫玉玲珑，皇后所生，在地宫锦衣玉食，无忧无虑地长到了13岁。结果皇后中年得子，却在生产时死于血崩之症。皇后死后不足1个月，皇帝就封了宠妃赵氏为后。单纯善良的玲珑公主就此感受到了来自世界深深的恶业，带着弟弟被贬封地不说，还险些饿死在路途之上。小白兔被生活所迫，黑化成狼，不但情诱几国皇子，还大开杀戒。手上沾染的鲜血越多，这位公主殿下就越是别人眼中的人生赢家。最后成了一代女皇之后，玉小小要是能说话，就一定扑到火里，揪着这位女皇陛下的衣领子，好好的问一问：说好的逆袭人生呢？怎么转眼就变成作死的人生了？女皇陛下好杀成性是怎么回事？重用小人是因为脑子出了什么问题吗？一个女帝强抢民男，这样真的大丈夫吗？你不是有了皇夫了吗？好吧，皇夫也是抢来的，心里也另有真爱。说实话，你一个女人要那么多情夫做什么？你的英明呢？神武呢？就没有看出这些小白脸都是攀高枝的货？直到死不瞑目的女帝在大火中被焚成灰烬，冲天的大火才渐渐的熄灭。玉小小再一睁眼，身边的人一声一个公主殿下的叫着自己，看看这一圈十分眼熟的人，再问一下自己的名字，玉玲珑。这下子玉小小就什么也不用想了，这是主角换人演，妥妥的她成了玉玲。王嬷嬷端着一碗红枣桂圆羹走到了自家公主的身旁，看看公主殿下外表漠然，实则正苦逼着的脸，王嬷嬷抹了一把眼泪，小声的劝道：公主啊，皇后娘娘都去了快1个月了，您这样天天的不开心，皇后娘娘在天有灵，怎么能瞑目呢？听听这话，玉小小扭头看了这位玲珑公主的奶娘一眼，皇后娘娘去了都快1个月了，这说明什么？这说明那个赵妃就要为后，她就要被贬出宫，从此踏上暗黑的征程啊！穿成残暴女帝也就算了，可是为毛会是穿到13岁这一年？公主殿下，宫室外传来一个小太监的声音，说道：皇上宣您去揽书阁。王嬷嬷听了这小太监的话，顿时就是一哆嗦，把玉小小的手一拉，流泪恳求道：公主啊，奴婢一定不能害你，你就听奴婢一声劝，那个赵妃真的不是什么好人，要是赵妃也在揽书阁，你千万别信她的话呀。玉小小点了点头，说道：我知道她不是好东西啊。王嬷嬷傻了，一直以来皇后把长公主保护得太好，这位公主殿下完全就没有看人实心的眼光，自己苦口婆心地劝了自家公主快1个月，也没让这位相信赵妃不是个好东西。今天这是怎么了？皇后娘娘显灵，公主殿下突然之间就开窍了？走。玉小小起身迈步就往外走，王嬷嬷跟着玉小小出了宫室，往来传话的小太监手里塞了一锭碎银，小声地问道：还有谁在揽书阁里？小太监说道：赵妃娘娘也在。王嬷嬷看着玉小小就发愁，玉小小将小腰板挺得笔直，说了一句：不用怕，一个奸妃而已，她能有丧事可怕吗？王嬷嬷和小太监都觉得这会儿风太大，自己没有听清楚公主殿下刚才的话。奸妃也就算了，赵妃的确是个奸妃，可丧尸是个什么东西？带路。玉小小语言简练的让小太监带路。伺候在贤宗身边的这个小太监鼓足了勇气，抬头看了长公主殿下一眼，总觉得公主殿下有哪里不一样了。揽书阁是一栋3层的小楼，掩在一片绿荫之中，贤宗皇帝闲暇时最常待的地方。玉小小带着王嬷嬷走进书阁3楼的一间屋里，只坐了一个宫装美人，身旁站着几个宫人。贤宗皇帝并不在屋里。公主殿下来了呀。
这个美人见玉小小进了屋，忙就冲玉小小招手说道：“快来我这里坐下。”玉小小不用人介绍，也能认出这位是谁来。这个长相举止皆妩媚的美人，就是不久之后会当皇后的赵妃。我爹，不是，我父皇呢？玉小小看着赵妃问道。赵妃说：“圣上临时有事先行离开了，他让公主殿下在这里等他一会儿。那我一会儿再来。”玉小小转身就要走，赵妃忙道：“哎呀，你这孩子今日怎么这么性急了？快过来坐坐，我有话要跟你说。”玉小小往前走了几步，说道：“你说。”赵妃用手里的锦帕擦了下眼睛，说道：“我这几日啊，为了公主殿下你，几夜没合眼了。”玉小小不说话，就看着赵妃。几夜没合眼，这位一定是在憋着什么坏水吧？赵妃说道：“你与顾家三郎毕竟是有婚约的，还是当年太后娘娘指下来的。皇后娘娘这些年也一直把顾家三郎当作是你未婚夫婿。可顾家现在犯下如此大罪，公主你还如何下嫁顾家呀？”这话的信息量略大呀，让玉小小一时之间脑细胞不够用了。残暴女帝那个长得不食人间烟火、谪仙模样的皇夫叫文风林啊，怎么又冒出一个姓顾的未婚夫婿来了？原来文皇夫也不是原配啊！王嬷嬷一听赵妃这话就急眼了，往地上扑通一跪，说道：“赵妃娘娘，顾家三郎这会儿已经残了双腿，公主殿下不能下嫁于他呀。”玉小小回忆了一下，残暴女帝的情人差不多能凑齐一个百家姓，可就还是没有一个姓顾的小哥。赵妃也不让王嬷嬷起来，只是看着玉小小说道：“公主殿下，您说皇后娘娘怎么就这么走了呢？我这想起来还是像痛哭一场。”赵妃在述说自己对皇后的思念，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的时候，玉小小看向了赵妃身后的轩窗。轩窗外有一池碧水，正是初秋的时节，水中还有不少于盛夏时绽放的残荷。微风一起，池水微蓝。末世时环境污染，哪有这样的景色让玉小小看？所以哪怕窗外只是人间美景的细微之处，也让玉小小看得入了神。赵妃抒情了半天，见玉小小没个反应，心里有些疑惑。这个平日里见到他就会亲亲热热地凑上来跟他说话的公主殿下，今天是不是太冷淡了一点？公主啊，我也是为了你好。赵妃拉了一下玉小小的手，红着眼眶说道：“顾家犯了死罪，你另嫁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可对女孩家来说，择夫另嫁毕竟有损名声。我想了这些日子，觉得公主殿下应该先去哪里避一避，等顾家的事情过去了，公主殿下再回来。”玉小小看向了赵妃，她嗅到了阴谋的味道。赵妃说道：“让圣上给公主殿下封一块地，公主殿下先去封地，若是不放心七殿下，公主你可以带着七殿下一块儿过去。你放心，不会去太长时间的。等圣上处斩了顾家满门，我一定提醒圣上，让他早日召公主殿下回京。”口胡，人间美景什么的不重要了。玉小小这会儿愤怒了，他说：“凭什么那个好贤宗，其实一点也不贤的皇帝扶正小老婆，就得把女儿赶出家门的呢？原来这傻女儿被这小老婆给忽悠了。”公主殿下，赵妃翘着兰花指，抹着眼泪哭道：“我是真的舍不得公主殿下你走啊。”玉小小眯着眼睛看向赵妃，她要是现在跟赵妃说一句公主殿下答应你，这位一定会包揽她去封地的一切事宜。等他走在路上，就会发现上百口的箱子里全都被赵妃装了几块布料，想回头再找贤宗，又会发现京城的四门都被赵妃一党的人把守，然后他就等着饿死在半路吧。公主殿下，您不能离宫啊！王嬷嬷跪在地上跟自家的公主喊着。她是个明白人，顾家三郎不能嫁，可长公主也不能离宫，不在圣上的眼前待着，赵妃一定对皇后的这对儿女下毒手啊！玉小小走到了赵妃的跟前，这么处心积虑地欺负两个没妈的娃，活该被这位残暴女帝活扒了人皮。你是不是想死？玉小小问赵妃。赵妃这个时候见贤宗从门外往里走了进来，来不及细想长公主为何要问自己想不想死，哭道：“我想死，我真恨不得替皇后去走黄泉路呀！”玉小小拎起赵妃的衣领子，把赵妃往轩窗外一扔。想死？那他成全他呀。贤宗刚进门，就看见自己的闺女儿把自己的爱妃从坐榻上拎了起来，扔死狗一样扔出了窗去。贤宗皇帝直接傻了眼，谁来给他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情况？赵妃人飞到了半空中，只见两只麻雀从自己的身旁飞过，一声没吭，两眼一翻晕了过去。动物入水的声音不久之后传进了3楼的这间大屋里。楼里楼外一阵寂静之后，从楼外传来了众人惊慌失措的叫喊声。啊，赵妃娘娘落水了！
快救人，快救人！周妃娘娘沉池底去了。贤宗回过神来，3步并作2步的冲到了窗前，看看楼下的水池，突然就开始打哆嗦了。他刚才看到了什么？玉小小懊恼的一皱眉，失误了。他拎赵妃的时候忘了窗外是个池塘了。快跟着下楼去！贤宗站在窗前跟左右喊道：“你要下楼？”大内侍卫、宫人、太监们都还没有反应的时候，玉小小就到了贤宗的身旁，问道：“朕要下楼去看爱妃呀！”行，我带你下去。玉小小把贤宗的衣领子一拉，带着他这辈子的父皇跳出了这扇半开的轩窗。屋中的众人傻眼了。贤宗双脚落地的时候，几个太监也把赵妃从池塘里打捞了出来。贤宗一门心思全在赵妃的身上，没顾上想自己。先是大声地问太监们：“他怎么样了？”“没死。”“那他怎么口吐白沫呢？”贤宗问道。活在末世的战士治疗外伤都是好手，毕竟不是所有的医生都能成为战士，而战士学医的可能性就比较大。看着口吐白沫的赵妃，玉小小为难了一下。她治外伤是没有问题，可是这位应该是内科方面的疾病吧？沉思了一下，公主殿下给出了一个不确定的答案：羊癫疯。正扶着赵妃娘娘的几个太监很想冲着这对皇家妇女大吼一声，他这是被吓的。没见人哆嗦成这样吗？这都什么妇女啊，差点活生生的把人摔死。现在苦主吓得口吐白沫，你们还有心情围观扯白话？圣上！太监大总管敬忠从3楼飞身而下，跑到贤宗的跟前，面无人色地问道：“您没事吧？”贤宗怒道：“朕能有什么事？现在是赵妃有事。”敬大总管抬头看看身后的小楼，贤宗愣了一下，跟着敬忠看小楼，突然说道：“这是怎么下来的？”敬忠小心翼翼地拿手指了指玉小小。贤宗一向用吃喝玩乐的大脑终于想了起来，他是被自家的闺女拉着跳了一回楼。这不可能。贤宗喃喃自语道：“这一定是他今天起床的方式不对吧？”赵妃这个时候从昏迷之中醒了过来，喊了一声：“圣上啊！”玉小小头皮一阵发麻，无法理解人类怎么能发出这种猫叫春的声音，这不科学。这还是不能怪咱们玲珑公主见识少。末世战斗在第一线的战士里，女人都是女汉子，在人类与丧尸的战争里，娇软生物没有生存的可能性。圣上，这不怪公主，是臣妾错了。贤宗觉得自己的爱妃是真善良，真是个好女人。玲珑都要惯死她了，她的爱妃还在替玲珑说好话呢。赵妃这会儿浑身湿透，披头散发，妆容融化，活像一副鬼魅的形象。看在贤宗这有情人的眼里，自己的爱妃还是倾国倾城啊。公主殿下也是在愁顾家的事儿。赵妃哭着说道：“跟臣妾说，想暂时离宫去封地。”一想起自己的太后老娘给闺女儿定下的这门婚事，贤宗的心情顿时就变得更差了，说道：“皇帝的女儿还愁嫁呀？”圣上，女儿家的名声比什么都重要。公主殿下还这么小，怎么受得了天下人的非议啊？那朕要封哪块地给玲珑啊？在场的有识之士都觉得，圣上您够了，这种事儿你也要问赵妃，长个脑子是用来思考的呀。把他给朕拿下！贤宗跳脚大喊道。玉玲珑暗自叹了口气，但凡父亲有点智商和出息，女儿就不会变态。所以说，残暴女帝的人生悲剧，就是因为有了这么一位没用的亲爹。皇帝的密令，金口玉言，不遵旨的人就得被砍头。所以大内侍卫们冲了上来。之后，为什么一个成年男子，还是一个武艺高强的成年男子，会飞出去100来米，最后砸烂了贤宗皇帝的布辇，晕死在地上？玉小小踹飞跑在最前头的这个大内侍卫之后，所有的人都在问自己这个问题。玉小小的眉头皱得更深了。他旁观残暴女帝一生的时候，这个世界的人类打仗时血流成河的，看着很厉害啊，怎么真交上手了，武力值这么低下？这要是到了末世，玉小小看看周围这些人一定就是第一批死的人类啊！贤宗再次傻眼了。你是玲珑？他问自己的闺女儿，想确认一下。我是啊。玉小小点点头。还打吗？贤宗不说话，傻眼了。大内侍卫们看着皇帝不说话，只能硬着头皮往上冲。末世里为了生存，人类发生了进化，所以没有进化过的大内侍卫们在这一天彻底的被拒了。也就那么眨眼的功夫，20几位大内侍卫或飞走或趴地，唯一一个还能站立的兄弟呈直立状卡在了2根树枝中间。玉小小走到了王嬷嬷的面前，这个顾家小哥是好人，
还是坏人？王嬷嬷是不会昧着良心说话的人，顾家满门都是忠臣，是好人，是好人就行了。玉小小看向了贤宗，说了句：“不用麻烦了，我不离宫。”赵妃也是为了你好啊！这个女人现在恨不得冲上来咬死我，你看不到啊？我嫁！贤宗怒了：“你要嫁谁？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你知道顾家是犯了什么罪吗？通敌卖国，谎报军情。要不是有先皇的免死金牌在，这一定斩他满门。证据确凿吗？你这是什么话？你再这么不识好人心，别怪父皇真的把你嫁到顾家去。”他是好人。玉小小指了指赵妃，看智障人士一样看着这辈子的老爹。行，朕这就下旨，你去做顾家妇吧。吵架时候说的话其实都不能当真，皇家妇女之间的吵架也是一样。可问题就出在这个时候，打算拼着一死为顾家求情的几位大臣到了跟前，听到了贤宗这句金口玉言，能在朝堂上混的人都不是笨蛋。大家一听贤宗这话，就连忙跪倒在地上，一起称赞贤宗道：“圣上英明。”贤宗愣了一下，他怎么地他就英明了？大学士英年允跪在地上说道：“圣上英明啊！圣上愿将长公主殿下下嫁给顾家三郎。圣上一诺千金，为天下人之表率。臣等自愧不如，圣上英明。”不是，朕不是这个。圣上，赵妃这个时候也往地上一跪，说道：“顾家此次犯下如此大罪，圣上还对顾家守诺，以德报怨之心，臣妾感激涕零。圣上英明。”我嫁！一时间大家一起赞贤宗，都是读书人，那夸起人来字字珠玑，都不带重样的。被捧上了道德制高点的贤宗傻眼，玉小小学着官员们的样子，勉强跪下来给贤宗磕了一个头：“女儿谢父皇。”贤宗在想，这事儿怎么就成这样了？穿越到这世界来的第一天，为了不走残暴女帝的人生路，玉小小成功的将自己嫁了出去。王嬷嬷颤抖着身躯，自家的公主被圣上嫁给一个醉将，还是残了双脚的醉将，这以后自家的公主还有什么幸福可言？皇后娘娘，您睁眼看看公主殿下吧！人们被王嬷嬷哭喊的都看着天。皇后娘娘再睁一回眼能干什么？打雷劈死赵妃娘娘！这时候地宫的上方，红日当空，晴空万里。随着王嬷嬷的一声哭喊，一道闪电从天空垂直而下，太阳当空照的天气里，地宫的人们听见了一声雷鸣。皇后娘娘被喊得睁眼了，皇后娘娘可能真的睁了一回眼。赵妃站在一棵榕树下，雷电锯断了这棵高大的榕树，将赵妃压在了树下。以为末世的人类只是进化的力气太大吗？太天真了，没点异能还不被丧尸们虐成了渣渣。上辈子要不是身负重伤使不出异能来，玉小小也不必拉个手雷跟丧尸们同归于尽了。他会电闪雷鸣的劈死那帮丧尸的。赵妃娘娘，在靖大总管跑到赵妃身旁的时候，贤宗还在仰着头看着天呢。怎么这雷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呢？玉小小低头看看自己的手，现在她的异能差了很多，想劈死个人，最后劈倒了一棵大树。皇后娘娘仁慈啊！众人傻愣愣地想着，原来皇后娘娘是仁慈，直接劈死赵妃不就得了吗？您劈个榕树做什么？圣上，赵妃娘娘吐血了！爱妃，你……皇后娘娘，您走好啊！奉天王朝的人是敬鬼神的，当场又跪下了不少位。以前都是但凡赵妃不幸福，王嬷嬷就幸福了。可是这一次赵妃都被雷劈了，王嬷嬷也幸福不起来。公主啊，你怎么就跟皇上怄这口气呢？贤宗也顾不上还跪在地上的臣子们了，命人抬着赵妃回去，又命人去喊太医。自家闺女儿突然之间的彪悍，等自家爱妃的命保住了再说吧。英大学士等人一看，这不用自己拼死求情了，圣上做事再不靠谱，也不能看着自己的女儿做寡妇吧。几个大臣出了宫就往大理寺跑，在天牢里蹲着的顾家老小报喜去了。敬忠打开圣旨，清了清嗓子，开始宣读。顾家人听了这道圣旨之后，就觉得贤宗耍他们这一家子罪臣很好玩吗？皇家就那么一个公主，还是嫡长公主，今年不到14岁，下嫁已经残疾了双腿的顾新朗，耍人玩也不是这么耍的呀。敬忠宣读完圣旨，走到了顾新朗的跟前。顾三少爷，你长公主殿下的婚事是太后娘娘当年指下的，圣上一诺千金，不会食言的。顾新朗猛地抬头看向敬忠，年轻且俊俏的脸因为愤怒而扭曲了。顾兴诺和顾兴言下了死劲，拽着自家三弟。这个时候他们跟敬忠这个阉宦拼了，家人怎么办？今天你们就可以出天牢了。敬忠没再废话，一甩袍袖带着人就走了。顾家的老少爷们跪在地上半天没动弹，接受不能。大理寺卿走到了顾老元帅顾晨的面前。顾老，你带着你的儿孙们走吧，难不成
你还要本官送你们一程？顾家老少蹲了快2个月的大牢，就等着把牢底坐穿了。没想到一下子又被大理寺卿的衙役给赶出天牢了。一家人站在天牢的门前，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说不出话来。天日了！所有的顾家人都茫然了。顾兴诺说了一句：“新郎是要成家了。”刺客。赵飞冷笑了一声：“哼，那只是一群废物罢了。”那娘娘的意思是？翠玉，赵飞的亲信宫人翠玉捧了一长形的锦盒给赵秋明看。赵秋明看见锦盒里黄澄澄的衣冠后，惊得从床榻前的圆凳上站了起来。娘娘，这是龙袍。公主出嫁那日，这东西会由敬忠带到顾家去，到时候父亲让弟弟带禁军去顾家一趟。顾家再防范，他们能把公主的嫁妆拒之门外吗？到时候顾家被查出私藏龙袍，杀无赦。这一次顾家的手上可没有免死金牌了。哈哈，这样我们就能正大光明的置顾家于死地了。父亲回去准备吧，为防有漏网之鱼逃脱，你去顾家的禁军人数不能少。父亲跟禁军的几位将军先行说好，事成之后我重重有赏。知道了。那公主殿下怎么办呢？父亲还关心他啊。圣上总不会弃长公主于不顾，娘娘对长公主还是得有个安排呀。他要是被皇后教得好，懂得3从4德，就应该追随他相公去了。要是舍不得死，我会让圣上打发他走的。娘娘的意思是，等长公主与顾兴朗拜完堂，成了顾家媳，禁军再进顾府。没错，我知道了。皇后的女儿，我一定会好好照顾的。玉玲珑就是不死，我也会为她找个好地方，让她好好的度过余生的。七殿下，公主再是嫡出，那也是女儿，七皇子才是他们的心头大患呢。一出生就克死了母亲，1月的功夫又克得自己的姐姐死了夫君。哼，姬殿下的命格太硬啊，圣上哪还敢疼他？一个不讨圣上喜欢的小婴儿死了就死了，这下子连赵秋明都觉得自己的女儿心狠手辣了。娘娘，皇后的娘祖不在京城，对长公主和七殿下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可江家手里毕竟也有兵权，只怕日后江家不肯善罢甘休啊。哼，解决了顾家，下一个轮到他江家了。公主之事由圣上决定，我只怕江家不闹腾，等江家触怒了皇上，父亲，我们就看他江家是个什么下场吧。哼，相爷夫人一直坐在一旁，默不作声地听着父女俩商议毒计，脸上的表情除了恭顺，再看不出第2种情绪来。她是赵秋明的田房夫人，没有生一儿半女，不管是在权倾朝野的丈夫跟前，还是冠绝后宫的赵妃面前，都没有说话的份。贤宗也不是完全不想着闺女儿的人，饮酒作乐，抱着自己的大小美人睡觉的同时，他也想到顾家被自己抄家了，连住的宅子都被自己没收了，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顾家三老怎么娶他的闺女呢？敬忠，敬忠走到贤宗的跟前儿，奴才在。把顾家原来的宅子还给他们，还有先前抄来的家产也还给他们。圣上，顾臣已经没有了爵位，顾家现在满门都是庶民，还住在原先的镇国侯府，奴才觉得可能不大好啊。朕的驸马怎么能是庶民？还是让他当将军吧。皇上，顾家可是犯了通敌叛国之罪的。现在天下太平，朕也不用他领兵，通敌的是顾臣的老头顾兴朗嘛，容养着就是。那圣上要封顾三少爷什么将军？他以前是个什么将？顾兴朗13岁从军，15岁就沙场成名，但顾臣治军严厉，觉得少年人不经磨砺不成才，所以这些年只让顾兴朗在军中当偏将，责重却未低。敬忠也不跟贤宗谈顾三少爷的功劳，只是说这位在军中任偏将之职。偏将？贤宗不大相信，顾臣的亲孙子在军中就当个小小的偏将。圣上，顾三少爷刚满17，还小呢。偏将不行，封他为3品都尉将军。你给顾家找一处宅子，让他们住下。奴才遵旨。这是为了玲珑。圣上英明。身为顾家的仇人，敬大总管这会儿真心为顾兴朗感觉到高兴，靠着媳妇儿当上了正3品的都尉将军，这吃软饭的小白脸当的，这是多大的一记耳光打在这位顾家三少爷的脸上啊！去吧。贤宗挥手让敬忠去干活，觉得自己为女儿做了一件好事。
庆忠迅速地在京城里为顾家找了一处宅子，比不上原先的镇国侯府，可也是几进的院落，带着花园，比上不足，比下是有余了。宅子安排好后，庆忠分钟也没耽搁，带着人又跑到了顾家暂住的民宅传旨。不出靖大总管所料，顾家人在听了贤宗的这纸诏书之后，脸色是青白交加，敢怒却不敢言。靖大总管前脚刚走，顾星言就爆了，一脚踢翻了院子里的一张椅子，怒道：欺人太甚！你的媳妇儿他们先回房。女人和孩子们回房之后，厢房的门被人从里面推开，英年允几个人从厢房里走了出来。顾星言抱着头蹲在花台旁边，沉默不语。顾星诺蹲在顾星朗的跟前，顾家大少爷的眼中也是隐忍着痛苦。他们的父亲在顾星朗不满周岁的时候就战死沙场，这个弟弟是顾星诺这个大哥一手看护长大的。我没事，我要成家了，大哥应该恭喜我才对啊。顾星朗的话让顾星诺这个当哥哥的红了眼圈。英大学士几个人跟顾晨一起坐在了院中。不管怎么样，星朗，你不能辜负了公主殿下的一番情谊啊。顾星朗双脚已残，顾家功名利禄全失，就算在座的诸位大人都是看着这位顾三少爷长大的长辈，也没有办法把顾星朗看作是良婿的人选。玲珑长公主这一次不但是下嫁，也是嫁错了。顾兄啊，这桩婚事让你们逃过了牢狱之灾，赵秋明他们到现在也没个动静，我怕他们另有算计啊，我们不能不防啊。最后英年允说道：我们万事小心就是。我已经写信去了梧州江家，相信江家很快就会有人上京了。顾晨点了一下头，看着自己低头沉默不语的小孙儿，忍不住重重地叹了口气。英年允看向了顾星朗，顾三少爷就个性而言是一个冷峻寡言的人，但身上也不缺少年人的那种朝气。如今这个半躺在竹躺椅上，光着脚，脚踝缠着一层厚厚白纱的人，浑身上下都笼罩着一层木气。公主殿下的相貌酷似皇后娘娘啊！公主殿下的性子听说也极好，虽说年岁还小，但本性贤淑，你们以后的日子会好的。现在为顾家翻案，大人们都看不到希望，说找名医来医好顾星朗的双脚，老几位不能睁着眼睛跟人孩子说瞎话，想来想去也只有夸夸玲珑公主，有个貌美又贤惠的妻子，这对顾家的三小子而言，可能是日后唯一的希望了。几位长辈的好言相劝，顾星朗却没有听到心里去，对这位叫玲珑的长公主也没什么期待，只是觉得自己一个废人成婚，不管迎娶的是哪家姑娘，都是害人之举。顾星诺把顾星朗抱进屋，轻轻地放在木床上，抬头再看向自家小弟时，愕然发现顾星朗的嘴角边有血迹。星朗，你怎么了？顾星朗先是茫然，看见顾星诺沾着自己嘴角血迹的手指后，才后知后觉地感觉到自己的嘴里弥漫着一股血腥味儿，张嘴想说话，不想直接就是一口血吐在了顾星诺的手心里。顾星朗这一吐血，把家里的人全部都惊动了。顾星言慌慌张张地跑出去找大夫。顾星诺怕血呛进了顾星朗的气管里，不敢让顾星朗再平躺着，将顾星朗抱在了怀里。顾家一时间从上到下都乱了套，唯有顾老元帅冷着一张脸站在小孙儿的床榻旁，神情肃然地看着顾星朗说道：我顾家二郎可战死沙场，却不可因受一时之辱而失了志气。你若是现在死了，就不是我顾家二郎。祖父，这些话以后再说吧。顾星朗头昏沉着，勉强抬起眼看看站在自己床前的人。没事，我就是有点累。老夫人几个在一旁哭成了泪人，看着小孙儿苍白无血色的脸，再铁血的老元帅也强硬不起来了，伸手轻轻拍了一下顾星朗的肩头。顾晨低声说道：不要再想了，日子会好的。顾星朗勉强一笑，随后就在自家大哥的怀里昏睡了过去。他实在是太累了，拢在顾家上空的愁云没能影响到地宫里的主人。自己的准女婿吐血昏睡的时候，贤宗在跟自己的闺女表公跟玉小小说道：父皇赐了顾家宅子，还封了顾星朗官位，以后玲珑就跟他好生过日子，早日生儿育女。父皇等着你的好消息啊！玉小小低头看着自己的身板，这小身板还未成年呢，就跟人生儿育女了，这皇帝还有脑子吗？玲珑啊，你出嫁的事儿，父皇交给赵妃了。她虽然病着，但她与你母后一直交好，你的婚事交给她，父皇放心。你缺什么就跟赵妃要。她什么都能给我？贤宗愣了一下，
鉴于这闺女儿不久之前想弄死赵飞来着，贤宗谨慎地问了一句：“你还想要什么呀？”“钱啊，这个可以有。”“哦，其他的我就不要了。”贤宗这个时候还不了解，金银珠宝、珊瑚翡翠、名人字画这些的，在他闺女儿眼里统一都是钱。沙玲珑啊，你不用不敢跟父皇开口，你是父皇唯一的女儿，父皇什么都可以给你。”玉小小不明白，除了钱，这个老子还能给他什么？现在能把江山给了他吗？那爹，父皇，你能给我什么？贤宗盘算了半天，虽然王嬷嬷已经跟他解释过了，自家闺女的武功是皇后请了世外高人来教的。那天他闺女揍大内侍卫的时候，也的确是武艺高强。不过想想顾家是将门之家，自己闺女儿只带着宫人跟太监过去，可能震慑不住顾家人。于是贤宗说道：“父皇，再送给你几个侍卫好了。父皇不能让你在顾家受欺呀。”暗中保护贤宗的暗卫们对自己的主子再次绝望了。长公主完虐一众大内侍卫，这位还怕被人欺负？再说了，顾家是活够了还是怎么着？人为什么要欺负一个皇家公主呢？贤宗也不等闺女回话，直接就冲御书房外喊道：“让侍卫们都进来！”一队大内侍卫鱼贯进入御书房，跪下来给贤宗和玉小小行礼。贤宗说道：“平身，都把头抬起来。”大内侍卫们把头一抬，跟玉小小看了一个眼对眼，顿时大家都想呵呵呵了。世上的事情就是这么巧，这正是那天在揽书阁外被玉小小狠虐一番的那对大内侍卫。你随便挑。玉小小面无表情地看着自己的老子，说了一个事实：他们都打不过我，还是算了吧。玉小小提议道，他实在是不想养闲人呢。贤宗不再送闺女点什么不安心，冲着御书房的一个背光角落里喊道：“你们出来！”几个蒙面的暗卫无声无息地跪在了御阶下。这是父皇的暗卫，你挑2个带走。操！暗卫们欲哭无泪，跟着长公主去顾家，他们从此以后从护卫改行做小厮了吗？皇家要不要这么无情无义啊？贤宗皇帝一点也没有想到，往自己还没出嫁的闺女身边派上2个年轻的小伙，也就是暗卫，是件多么伤风化的事儿。贤宗皇帝想不到，那当然也不能指望玉小小懂风化这玩意儿。带着2个高大而且健壮的年轻暗卫回到风华殿之后，玉小小就跟王嬷嬷说道：“我父皇说了，想要多少钱都可以去跟赵飞要。”王嬷嬷先还在纠结2个暗卫跟着自家公主，这少男少女的影响不好。听到玉小小这句话之后，王嬷嬷斗志昂扬起来。能给赵飞添堵的事儿，王嬷嬷一向是冲杀在第一线的。公主放心。王嬷嬷当场就把2个暗卫给忘了，拍着胸脯跟玉小小保证道：“奴婢明日就去找赵妃娘娘。”之后的日子，王嬷嬷天天找赵妃报道，大有把整个地宫里值钱的货物一起弄走的架势。初秋的这个清晨，玉小小穿上了大红的嫁衣，由贤宗的弟弟睿亲王的嫡长子背着出了地宫的正宫门。顾家来迎亲的人是2少爷顾兴言，骑在高头大马上，神情恭敬，却无甚笑容。顾兴朗的伤情没有起色。贤宗站在地宫的城楼上，太医不是说伤势有好转吗？回圣上的话，据说驸马爷能勉强下地了，还不能骑马，这才让顾2少爷来迎亲的。贤宗把头点了点，放心了。圣上，奴才护送长公主殿下的嫁妆去顾府了。圣上还有什么吩咐？贤宗只冲镜中挥了挥手。任何一个当父亲的看着女儿出嫁，那心情都会复杂。贤宗在昏君也是个当父亲的，这会儿看着花轿在喜悦声中一点点远离地宫，心里既酸楚也高兴。哎呀，皇后应该可以瞑目了。伺候贤宗左右的太监宫人还有侍卫们都是嘴角抽了抽，这个还真不好说。金线绣百鸟朝凤的花轿停在顾府门前的时候，顾府门前响起了鞭炮声，小孩子们欢呼雀跃，大人们也鼓掌欢呼。虽然新娘子是皇家的公主，还有不怕死的军汉大声嚷嚷着要看新娘子。玉小小被顾兴言用红绸牵引着下了轿，双脚踩着地面之后，她感觉到自己的头不那么晕了。不晕车、不晕飞机、也不晕船的人，坐了一次花轿之后，发现自己竟然晕花轿。公主，王嬷嬷跟着喜婆一边扶着玉小小，小声地跟玉小小说道：“宅子看起来不错，就是小了点儿。”玉小小没怎么吱声，
他对新郎官都没有想法，新郎官的家产他就更不会有什么想法了。这时候的顾府后宅里，顾新郎躺在自己的新房里，听着前宅里喜悦声和欢闹声，脸上的神情还是漠然。老夫人坐在床榻前，公主殿下进府了。顾新郎嗯了一声，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成了家就是大人了，得好好的跟公主过日子。她嫁于你啊，你就不能负她。顾新郎低垂了眼眸，说道：祖母，我知道了，就怕我是在拖累她。我的孙儿这么好，怎么会是拖累？不能骑马打仗，就不过日子了？傻小子！顾新郎听了祖母的劝之后，只是笑了一下。老夫人还要再劝，门外传来了喜婆的声音：新娘子过来啦！老夫人忙就从床榻边站了起来。玉小小蒙着红盖头走进了自己的新房，刚一进屋就闻到了因为掩盖浓重的药味而熏香的味道。王嬷嬷扶着自家公主到了床榻前，看一眼床上半躺半坐着的新郎官，王嬷嬷心就一凉，这位顾家三少爷穿着大红的喜服，都一脸的死气儿，这位不会是就要死了吧？王嬷嬷脸上想去死一死的神情被老夫人看在了眼里，心里是更加的难受，勉强笑道：公主殿下进了新房，那我们就先出去吧。玉小小站在床榻前等了一会儿，发现房间里没动静，就问了一句：我就这么站着？顾新郎这才拿洗干挑开了盖在玉小小头上的红盖头。玉小小双眼黑了半天，乍一见光不太舒服，抬手揉了揉眼睛，定睛打量自己的新郎官。在奉天王朝排帅哥美男榜能排进前5的顾新郎，在玉小小只要是正常人类就挺好的审美观里，也就得了挺好2个字儿。顾新郎也在打量着玉小小，就像他听说的那样，玲珑公主是个美人，花容月貌，身材还没有完全展开，不过能看得出来，这位公主殿下长成之后会是一个高挑的身材。只是顾新郎暗自苦笑，公主殿下神情木然，眼神冷漠，想必是对自己不满意了。你……玉小小觉得自己这会儿应该说些什么，顾新郎却也是同时开口说道：你有机会的话，就尽快走吧。什么意思啊？玉小小没有听懂顾新郎这话，问道：多谢公主你救我顾家满门，只是我已是废人，公主殿下可当这场婚事只是救我顾家的权宜之计，不必当真。公主，顾新郎若是有来世，一定报公主这个大恩。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好聚好散啊？顾三少爷觉得这句话有哪里不对。我知道是赵飞他爹害的你，你不用怕赵飞，我啊分分钟就能弄死他，分分钟就能弄死。顾新郎惊着了，这话从才13岁的公主嘴里说出来，真的没问题吗？不是说长公主贤良淑德的吗？贤良淑德的人能说出这种话来？你这个伤，大夫怎么说的？治不好了。太医跟我说你的脚上有起色呀。新房的左窗这个时候被人从外面拱开了一道缝，2个小孩子从窗外滚了进来，从地上爬起来之后就迈着小短腿儿颠颠的跑到了床榻前。三婶儿，他们是我大哥的儿子，薰儿、静儿，你们怎么跑到我这里来了？三婶儿，你会留下来吧？我三叔是个好人。2个小肉团一样的男孩在自己的跟前眼泪汪汪，这让玉小小有点承受不住了。他还没说走呢，这俩肉团怎么就知道他在打跑路的主意？年纪轻轻的怎么总是叹气啊？玉小小说着话，伸手往上提了顾新朗的裤脚，他倒要看看这个人的脚到底伤成啥样了。这里没有丧尸，你们够幸福的了。顾新朗和2个肉团都茫然了，丧尸是个什么东西？把顾新朗的2只裤脚都提到了膝弯处。玉小小见白纱布上浸着泛黄的脓液，伤口化脓了。顾新朗看着玉小小就搭在自己腿上的手，瞬间就涨红了脸。你不能，男女授受不亲啊！玉小小压根就没有听顾新朗的话，又开始动作麻利的往下解缠着顾新朗脚踝上的纱布，说：化脓了就不要缠纱布了，纱布总捂着也不好，不是被割断的，怎么弄的？受刑人弄的。我看到了，三叔是被镜中那个太监害的。寻儿是个什么情况？他们把我三叔绑在刑床上，他们用绳子把这三叔的脚给绑了，然后他们拼命的拉绳子，五马分尸那样吗？三婶儿，什么是五马分尸啊？我三叔一声疼也没有叫，三叔是男子汉。玉小小手指戳了一下顾兴朗的脚，顾兴朗猝不及防之下嘶了一声，疼就说明这脚上的神经还没有坏死。玉小小瞅着顾兴朗双脚估摸着，也就是一个动个外科手术的事儿。
怎么这儿的大夫都给双脚判了死刑呢？这个世界的人武力值差，连医术也低下吗？我去！玉小小点了点头，完全是不能愉快玩耍的节奏啊！新房的门被人咣当一声撞开，王嬷嬷惊慌失措地冲了进来。不好了！顾兴朗的身子往上一正，出什么事了？禁军，赵相爷带着禁军来了，他们要搜顾宅。赵相爷说他接到密报，顾家藏有叛国的证据。我去看看，我相信你们是清白的，不要怕，有我呢。顾兴朗总觉得这话有哪里不对。公主殿下，那是赵相爷呀！玉小小往新房外走，他连赵飞都能弄死，他还怕赵飞他爹吗？还有1000多的禁军，1000多的人类，打几个雷就能劈死的事儿，这对玲珑公主来说也不算是个事儿。公主啊，我们跑吧，奴婢身上揣了不少银票呢。那他们呢？玉小小指了指身后的一大两小。王嬷嬷语塞了。是啊，他们跑路了，顾家这一家子怎么办？那带着一起上路吧。新郎，公主殿下，我送你和新郎先离开。二哥，发生什么事了？公主啊，我们得快点跑啊！两个小肉团看到大人们慌成这样，吓得大哭了起来。怎么办？赵秋明又来了！给我好好的搜，一处地方都不可遗漏。执察者，本相杀无赦。搜，就从这里开始搜。事情不好啊，嫁妆是敬忠送过来的，他们事先藏了东西在里面，这是贼喊捉贼呀！敬忠带着搜嫁妆的禁军使了个眼色，这将军心领神会，走到了一口红木箱子前，伸手就要拆封条开箱。眼看着这口红木的大箱子要被打开了，人群的后面传来了一声直冲云霄的喊声：“公主殿下驾到！”他就是那个赵什么来着的。玉小小走到了事发的中心地带，指着赵秋明问王嬷嬷：“他就是赵相爷。”下官见过公主殿下。玉小小没理赵秋明这一茬。你们要干什么？抢钱？公主殿下，下官这也是职责所在，还望公主殿下不要怪罪。禁军的这个将军把箱盖往上掀。公主殿下，下官……后面的话赵相爷没能说完，就感觉自己的面前刮了一阵风。但他回过神来的时候，要开箱的那位将军已经从顾宅前院的院墙飞了出去。敬忠一闭眼，啊，又来了！滚！玉小小站在这口红木大箱前，扫了一眼禁军们，冷冷地吐了一个字儿出来。在场甭管是好人还是坏人，都是傻眼了半天，没想明白这位身高体壮、壮熊一样的禁军将军是怎么从这院墙飞出去的。王嬷嬷狠掐了一下自己的大腿，生生把自己掐回魂了，大喊道：“快来人，替公主殿下把嫁妆搬到后院去，别让人抢了！”当了陪嫁的风华殿众人习惯于听从王嬷嬷的指令，脑子还木着，身体就已经行动了，呼啦一下跑上来，手抱肩扛，把嫁妆往后宅里送。王嬷嬷抱起这口红木大箱子，拔腿就要往后宅跑。敢放肆，把箱子放下！王嬷嬷脚下生风的往后宅跑，给本相拦下他们！玉小小伸手就往赵秋明的肩膀上拍了一下，只是一巴掌就将赵相爷给拍倒在了地上。你是不是想死？刚刚受封大将军的赵北城这个时候就出现在赵秋明的身后。公主殿下，您这是要殴打朝廷大臣？玉小小眼瞅着赵秋明从地上站了起来，抬手又是一巴掌，把赵相爷又拍到了地上。我就打了，你能怎么地？赵秋明这一次被玉小小拍的脸着地，鼻子磕在地上，一下子就鼻血长流了。赵北城这下子想不起来玉小小是公主，挥拳就冲玉小小打了过来。顾兴诺飞身上前，替玉小小挡住了赵北城的这一拳。你们顾家这是要反了！来呀，把顾家上下给我拿下！玉小小身子一晃，人们就觉得眼前一花，这位公主殿下就到了这位将军的跟前，还没等这将军回神，玉小小一拳打在了这位的嘴上。禁军的这位将军倒在了地上，嘴巴一张，嘴里的牙掉了大半在地上。玉小小抬起一脚，把这将军也踢院墙外边去了。护着玉小小的两个暗卫到了玉小小的身边，跟禁军们交上了手。来吃顾兴朗喜酒的武官们这个时候也不能再袖手旁观了，一起上前助阵。一场群批，不是群架，就这么打了起来。臭家伙！不知道是哪位武官看着敌众我寡喊了一嗓子，玉小小的手里瞬间被人塞了一把大刀。赵北城这个时候挥着狼牙棒就往顾兴诺的头上砸，受死！玉小小翻手一刀砍向了赵北城，刀砍在了100斤重的狼牙棒上，最后刀没事，狼牙棒碎成了渣渣。赵北城和顾兴诺都傻了，这是正常人类能干得出来的事吗？你是那个什么赵的儿子？赵北城觉得自己这个时候要是承认自己是赵秋明的儿子，那等着他的一定会是个悲剧。
于是赵大将军冲玉小小摇了摇头。赵秋明这个时候从故宅里跑了出来，看着眼前混战在一起的两拨人，擦着鼻血大声地喊道：顾晨，你这是要造反！赵北城看玉小小扭头看向了自家老爹，不想着自家老爹被杀的赵大将军张嘴就想喊爹快跑，这里有凶手。可惜啊，赵大将军话没喊出口，就被玉小小飞起一脚踹飞了。玉小小踹走了赵北城，扛着大刀就往赵秋明那里走，有拦路的一律撂倒。街上打成一团了，一向欲打架都是奋勇拼杀在前面的顾星言，却站在自家三弟的新房里。新房的空地上，一口红木箱子开了盖子，里面明黄的龙袍让屋里的三个大人看得两眼发直。这是龙袍？烧了吧！王嬷嬷从衣兜里掏出了火折子，打着了火就往红木箱里一扔。红木箱子这一着火，绣花的桌布沾染了火星，也跟着烧了起来。后宅着火了！玉小小瞅了一眼着火的方位，左脚踩在赵相爷的胸膛上，说了一句：你还让人放火烧我的新房！赵秋明还没说话，王嬷嬷从后宅的门里头冲了出来。公主啊，不好了，赵相爷让人烧了你的新房。公主啊，你没伤着吧？顾新郎呢？驸马爷和二少爷都没事。公主啊，赵相爷这是要赶尽杀绝呀！这么好的一间新房就被他给烧了。哎，对了，赵相爷人呢？您往下看。王嬷嬷知道自家公主踩着一个人，可这个人一脸血的，她也没看清楚这人的长相。经人这么一提醒，王嬷嬷低头细看，脚下这个人不但是一脸血，脸也肿得跟猪头一样。杀人放火是什么罪？死罪啊！玉小小二话不说，挥头就往赵秋明的脖子上砍。赵相爷看着刀气，嗷了一声就晕了过去。慢！玉小小被英年远喊得停了手，抬起头看向了英大学士。为什么？哎呦，公主殿下，您不能就这么杀了他呀！玉小小着实是不懂这世界的人类，这不是仇人吗？为毛不能杀？公主殿下，赵秋明的生死得由皇上定夺。父亲！赵北城这个时候终于一身血的跑了过来。父亲，您怎么样了？顾星诺不屑的冷哼了一声，就这种无胆的货色也好意思说自己一力逼退了白虎国的数万铁骑？不能杀，我杀他不费事儿啊！大家都想说，公主殿下那是一国之相好不好，不是一只狗。玉小小看着众人的神情，然后把刀扔在地上。赵北城看玉小小把刀扔了，扑上来就要从玉小小的脚下救父。玉小小抢先了赵北城一步，把还在昏迷中的赵秋明拎在了手里。那行，那我带他去见我爹，我父皇。玉小小看着停在门外的马，拎着赵相爷一个纵身就上了马。玉小小会骑车，有驾照，开过飞机，就是没骑过马。上了马背之后，直接把马鬃毛一拽，这匹白马吃了疼，嘶鸣了一声，自蹄腾飞，疯了一样的往前跑。哎呀，皇后走了，玲珑嫁了。哎呀，是啊，一晃时间这么多年过去了，当年臣妾进宫的时候，长公主殿下还是个小女孩呢。玲珑现在也还是个孩子呀。圣上，那臣妾是不是也还不老啊？幸好英山你还在。圣上，估算着时间，父亲他们应该已经办好顾家的事儿了。赵妃这会儿就等着看顾家覆灭的这场好戏了。看着赵妃这副诱惑可人的模样，要不是顾虑着赵妃还伤着，贤宗这会儿啊就把赵妃这小女子给办了。圣上，怎么了？圣上，长公主殿下回宫来了啊？怎么回事？赵妃的嘴角闪过了一丝冷笑，那丫头回宫来求救来了。赵相爷好像死了。你说什么？回赵妃娘娘的话，赵相爷好像不在了。顾家要造反吗？赵妃厉声喊了一句，身子一正，从床榻上滚到了地上。贤宗这会儿脑子里一团乱麻，回头看着赵妃说道：赵襄去顾府做什么？赵妃被贤宗问得心头一紧，臣妾不知道呀。公主人呢？皇上救臣呐！玉小小拎着赵秋明站在了贤宗的跟前，把赵相爷往地上一扔。贤宗眼皮子一跳，感同身受的感觉到了一阵肉疼。玲珑啊，这是怎么回事啊？他派人火烧了我的新房。圣上，臣冤枉啊！臣怎么敢烧公主殿下的新房啊？他烧你的新房做什么？不知道，他带了1000多个人去顾府杀人放火。臣冤枉啊，圣上！臣接到密报，顾家会趁公主下嫁的机会转走他们通敌叛国的罪证，臣这才带人去顾府查呀。臣赵相爷告状的话才说到了一半，脑袋上又挨了玉小小一巴掌，直截了当的晕了。我们把这个人杀了吧。贤宗看着倒在自己脚下头破血流昏迷不止的赵秋明，额上青筋蹦了2蹦，完全不想再跟自己的闺女说话了。杀了吧。大臣呐，不是说杀就能杀的，就这么打死算怎么回事啊？要不我不打死他，我们把他烧死。完全没有办法沟通，有木有？贤宗抚额，以前那个善良又单纯，连一只鸡都不敢杀的女儿到底去了哪里？圣上，
臣妾的父亲若是真的做下此等事，那就该杀。玉小小一愣，这奸妃转性了？爱妃的意思是，父亲，是谁与你说顾家藏着他们通敌罪证的？无凭无据，只凭一个密报，父亲你就带兵去顾府搜查。今天是长公主殿下的大婚之日，父亲啊，你眼中还有皇家吗？女儿平日里都是怎么跟家中交代的？圣上是天，你们要忠君，要克己奉公。父亲，女儿的话你有记在心里吗？赵秋明父子俩听了赵妃的话之后对视了一眼，赵相爷随即就报了一个人名出来。顾星诺苦笑，他原是我顾家的家将，现在去了赵家。张克己，克己奉公，看来他们选好替罪羊了。顾老元帅紧锁着眉头，这个时候他们知道赵妃在提醒赵秋明，可是他们揭穿赵妃的把戏，贤宗会相信他们吗？去带张克己的人不多时就跑了回来。圣上，张克己已经服毒自尽，死了。死了？张克己一死，这件事情就死无对证了，又是一个不了了之的结果。父亲啊，你办事为什么如此的糊涂？圣上给你调动禁军的兵符，是让你护地宫的平安，不是让你误信谗言，坏了公主殿下大婚的。圣上，臣只是关心圣上的江山社稷，臣糊涂，臣该死。圣上，罢了，罚俸1年，已经效尤。赵秋明，你日后再做这样的蠢事，朕一定不会轻饶了你。臣谢圣上，臣谨记圣上的话，滚！啊，这事儿就算完了？这事儿不对吧？玉小小木着脸看着这老子。这个昏君除了对吃喝玩乐有心得之外，还能教他什么？你这是什么眼神啊？他烧了我的新房，带了那么多的官兵去我家里砸场子。那你想怎么样？别再跟朕说杀这个字。处死！玉小小说了2个字儿，不懂文言文，他懂同义词呀。贤宗憋屈了，一句话也没能再说出口。公主殿下现在是出嫁从夫了，这世上的事情再大，也大不过江山社稷去。这个道理公主殿下应该知道的呀。赵妃明里暗里都是在说，公主出嫁之后只想着夫家，不顾着父皇了。唯独玉小小没能听出赵妃话里的讥讽来，所以我被你爹杀了是活该喽。臣怎么敢伤公主殿下分毫？那我新房怎么说？他自己烧起来的？证据呢？跟自己的闺女说不通，贤宗看着顾晨问道。顾晨拿不出证据来。新房着火的时候，赵氏父子正在前街上挨揍呢，他们也没在后宅里待着一个赵秋明的人，空口无凭啊。无凭无据，父皇如何治赵相的罪啊？那我房子没了，这事儿就算了。这样吧，朕把原先的镇国侯府赐还给顾家。玲珑，这下你满意了吗？那个什么府比我们现在住的家大？顾星诺窘了一下，点了点头。大哥，你给我分析一下，我今天是不是杀不了姓赵的全家了？无凭无据，我们就治不了赵秋明的罪，何谈处死他呀？我操！玉小小看着赵家父子，目光犀利狠绝，分分钟就能杀掉的人，这会儿他就是不能动手。这个世界真心无法愉快。都回去吧。贤宗张了张嘴想叫女儿，却最终还是什么话都没有说。很多事情没有办法一碗水端平，女儿是受了委屈了，可是赵妃伤着还哭成了那样，贤宗不自觉的心里的那杆秤就偏向了看上去楚楚可怜的赵妃。玉玲珑，赵妃在寝室里几乎要将自己的嘴唇咬破了。这个皇后所生的贱种这么辱他们赵家，她不让这贱种死无葬身之地，誓不为人呢。玉小小出了宫，狠狠地瞪了一眼赵氏父子，然后上了顾家父子带过来的马车。公主出来了。等在车厢里的王嬷嬷一见自家公主上车来了，忙就伸手要扶玉小小。你没进宫去啊？王嬷嬷撩开窗帘往外看了看，看清跟在车外走的都是顾家人后，才挪动了一下胖乎乎的身躯，坐到了玉小小的身旁。奴婢进宫了，趁着大人们去见圣上，奴婢跟着魏嬷嬷去了白虹殿。你去见了玉子夜。公主啊，你知道圣上给七殿下取名的事了？玉小小哼哼了2声。这位七殿下跟残暴女帝一母同胞，被残暴女帝一手带大，最后带兵攻入地宫，亲手点燃了残暴女帝烧为灰烬的大火。虽然残暴女帝也不是什么好人，不过这个玉子义也是个专业坑姐20年的货呀。魏嬷嬷他们这些天都是不敢合眼的伺候七殿下。公主啊，你得想办法把七殿下带出宫来。玉小小一下子就睁大了眼睛，她为什么要把一个专业坑姐20年的货带在身边呢？王嬷嬷从袖子里拿出了一个小布团给玉小小看。昨天内廷司给七殿下送去了新做的小衣，结果让魏嬷嬷他们从小衣内衬里扒出了这东西。这块绸布上有凝成了块状的血迹，颜色发黑，这一定是得了天花的人穿过的衣服。那帮丧了良心的东西，一心想要七殿下的命啊！怎么不告诉我爹呢？说了又能怎么样？杀几个内廷司的太监，这有什么用啊？谁想要玉子一死呢？七殿下占了嫡子的名头，宫里那位6殿下的生母哪一个也不是善心人呐。哎呀，
七殿下是嫡子，那6位殿下哪一位也越不过他去。七殿下长大成人，那就是太子啊！这下子玉小小懂了，这个坑姐的祸是挡了别人的城隍路，成宫中女人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了。魏嬷嬷他们都是皇后娘娘的人，能信得过，可他们也只是奴婢，能护得住七殿下一时，护不住七殿下一世啊！魏嬷嬷还说把这事儿跟顾老元帅他们商量看看，可王嬷嬷话说到这里说不下去了。今天要不是自家公主出面，顾家上下这会儿都得接着蹲天牢去，顾家都自身难保了，还有办法护住七皇子的安全？放心，他一定会长大成人的。不但长大成人，这位还会当皇帝哦。皇后娘娘拼了性命才生下了七殿下，现在皇后娘娘这一去，谁能护着七殿下平安长大呢？奴婢对不起皇后娘娘呀！要不要这么悲观啊？王嬷嬷哭得更大声了，说道：“公主啊，七殿下的事要怎么办才好？”玉小小挠了挠头，那个坑姐的货现在还只是个小婴儿，只要自己这辈子不做坏人，不玩情人，不做昏君，就不至于最后被那个坑货放火烧死了吧？那我去把他带出宫来。什么？玉小小一推车厢门，纵身一跃就不见了人影。骑马走在车外的顾星诺就看见一个人影在他眼前一晃而过，想喊这位已经是飘没影了。公主殿下又走了。王嬷嬷听见顾大公子问话了，才一激灵回过神来。公主殿下又回去了。大少爷，我们得回去啊！不光是顾大公子，连顾老元帅在马上一晃身子，长公主这是想想不甘心，又跑回宫杀赵飞去了。回去！一队人又忙掉头往地宫跑。片刻之后，守着宫门的禁军将军看着站在自己面前的玉小小，险些给跪了。这位怎么又回来了？公主殿下要是想见皇上，末将这就派人去替公主殿下通禀。赵秋明他们走了？赵相他们回府去了。公主殿下若是想找赵相，可去相府。哦，我这会儿呢不找他，我要进宫。禁军的这位将军有那么片刻的无语，你不找赵秋明，你要问他干啥？玉小小脚尖一点地，直接就又上了地宫高耸着的城楼。地宫不是让你这么进的呀！将军在心中大喊：谁教的长公主轻功？要不要这么1天2回的修武功啊？玉小小进了地宫，随手抓了一个小太监问道：带路去白虹宫。贤宗正一心一意地劝说自己的爱妃不要伤心难过呢，敬忠在门外说了一句：圣上，公主殿下又回宫来了。贤宗手里的茶杯掉在了地上。他回来干什么？圣上，公主殿下去了白虹宫，去把玲珑叫来，奴才遵旨。玉小小这个时候到了白虹殿，魏嬷嬷几个人一见到长公主到了，都看着玉小小掉眼泪。玉小小看看站在庭院里的太监，说道：你哪位啊？回公主殿下的话，奴才是内廷司的王顺，来给七殿下送养生之物的。玉小小看看地上香笼里装着的东西，人参、灵芝，还有的在末世吃白米饭都是奢侈的人，能认识人参和灵芝已经很了不起了。玉小小把眉头一皱，一个刚才几个月大的小屁孩需要吃人参吗？公主殿下，王公公带了1碗清心莲子羹过来，说是花妃娘娘亲手做的，让七殿下尝尝。那个羹呢？玉小小二话不说，拿起这碗羹，把王顺的嘴一捏，1碗羹没费事儿就灌到这位总管太监的嘴里去了。魏嬷嬷等人觉得玉小小这样做让他们很是解气，都不敢表露出来。玉小小等了一会儿，见王顺没有死，看来这东西里没毒。公主殿下，这是花妃。玉小小一巴掌把王公公拍到一边去了，跟着魏嬷嬷说道：你们去收拾一下，我带着玉子义和你们出宫。魏嬷嬷愣怔地说道：圣上同意了。玉小小还没有说话，敬忠带着手下的几个太监走到了庭院里。王顺一看自己的师傅来了，见着了主心骨一样，跑到了敬忠的跟前，委屈万分地喊了一声：师傅。去报人。玉小小又跟魏嬷嬷说了一句。魏嬷嬷见到敬忠也到了，觉得情况紧急了，转身就往宫室里跑。玉小小扭头看向了敬忠，敬忠被玉小小目光不善的一盯，没理会跑到跟前求安慰求庇护的徒弟，小跑着到了玉小小的跟前行礼。奴才见过公主殿下，公主殿下，圣上让您去见他。你个死太监！周围响起了一片抽泣声。敬忠是帮着贤宗理政的大太监呢，宫妃朝廷官员哪个敢不给这大太监面子？这位多少年没有被人当面骂过死太监了。敬忠不生气，知道这位长公主有大杀四方的本事了，他再跟公主殿下打架，那他就真的是蠢蛋了。公主殿下，奴才只是奉旨办差之人，还请公主殿下随奴才去见圣上。被骂死太监都不生气的男人还是男人吗？玉小小目光往下移，看一眼镜中的裤裆，少了个放水的玩意儿就不是男人了。这下子镜中脸上的笑容绷不住了，
说话这么粗鲁的人，真的是皇家公主的出身吗？放水的玩意儿，这是女人说的话吗？魏嬷嬷这个时候把玉子义抱出了宫室，跑到了玉小小的跟前，看了一眼襁褓中熟睡着的小肉团子，想到那个把火把扔向柴堆的英俊少年，玉小小的眼皮剧烈的跳了跳。真要他下手杀这样一个无害的肉团子以绝后患，他还真心下不了手。公主殿下，七殿下刚刚睡着。玉小小把小肉团子拎在了手上，你带人收拾行李，去宫门口等我。把这些人参什么的都带上。魏嬷嬷想跟玉小小说，抱娃不是这么抱的。只是这会儿魏嬷嬷不敢跟玉小小说话，她也是看着玲珑公主长大的人，就数月的功夫不见，长公主愣是变了一个人，她完全不认识了。带路。玉子义被玉小小拎了一路，一直拎到了贤宗的跟前。贤宗看着被闺女拎在手里的小儿子，头又疼了。哎呀，玲珑啊，你弟弟你也这么拎着？他不难受。玉子义睡得吐着小泡泡，完全没有要醒的征兆。你进宫得有父皇的同意。我以后都不会再来了。这个充满了残暴女帝血泪的倒霉地方，要不是有事儿，请玉小小来，他也不会来啊。玉子义我带走了。你说什么？我怀疑他在宫里活不成。玲珑啊，你弟弟是皇子，带去顾家养，历朝历代都没出过这样的事儿啊！你要让天下人都笑话父皇吗？景忠，把七殿下好生抱过来。还要开打吗？贤宗无语了，众人也无语了。贤宗的气囊顿时被什么人扎了一个洞，怒气一下子都跑光了。是啊，想找个能打得过这闺女的人好像很难啊。公主殿下，您得讲道理啊，人又不是你生的，关你什么事啊？我娘就是我的母后也托梦给我，要我好好的把弟弟养大。公主殿下，不能什么事情都把皇后娘娘搬出来做由头呀。七殿下是皇子，就应该在皇家长大，皇后娘娘怎么会连这个都不懂呢？欺君是死罪。这样吧，我要是说谎，让我母后打雷劈死我；要是我没有说谎，让我母后打雷劈死赵妃好了。你用得着发这种恶毒的誓吗？雷声在赵妃的寝室外响起，天上连一块乌云都没有，怎么会有响雷声的？圣上啊！赵妃只来得及尖叫了一声，就被塌下来的房梁压住了。房子塌了，被雷劈的。父皇，我能带他走了吗？贤宗目光呆滞地看着自己的闺女，要不再让我母后打个雷下来？天空又有雷声作响，贤宗抬头看看天，万里无云的好天气啊！圣上，赵妃娘娘还在。救人！快给朕把赵妃救出来！我能走了吗？头顶上又响了一声轰鸣，贤宗下意识地把头一抱，跟玉小小喊道：你母后这是没完没了了。我把弟弟带出宫玩几天，然后再把他送回来，行不行？赶紧走！玉小小的目的达到了，拎着玉子义就走。就这几天，几天过后，朕让人去接你弟弟。玉小小点了点头，人他都带出宫了，再让这昏君把人接回来，接着用雷劈啊！宫门外，顾家一帮人，王嬷嬷、魏嬷嬷一帮子人都在等着玉小小。公主殿下。玉小小拎着玉子义来到了顾晨的跟前，喊了顾晨一声爷爷。自己的3个孙子还有重孙子们都是喊自己一声祖父或者曾祖的。乍一被玉小小喊一声爷爷，顾老爷子各种不自在，连要怎么应玉小小的声都没想出来。这是七殿下？以后我养他。这是圣上的意思？他不同意，我母后不会放过他的。顾老爷子看看长孙，这话完全听不懂，有木有？王嬷嬷和魏嬷嬷一起跑到了玉小小跟前。公主，你真的把七殿下带出来了？爷爷，大哥，我们回家。这个时候，赵妃和翠玉都被太监们从废墟下挖了出来，2个人都是血或者灰泥糊了一身，一点也看不出原来的样子来。贤宗没敢上前看，远远地问敬忠道：赵妃怎么样了？敬忠蹲下身子，试一下赵妃的鼻息，指尖有微弱的气息浮动。圣上，娘娘还有气息。太医，快去看看赵妃怎么样了。压在赵妃上的房梁是根phủ梁，并不粗大，而砸向床榻的几根主梁被床头床尾的床架挡住，2个床架救了赵妃和就倒在床下的翠玉的命。去请国师进宫，得请身为高僧的国师想想办法了，他不能天天让皇后这么用雷劈着玩。三少爷，这药是刚刚熬好的，奴婢喂你喝吧。玉小小是什么感觉也没有，不过王嬷嬷顿时眼神一厉，这个奴婢伺候少爷喝药，话说的这么娇滴滴的，勾魂吗？大少爷回来了。哟，这丫鬟长得倒挺俊俏的。
还不快来见过公主殿下？奴婢见过公主殿下。王嬷嬷一看青玉这架势，不得了啊，这是装娇弱博同情啊！宫里的女人没有一个不精通这一招的。驸马爷双脚都残了，还能招惹桃花呢，长得不错呀。你出去，这里不用你伺候。是老夫人命奴婢来伺候三少爷喝药的。老夫人让你来的？王嬷嬷把眉头一挑，看向了顾星诺。不会吧？他们公主才进门第一天，老夫人就已经给顾三少安排小的了？这个是什么药啊？青玉哭着跟玉小小说道。您对奴婢有脾气，也不能泼掉三少爷的药啊！王嬷嬷气炸了肺，她刚刚还觉得顾家是个好人家来着，没想到小妖精们哪里都有。玉小小更是不了解了，我对你有什么气啊？你做了什么？青玉被玉小小问得一噎，她想爬三少爷的床，这话要怎么委婉地说出口？顾星诺和顾星朗在一旁一直没开口说话。青玉是老夫人开口赏给顾星朗的，虽然在牢里两个人没有成事儿，可不能顾星朗出了狱娶了公主了，就把这个大丫鬟丢一旁不闻不问了。顾家做不出这样的事儿来。对青玉，顾家人心里有数，这位迟早要被顾星朗收进房里。没受伤吧？玉小小这时候往床榻上一坐，问顾星朗道：公主，你与星朗说话，我就先走了。大哥一会儿见。说话呀，新房不是被烧了吗？我没受伤，二哥带我住的房。那两个小的呢？他们也没事。公主殿下，方才那个青玉是？青玉，名字也挺好，是你的丫鬟？她是？你的脚伤我给你治。撩起顾三少爷的裤管，又开始俯身仔细的看伤口。手术有点难度，不过我不是第一次做这种手术了，你不用怕。打仗的时候最常见的伤就是骨伤这一类的外伤。顾星朗要是受了内伤，那玉小小不敢打包票。接个筋，公主殿下表示这个小意思。镇国侯府在盯着顾星朗的脸上看上几眼，他这会儿终于想起来这位是谁来了。残暴女帝称帝之后，命人在京城东郊的荒山上挖出了几具骸骨，又命高僧替这几具骸骨做超度的法事，重新厚葬。其中一具骸骨被女帝放入了为自己准备下的皇陵里，预备死后同学。那个人叫做顾清辉。顾清辉是谁？顾星朗拧了一下眉头。清辉是我的字。所以顾清辉也是你的名字？是。顾星朗点一下头。玉小小抬手在顾星朗的头顶处摸了一下，他记得那具骸骨从荒山取出时，头盖骨的顶心处被人钉入了长钉，意为让亡者永不超生。怎么了？没事，你活着真好。顾星朗犹豫了一下，将手附在了玉小小的手背上。谢谢。日子会好的。玉小小附身过去，在顾星朗的额头上亲了一口，语调欢喜地说道：顾星朗，我告诉你哦，有些事情是命中注定的。残暴女帝与这顾家三郎生不能同囚，死也未能同穴，而他这一来就与这位结为了夫妻。残暴女帝平生的第一个遗憾被他就这样弄圆满了。玉小小相信他在这个世界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一定不会重走女帝人生路的。玉小小表示喜悦的亲吻，让这辈子还没摸过女孩手的顾星朗红了脸。你看着顾星朗涨红了的脸，玉小小的脸上终于是露出了笑容。这么羞涩的少年，他还从来没有见过哎。不怎么笑的人，一般笑起来的样子都是绝色。顾星朗见玉小小笑，脸腾的一下更红了。房里有些热，我去找几把刀来，再去找消炎的药。你等我一下，我今天晚上就替你做手术。你要找什么刀？细刀。我让王嬷嬷去找几个大夫来问问，会疼，你怕不怕？被生生拉断脚筋的痛楚都生受过了，还怕什么疼痛？我没什么可怕的。最坏的结果，也就是他这一辈子都无法站立，无法走路。早就被大夫们下了定论的后果，顾星朗觉得自己完全承受得起。我一定会治好你的。玉小小啪的一下，在顾星朗的脸上又香了一个，起身往新房外跑了。顾星朗摸了一下被玉小小亲到的脸颊，嘴角一扬，笑了起来。也许公主殿下真的会喜欢上他，是不是？王嬷嬷这个时候站在走廊里，看着站在自己跟前柳若扶风一般的青玉。顾大公子已经把青玉的事情跟王嬷嬷老实交代了。王嬷嬷这会儿心里憋屈，生死关头，这个丫鬟挺身而出，要为顾三少留后，这还是个义女，打不得骂不得，那自家公主怎么办？你们两个怎么还站在这里啊？青玉看见玉小小，脸上马上就显出了受惊的神情。王嬷嬷看着自家公主，心疼不已。刚坐着花轿就进了这顾家的门，什么事儿都还没办呢，先抛头露面的打上一架，把之前贤淑的名声丢了个一干二净。现在还没洞房呢，小妾就已经在一旁等着入室了。王嬷嬷一把辛酸泪，自家公主的命怎么就这么苦呢？所以有病人伤口发炎了，你们就用这种药。大夫们点点头，他们用的药方各不同，但万变不离其宗，药理都是一样的。既然这个世界的人伤口消炎都是这么种的，那他何必执着于抗生素呢？那你们备药，帮我动个手术。大夫们面面相觑，
顾三少爷的脚伤他们都看过，还真有救吗？这房里烛光太暗了，嬷嬷多帮我拿几面镜子来。王嬷嬷一头雾水，光线暗，拿几面镜子来就能解决了？公主啊，这件事情奴婢还没有跟顾老元帅他们说，您看这……那你就说一声吧。那万一驸马爷的脚伤还是治不好呢？这是不可能的。治好了顾三少的脚，那皆大欢喜；要是治不好呢，就这家老夫人的尿性，不会怪自家公主让她的宝贝孙子又吃一回苦头。玉小小是完全做不到跟王嬷嬷心有灵犀，不过顾新朗听出王嬷嬷的话外音来了。嬷嬷，我的脚筋本就断了，再坏还能坏到哪里去？就让公主殿下试试好了。这话可是驸马爷亲口说的。屋中的先生们都听见了，我还能赖账不成？我去拿镜子来。有劳各位先生了。玉小小把炉子拎到了床榻前，锅里的水这个时候已经烧开了。玉小小把从大夫那里要来的刀一起扔进了沸水里煮。这是要干什么？消毒。这也是你师父教你的？玉小小撇了撇嘴，动手术之前都不知道要消毒。这个世界的人类究竟是怎么长大的？一辈子不受伤，还是能活多少岁数全凭运气啊！手里拿了块沾酒的金帕，玉小小动手往下解顾新朗的裤子。顾新朗一惊，双手把裤子一拉，急声道：“你做什么？”玉小小很奇怪地看了顾新朗一眼，帮他消毒啊！这位怎么弄得他要强了他一样？消毒？你穿着裤子动手术也不方便啊，脱了吧。顾新朗不吭声，手还是拉着裤子。虽然是夫妻了，可是他们才认识1天呢。你还不穿着内裤呢吗？我不看你行不行？顾三少爷的脸迅速涨红了，怎么会有如此害羞的少年啊？玉小小抬手捏了一下顾新朗的脸，哼，脸皮这么薄，你真是当将军的人？你怎么能如此大胆？话说出口，顾新朗就后悔了，他这不是在说公主放荡吗？我的胆子一向很大，胆子不大的人怎么当兵去跟丧尸玩命？顾新朗道歉的话都到嘴边了，被玉小小这么一说噎在了喉咙里。哎呀，不就是脱一回裤子？玉小小把顾新朗拉着裤腰的手拍走，把这条睡裤往下一拉，用沾了酒精的金帕替顾新朗擦腿。顾新朗只能是把眼一闭，这会儿除了装死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三少爷啊，在下看公主殿下是想将您脚踝上的伤口再次剖开。先生有话不妨直说。伤口化脓之症已经在好转，眼看着伤口在愈合了，这个时候再将伤口剖开。三少爷，请恕在下直言，若是伤口再化脓，三少爷的双脚最坏的结果就是要截了去，有性命之险啊！公主不会害我，她是想要救我。来人！一个伺候顾新朗的小厮从新房外跑了进来，去请我大哥来一下，就说我有话要跟他说。小厮领命跑走，没一会儿的功夫，顾兴诺就带着一身的酒气走进了新房里。看看新房里的布置，顾大少爷狐疑道：“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大哥喝了不少酒啊。军中的那帮人都是酒鬼，逮着了机会他们还不拼死喝酒啊？你们这是……公主殿下要替我治伤，要怎么治你的伤啊？我不知道，请大哥来只是想跟大哥说一声，若是出了什么事，都是我自己愿意的，跟公主殿下无关。这事儿会让你有性命之忧？他想怎么治你的伤啊？公主说要动手术。老大夫这时掀开了锅盖，煮在沸水里的几把尖刀让顾兴诺顿时就周身冒起了寒气。这是要干什么？公主还要在你身上动刀不成？我横竖是个废人了，公主要做什么就随她吧。大哥来了。是我让大哥来的，这事儿得让家里人知道。时候不早了，我们这就开始吧。公主殿下，你能否先跟我说说，你要如何治新朗的伤啊？把断了的筋接上，让它自己长起来就行了。公主有多大的把握？大哥，公主自会尽力。大哥放心，我会尽力的。公主殿下，那新郎就拜托你了。麻药熬好了吗？老大夫从桌上端起凉到温热的麻药，递到了玉小小的手上。喝了吧。看着顾兴朗喝下了麻药，昏昏睡去之后，顾兴诺才站到了新房外的走廊里。
新房里烛光经过镜面的折射，聚在了顾星朗脚踝的伤口上。怎么会这样？光的折射原理？啥？房里没有一个人听懂这话。一场秋雨在这天的后半夜淅淅沥沥地下了下来。星朗！顾星诺暗道一声不好，忙走下了台阶，淋着雨迎到了老夫人的跟前。扶着老夫人的徐氏夫人看见长子后开口就道：“公主真的在星朗的身上动刀了。”顾星诺看一眼自己的夫人，孙氏夫人目光往跟在老夫人身后的青玉身上一瞥：“星朗呢？”祖母，星朗没事。没事？请了一屋子的大夫来做什么？为了星朗的伤啊。要是好事儿，用得着瞒着家里人吗？让开，我要进房去。王嬷嬷迈步走出了新房，看一眼众星捧月一般被小辈下人们簇拥着站在廊下的老夫人，这是谁把老夫人气着了？这么气势汹汹的。宫里的嬷嬷说是奴婢，可万事前头加了皇家二字就不能等闲视之。老夫人铁青的面色回转了一些，公主殿下在替三郎治伤。祖母，这是星朗自己愿意的。那你就不跟家里说一声？哟，老夫人您这话说的，大公子不就是驸马爷的家里人吗？你们的眼里还有长辈吗？星朗不懂事儿，你也不懂事儿，我要进去。老夫人，这可是公主殿下的新房，虽然您是长辈，可有些规矩，公主殿下不在意，您也得守着不是？开什么玩笑，历来公主下嫁都是跟着驸马吩咐单过的，没有公主的点头，驸马爷都不能进房。这老太太是不是被自家公主喊了一声奶奶，喊得找不着北了？公主对新郎究竟是怎么打算的？啊，大夫都说新郎的伤已经在愈合了，公主为何还要把新郎的伤口再剖开？这会要了新郎的命啊！哎呦！王嬷嬷站在房门前咬牙，这些大夫偷偷摸摸的跟新郎说的话，这老太太怎么会知道的？他们这里有2个暗卫在暗地里盯着，新房的事儿他们都能知道。这老太太在新房里安了耳目了？这是什么话？祖母，公主不会害星朗的。她连星朗的药都泼了。顾星诺狠狠地瞪了一眼青玉。青玉站在老夫人的身后，低着头，一副听命行事的模样。见老夫人还是要进新房，2个暗卫小装小卫站在了王嬷嬷的身前，手都按到了刀把上，那意思老夫人再往前一步，他们就拔刀了。老夫人又气又急之下大哭了起来。王嬷嬷门神一样站在门前，老太太这招数比起宫里的娘娘们来简直不堪入目，大哭一顿就能让自家公主落一个不孝的名声了。她还说这老太太对皇家公主不敬呢。都别动，哎呀，大公子好歹也是将军，被骂得跟孙子一样。闹着闹着，眼见天边都泛了白，下了一夜的秋雨也停了。你们在闹什么？炸雷一样的声音从院门内里传过来，下人们一见老元帅，忙都垂手退到了一旁。你要干什么？祖父，公主在给新郎治病。这都一夜了，新郎到底怎么样了？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啊！哎，驸马爷没事就好喽。昨天那一晚上闹腾的，驸马爷要是有个3长2短啊，我们家公主殿下说不定就得进猪笼了。老夫人和徐氏夫人的哭声都是一顿，面色讪讪的都说不出话来。进猪笼是什么？王嬷嬷看向自家公主，还是懵懵懂懂，一点也不知道自己被这对婆媳欺负了的样子，脸上又是黑了几分，说道：“公主乐意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奴婢有什么可说的？”大哥，进猪笼是什么？玉小小还是对这个感兴趣。哎呀，就是把人关笼子里扔水里淹死。那为什么要叫猪笼？王嬷嬷语塞了，这个不是重点好不好啊？我饿了。快去给公主殿下备饭。祖母啊，既然新郎没事了，我们就先出去吧。老夫人这会儿脸上正是烧得难受，孙氏给了她一个台阶下。那我们走。顾星诺神情尴尬地走到了玉小小的跟前。公主殿下，难为你了。啊？玉小小很是茫然，就顾星朗难为他什么了？祖母和母亲只是关心新郎。病人的家属有情绪，这个可以理解。玉小小冲着顾星诺摆了摆手，意思是没事儿。顾星诺更是内疚了。用完膳后再来敬茶吧。老元帅这个时候走到了玉小小的跟前，和颜悦色的小声说道。虽然不知道敬茶又是什么东西，不过玉小小还是点头应声道：“知道了，爷爷，我吃完饭就去。”
老元帅带着顾星诺走出了新房门。那个丫鬟叫什么？青玉。大发走，你亲自去办这事儿。下人不一会儿给玉小小送来了早膳。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吃饱肚子的玉小小坐在桌前埋头大吃，心情极好。王嬷嬷的手里端着一碗粥，喝了没2口就没了胃口。公主啊，你这心怎么就这么宽呢？玉小小几口喝了一碗糯米粥下去，又自己动手添粥，跟王嬷嬷嘀咕了一句：这个好吃。自从公主殿下病了一场之后，但凡能吃的东西都被公主殿下夸过好吃。王嬷嬷叹气，往玉小小的身旁又站了站，说道：昨天晚上老太太闹成那样就算了，不是没事了吗？她那是大不敬，这事儿啊不能就这么算了。那打她一顿？王嬷嬷气短了一下，那老太太能受得住自家公主一巴掌吗？2碗糯米粥喝下肚之后，玉小小又开始吃油炸蛋。总之啊，不能让那老太太蹬鼻子上脸。玉小小嘴里塞满了东西，抬头看了王嬷嬷一眼。王嬷嬷不能直视自家公主这副饿死鬼投胎的样子，每回看见吃的，这位都是双眼放光，这是要闹哪样啊？想想被埋在荒山里的尸骨，镇国侯府是被满门抄斩的。听残暴女帝那时候对着顾星朗的尸骨说的话，顾三少爷还是被寸卦身亡的。玉小小想到这里，重重地叹了口气，哎呀，他们一家很可怜的，都被人啪啪打脸打一晚上了，这家人还可怜？王嬷嬷无话可说了，活生生把自己气死好像也不值得。玉小小一出来，老夫人反而不说话了，跟着院中的众人一起瞪着玉小小。手术挺成功的，她应该没事了。没事了，新郎的脚能痊愈。差不多吧。嬷嬷，你带人去把房间收拾一下。是，我要看新郎。进吧。孙氏夫人见着青玉也要跟进房去，把手一抬拦下了这大丫鬟，说道：你进去做什么？家人进去看看就好了。青玉将嘴唇咬得发白，到底还没有胆子当着老元帅的面找玉小小的不痛快。新郎，这喊声带着哭音，听着很是凄厉，让屋外的老元帅几个人都是打了一个寒战。玉小小也是觉得意外，顾星朗都没事了，这老太太怎么会叫成这样？忙也是转身进屋。老夫人一见玉小小到了床前，伸手就要抓玉小小。你把新郎怎么了？玉小小的身子往旁边微微一侧，就避开了老夫人的手，说道：他怎么了？看着到了这个时候脸上还是表情欠奉的玉小小，连徐氏夫人心里都有了些怒气，说道：我们怎么叫不醒新郎啊？徐氏夫人质问的语气，屋子里的人都能听得出来，也就玉小小这样的听不出，还是一张面瘫脸，说道：麻药的麻性没有过，他在睡觉呢。是啊，夫人，三少爷只是睡着了。全程看完了玉小小替顾星朗治伤的过程，虽然老大夫没有完全看明白，但是他知道顾三少爷断了的2根脚筋是真的被接上了。顾晨走到了床前，摸了一下顾星朗的脸。顾星朗这会儿呼吸平缓，体温正常，的确是在熟睡中。元帅，三少爷的脚筋都被公主殿下重新接好了，若是能长好，那三少爷真的能痊愈了。老夫人和徐氏夫人又掉了眼泪，不过这会儿是喜极而泣了。各位辛苦了一夜，顾某在这里多谢了。哎呦喂，元帅啊，顾三少爷的伤还是要听公主殿下的。昨天晚上老夫人闹的那一场，让老大夫现在想起来心有余悸。玲珑公主要是被老夫人闹得分了心神，那顾三少爷的脚筋能不能接上真是两说了。多谢先生了。大夫们走了之后，老夫人臊眉搭眼的坐着不言语。你是不是想让我们全家再去坐一回天牢，还是把公主逼走你就痛快了？我怎么知道公主真的会医啊？新郎是他的夫君，公主会害自己的夫君啊？你是老糊涂了吗？之前我听说公主把新郎的药泼了，公主要是无心跟新郎过日子，那她……闭嘴吧！公主不想跟新郎过日子，那她下嫁给新郎做什么？那她为何要泼新郎的药？这是那个丫鬟跟你说的吧？青玉。我不管她是什么玉，我已经命行诺，尽快把这个丫鬟打发走。青玉是顾家的家生奴才，母亲就是伺候老夫人的人，老夫人看着青玉长大，说是主仆，这感情却足够的深厚。老元帅要把青玉打发走，老夫人是真舍不得。青玉是我已经许给新郎的人，
你要把人打发到哪里去啊？你就不怕被人戳脊梁骨吗？让我家宅不守的奴才，我留他做什么？这事儿你就不用问了。公主殿下对我顾家有恩，我还是这句话，你不要不识好歹。顾老元帅气哼哼的起身就走。孙氏夫人在管家来复命之后，亲自找到了王嬷嬷，把家里对青玉的发落跟王嬷嬷说了。王嬷嬷先谢过了孙氏夫人，然后就跟孙氏夫人说：“哎呀，这下奴婢就安心了。那婢女的事儿，奴婢还没来得及告诉公主殿下。这事儿，大少夫人您看，这件事情老夫人不说，没有人会跟公主殿下说的。府里的下人我都会吩咐一声，不准他们多嘴。”玉小小拿着手里的2个馒头从新房里走了出来，看看站在廊下说话的2个人，先喊了孙氏一声大嫂。孙氏还没应声，王嬷嬷就瞪眼道：“公主啊，你又饿了？这位刚刚才用过的早膳，这小身板到底能吃多少才算饱啊？这热气腾腾的大白面馒头又是哪里来的？这个是小庄小魏的早饭。”玉小小一口咬掉了半个馒头，我看他们吃不完就帮着吃了。小庄小魏站在角落里默默啃着手里的馒头。公主殿下伸手就拿馒头走，根本就没有给他们说话的机会，好不好？像他们这样的大小伙子，来多少个馒头都是吃得下的呀。不是要去敬茶吗？嬷嬷啊，敬茶是啥玩意儿？不是。王嬷嬷紧赶了几步，把玉小小拉着往前走，与孙氏拉开了一些距离。这么无知的问题能让外人知道吗？孙氏夫人掩着嘴，不知道是笑还是要咳嗽。不知道敬茶是什么的公主殿下，这话说出去有人信吗？被王嬷嬷紧急教育了一番的玉小小，在敬茶的时候没有出错，就是拿到3个长辈的红包，还有大嫂二嫂的见礼时，脸上的那个笑容，愣是让在场的顾家人觉得，这位公主殿下不笑的时候才是真角色，豁开嘴见牙不见眼的笑实在是太伤眼了。公主殿下，新郎的伤真的能好？能好。玉小小把红包和见面礼小心翼翼地收进了衣兜里。这就太好了，我们新郎是个好命的。玉小小说道：“二哥放心，有我在呢。现在他是玉玲珑了，怎么地也不会让顾新郎再被寸挂而亡了。”顾星言说道。那青玉顾晨和顾星诺一起咳嗽了起来。林氏夫人直接瞪了自己丈夫一眼：“不会说话就不要说话，老太太都老实了，你还提这个青玉干什么？”玉小小努力地想了想，说道：“青玉，这个名字我好像听过，是谁来着？”顾老元帅忙道：“不相干的人，公主殿下不必认识这个人。”哦，那就算了。玉小小一点也不多想的道，反正在残暴女帝的人生里也没有一个姓青的仇人，她要知道这人是哪位干啥。孙氏夫人和林氏夫人对望了一眼。好吧，青玉那么费尽心思的算计，被算计的对象却连青玉是哪号人物都没有兴趣知道。已经被带去奴室的青玉要是知道这情况，不知道会不会生生的被沤死。顾星言冲玉小小竖起了大拇指，这才是皇家公主的气度。老元帅也点点头，这样大气的孙媳妇儿他喜欢。话说赵飞死了没有？玉小小知道这2位是在夸他给顾新郎做手术的事儿，跟顾晨打听起了赵飞的事情。听说赵妃娘娘重伤，没死啊！玉小小惊着了，连着被雷劈了2回，这个奸妃都没死，生命力比僵尸还坚强吗？这会儿在场的都是顾家人，所以顾老元帅这会儿一点也不掩饰自己的遗憾。受了重伤，骨头又断了几根，但太医说无性命之忧。玉小小很是郁闷，怎么会有这么能活的人类啊？人类？顾家的几位彼此互看了一眼，然后又一起看向王嬷嬷，能不能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啊？王嬷嬷神情严肃地站着，紧紧地闭着嘴。主人家说话哪有他这个当奴婢插嘴的份儿啊？就在顾家人纠结跟长公主殿下沟通困难的时候，青玉被顾家的2个家丁拖到了奴室，很随意的就卖给了一个当街拉生意的人贩子，连价都没有谈上2句。小模样长得不错呀，别看你这模样都舍不得卖你了。青玉的嘴被布团堵着，出不了声，只能是哭。这美人能卖个高价。几个人贩子聚了上来，一起打量青玉。挣扎间，青玉身上的衣物几乎离体，雪白的身体让围在他跟前的男人们眼晕。热血上头，青玉心中绝望了，一头撞开捏摸着他胸脯的人贩子，往身前的石墙撞了过去。贱蹄子！人贩子怒了，这人要是一头撞死了，他的钱不就白花了？青玉的衣裙被人贩子一把拽住，没能撞到墙，整个人跌在了地上。听见自己身下呲啦的一声响，周遭的男人们全部都倒抽了一口气。
这美人衣裙被拽下之后，可盈盈一握的细腰和白色的下裤都露了出来。花了老子的钱还想死？人贩子在青玉的背上连踢了数脚，大骂不止。这女人卖多少钱？几个人贩子一起抬头看了声音传来的方向，就看见一个年轻的男子，身材高瘦，身着素色的锦衣。几个贩子只是看了这男人一眼，就把头低下不敢看了。人贩子都是看人眼光极准之人，这位面容英俊、目光锐利的年轻人一看就是非富即贵，不是他们能得罪的人。我们爷问你话呢。这贵公子一旁的侍卫喝声问人贩子道：这位老爷，这奴婢只要10两。人群里有人哗然，10两银子能买几10个壮年奴仆了，这个人贩子还真的敢狮子大开口。侍卫把京玉从地上拉了起来，扔了1两银子给人贩子，说了一句：该死的奉天人。人贩子捧着1两银子，愣是没敢吭声。在场的奉天人也是无人敢出声的，听着侍卫说话的口音，他们就知道这些是朱日国人。朱日国是奉天的宗主国，宗主国的贵人就是杀了他们，朝廷也没有办法能为这些老百姓做主啊。小魏从厅外跑了进来，跟玉小小禀道：公主，驸马爷醒了。走，回去看看。等玉小小出了正厅往后宅去的时候，出去替玉小小买零食的小庄跑了回来。看着小庄空着的两手，玉小小嘴角一耷拉，说道：外面没有吃的卖吗？公主，奴才听到消息，朱日大皇子景默昨日到了京城。他们又想从我们奉天要什么走啊？玉小小则是咂了咂嘴。这个大陆一共分6个国家，国力最强大的就是朱日国，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国力相当，次于朱日。至于奉天，属于谁都能来踩一脚的角色。还没亡国，一来是因为那5国在互殴中没空出手来全力收拾奉天，二来奉天出良将，每每都能将国救于危难之中。公主，奴才听说朱日大皇子这次来是要带一位皇子回朱日。圣上要选一位皇子做质子去了？王嬷嬷马上就看向玉小小，后怕地说道：哎呀，公主啊，谢天谢地，幸好你把齐殿下带出宫来了。玉小小木着脸往后宅走。景默这个人他熟，残暴女帝能成皇，这位朱日大皇子可是出了大力气的。说白了，这位可是残暴女帝的姘头之一啊。玉子清，玉小小说了一句：这不可能，华妃那样的人会让自己的儿子去朱日当质子？想想残暴女帝的那辈子，赵妃把玉玲珑姐弟俩忽悠出宫，撂脸就火力全开的对付华妃去了。华妃的母族手中也是握有兵权的，玉子清还是皇长子，对赵妃所生的6皇子玉子明来说也是个威胁。公主，您是怎么知道的？我要管这事儿吗？王嬷嬷和小庄、小魏一起摇了摇头，这事儿不是靠动手就能解决的事情啊。其实啊，他们都是我的兄弟。被赵妃坑去朱日的玉子清，终其一生为归国。景默成皇之后，这位皇子就被景默砍了脑袋，人头被当做了礼物送给了玉玲珑。玉小小想想都觉得惨。长公主这是要立地成佛了吗？喂！王嬷嬷和小庄、小魏都想跟玉小小吼着：华妃的儿子怎么能是你的兄弟？可这3位又不敢吼，公主殿下人傻可手黑啊！不说话，你们这是默认了？王嬷嬷、小庄、小魏都无语了。什么他们就默认了？让宫里的女人们狗咬狗不好吗？哎呀，您出嫁了。玉小小站着等王嬷嬷的下文。皇家的事儿，公主你不问就好了。王嬷嬷陪着玉小小往后宅走，苦口婆心地劝道：公主你想着驸马爷就好了，在家从父，出嫁从夫。驸马爷的日子好了，公主你的日子自然也就水涨船高了。王嬷嬷的话玉小小没有听懂。从父？从夫？这都什么道理啊？难不成以后顾星朗还能当皇帝？这个说不通吧？公主殿下，您这回啊一定得听奴婢的，只要七殿下平安无事，您就什么也不要问。残暴女帝的那个姘头可不好对付，属于杀爹杀兄弟跟杀狗没有两样的人，没成丧尸，这姘头都六亲不认的。这事儿玉小小觉得自己得再想想，万一这个景默跟赵飞一样雷劈都劈不死，他要怎么办呢？玉小小推门进屋，径直就走到了床前。顾星朗这个时候躺在床上，神情痛苦，看见玉小小之后，勉强冲着自己的小妻子笑了一下。玉小小伸手替顾星朗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疼？还好。这里没有好的止疼药，
疼你也只能忍着了。双脚脚踝那里的疼痛就像是有人用刀在一刀一刀刮着骨头一般。顾新朗腾出了一身的大汗，却还是不愿意在玉小小的面前显示出自己的虚弱来。我受得住。断了的脚筋接上了。玉小小伸手又替顾新朗擦了擦汗，说道：不出意外的话，6个月后你一定能好。有汗水流进了顾新朗的眼中，这让顾三少爷的眼前一阵模糊。他想抬手试一下眼睛，只是这会儿他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了。玉小小起身，拿起了一旁浸在温水里的毛巾，替顾新朗洗了一把脸。眼中的景物又清晰之后，顾新朗看见他的小妻子正皱着眉头，用手抚着他的额头。怎么了？感激的话说出口之后，还是变成了一句问话。哎呀，还是发烧了。我又病了。玉小小把手从顾新朗滚烫的额头上拿开，说道：这个时候发热是正常的现象，这证明你的身体也在加油。顾新朗张了几次嘴，最后不得不承认，他又一次不知道自己要怎么接玉小小的话了。放心，这里没有特效退烧药，我给你用物理降温，很快就好了。这话顾新朗还是听不懂。王嬷嬷这个时候带着小魏走进了屋里，看一眼床上躺着的顾新朗，马上就紧张地说道：哟，驸马爷的脸怎么红成这样？发热了，你去拿几瓶白酒来。发热了，不请大夫？不用了，这事儿不用让家里人知道。昨天晚上的事儿，顾新朗已经听伺候自己的2个小厮说了。若不是玉小小这会儿若无其事，对昨天晚上的事提都不提，顾新朗都不知道自己该怎么面对玉小小。小事情，烧退了就没事了。小魏也没找顾家要酒，玉小小的嫁妆里就有不少宫里的美酒。玉小小打开瓶盖，喝了一口白酒，说道：度数还行。公主啊，您就不能说些奴婢能听得懂的话吗？度数又是个什么东西啊？不是，你什么时候会喝酒了？度数这种常识性的东西，你要玉小小怎么说？把盖在顾新朗身上的被子一掀开，玉小小一言不发的动手就脱顾新朗的衣服。他能把酒当水喝，这话好像也不能跟王嬷嬷说吧？哎呀妈呀，这辈子转身都没有像这一次这么快过。顾新朗躺着没动，傻了。小魏瞪大了眼睛：公主，你要干什么？擦酒降温。玉小小说话间就把顾新朗上身的衣服给脱了。王嬷嬷一回头看见顾新朗裸着的胸膛，吓得再也不敢回头。哎呀，公主，这事儿你让小魏做呀，这2位还没圆房呢，自家公主怎么就能这么往下扒驸马爷的衣服？公主，你要奴才怎么做？玉小小的手放裤腰上了，顾三少爷才回过神来，忙把玉小小的手一握。别！玉小小头疼，这位怎么又是一副他要强了他的样子？顾新朗的脸更加的红了。顾新朗身上的刑伤差不多都好了，但伤疤留下了不少，胸前的一块地方更是被烙铁烙过，结着黑色的痂。玉小小知道这痂就是掉了，顾新朗这里的皮肤也不可能恢复如初了。我没事了。顾新朗被玉小小看得更是面红耳赤，头都晕乎了。玉小小往下一扒拉，还是把顾新朗的裤子给扒了下来。小魏的眼角抽搐了一下，选择了接着闷声不响的干活。顾新朗的腿动不了，想把裤子再穿起来是绝对不可能了。嬷嬷先出去吧。王嬷嬷这个时候根本就不敢回头，应了一声之后就跑了。手下的身体绷得很紧，为了让顾新朗不要这么紧张，玉小小夸了顾三少爷一句：身材不错。这下子顾新朗的脸烫得都能烧开水了。玉小小拿毛巾沾了酒，替顾新朗擦了擦双腿。面对如此羞涩的少年，他是没啥办法了。白酒擦在身上，酒精在空气里挥发，带走了身体里的热量，这让顾新朗很快就感觉舒服了不少。酒不够，再去拿些来。玉小小把空酒瓶扔在地上，跟小魏说道。小魏应了一声是，退了下去。房间里就剩小夫妻2人了。顾新朗就闭着眼躺着，嘴唇都抿成了一条直线。我们不是夫妻了吗？玉小小歪着脑袋看着顾新朗问道。我们当然是夫妻。顾新朗睁开眼，看见的就是玉小小一脸疑惑不解的神情，忙就说道：拜了天地，我们就是夫妻了。可是你把我当外人。玉小小指责顾新朗说道：都是夫妻了，你还怕在我面前光着？在末世不结婚都可以滚床单，现在他们都是夫妻了，有什么不能做的？顾新朗瞠目结舌，皇家养公主跟一般士族大家养女儿不一样吗？成了夫妻，当丈夫的就能在妻子的面前光着了？你证明给我看。证明什么？证明我们是夫妻啊！玉小小脸不红心不跳地说道。小魏手里拎着酒瓶，站在门口不敢进屋。这种对话，他能不能当做自己没听见？王嬷嬷已经是破罐子破摔了，反正已经到了这一步，顾新朗也不可能休了他家公主。
顾星朗看着玉小小又是发懵，这要他怎么证明？现在就圆房吗？哼，我就知道。玉小小嘀咕了一声，现在这是连滚床单都不可能的节奏了，他还是想想怎么带着王嬷嬷那帮人离京吧。你知道什么了？顾星朗很发愁，他怎么跟这小媳妇说个话都这么费劲呢？不喜欢我没关系。玉小小把顾星朗的肩膀一拍，说道：我们好聚好散。浑身无力，脚踝处的伤口疼如刀割寸剐，顾星朗还是一下子就坐了起来，冲着玉小小急道：你这话是何意？玉小小回想一下自己的话，他有表达不清的地方吗？公主，我们是夫妻。顾星朗抬手握住了玉小小的手，认真的说道：我怎会不喜公主？公主，你我既已结为夫妻，那就当生同囚，死同穴。既然做了公主的夫婿，我顾景辉此生绝不负公主。哎妈！玉小小望着顾星朗眨巴一下眼睛，这是告白吗？这话听得比末日里那帮大兵滚一发来一炮这种告白有文化多了呀。顾星朗看玉小小还是木着一张脸，低头在玉小小的手背上吻了一下。顾星朗的嘴唇看起来很薄，可是柔软温暖了，因为发烧而温度偏高的气息在一起落在玉小小的手背上，让玉小小感觉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自己的手上啄了一下。所以你是喜欢我的？公主，我心悦你。心悦应该就是喜欢的意思吧。玉小小看着顾星朗笑了，把头凑了过去，在顾星朗的嘴唇上吧唧了一下。这男人的嘴唇上还沾着药水呢，还带着淡淡的苦味。顾星朗不知道夫妻之间相处是不是应该这样，反正他看他大哥二哥跟嫂嫂们相处，走路都是分前后的。不过顾星朗舔了舔被玉小小亲过的地方，这里沾上了一点甜味。不爱吃甜的顾三少爷很意外地发现自己喜欢这股味道。看顾星朗伸舌头舔湿润了的嘴唇，玉小小扭头避开了顾星朗看向自己的目光。小魏怎么还不来啊？现在他们是不可能抱着滚一发的，再起心思也没有用啊。顾星朗这会儿力竭了，慢慢的又躺了下来，但还是拉着玉小小的手。公主，以后聚散这样的话不要再说了。人跟人能一辈子吗？这个问题太高端了，完全不是玉小小能思考的问题。公主殿下，奴才拿酒过来了。小魏拿了酒进屋，帮着玉小小拿进了酒的毛巾，把顾星朗的上下全部都擦了一遍。顾星朗的呼吸间全是烈酒的味道，这让他再一次的昏昏欲睡了。驸马爷好像又睡了。听见小魏的话，顾星朗又睁开眼睛看向了玉小小。睡吧，等你一觉睡醒了，烧一定就退了。正院的屋里，老夫人听来人报顾星朗发了热，起身就要往顾星朗和玉小小的房里来。有公主陪着星朗，你就不用去了。不去看一眼，我怎么能放心呢？你还能陪星朗过几年啊？公主是他的妻，那才是要跟他过一辈子的人，你省些心的好。玉小小这天用酒替顾星朗擦了7、8回的身子，到了这天的后半夜，顾星朗退了烧。王嬷嬷站在院子里，冲天念叨菩萨保佑。玉小小3晃2晃的到了顾府的厨房，让职业的厨子师傅给他做了顿吃的。吃饱喝足之后，顺手从厨房里拿了半筐发了霉的水果。厨子师傅很愕然：公主殿下，这些果子不能吃了。我要拿它们做药。水果上生出来的霉菌就是养出青霉素的原料，这个在少药的末世是连小屁孩都知道的事儿。厨子师傅看着玉小小抱着半筐烂水果走远，嘴张得大了点，让秋风闪了舌头。之后的几天里，说话都不顺溜。圣上真的答应朱鹕大皇子要送一个殿下去朱鹕当质子了。公主，奴才回来的时候看见了赵相。看来赵家人的生命力都很顽强啊。公主，赵相往朱日国大皇子住的驿站去了。赵相爷会不会是卖国贼啊？王嬷嬷的话充满了恶意。玉小小打了一个哈欠，赵秋明倒是想当朱日国人，可惜朱日国人看不上他。哎，随他折腾吧，不用管他，他自己就能把自己折腾死的。2个侍卫在赵秋明走了之后，打开了2只黑漆的木箱，箱中光银票就有数万两之多，珠宝无数。在点着烛火的大屋里，耀眼的珠光几乎晃晕了2个侍卫的眼。景默看一眼这2箱里，无动于衷，命2个侍卫道：抬走。不多时，青玉也就是如今初秋，端着一盅炖品，低头躬身地走进了屋，往景默的跟前一跪，双手将炖品高举过头顶，请大殿下用一些。景默把盅碗拿在手里，盅盖只挪开了一道缝，一道奇香就氤氲在了屋中的空气里。青玉闻见这香味，忍不住咽了口口水，却不敢抬头。顾家为什么要发卖你啊？青玉不敢在景大皇子的面前隐瞒什么，把自己的事情说了一遍。当然，事情从这大丫鬟的嘴里说出来，完全是玉玲珑不容他做顾星朗的侍妾，这才导致顾家容不下他了。
玲珑长公主还是个妒妇？奴婢是下人，不敢说主人的不是。朱日安在奉天地宫的探子们口中描述的玲珑公主，可不是如今景墨了解的这样。一个温柔单纯的女孩，死了生母之后，就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景墨挑起了青玉的下巴。这个身份低贱的美人，这会儿穿着薄衫，能露的露着，不能露的也露着。景墨手指按了一下青玉艳红的嘴唇，手往下移，捏住了这女人胸前的翘挺。青玉心跳如剧烈的鼓点一般。就是做暖床人的命，那他宁愿上朱日大皇子的床。顾兴朗一个臣子，如何与景墨相比？玉小小在这天的后半夜才睡下，然后一觉到天明。在没有丧尸的世界里，玉小小觉得自己过的每一天都很安心，这个世界很美好。几位贵妃娘娘都去了出清殿，奴婢想到这个就心慌啊。公主，不会出什么事儿吧？王嬷嬷在宫中的老姐妹居多，打听的消息也比小庄多。魏嬷嬷正抱着玉子毅坐在玉小小的身旁，此时的玉子毅长得白白胖胖，肉乎乎的脸上配上了一双黑漆漆的大眼睛，一点也看不出这娃日后玉树临风的样子。看着玉小小往嘴里塞着各种食物，小肉团口水直流，张着嘴就要吃，活脱脱的也是一个吃货。玉小小自己吃的同时，不时随手投喂玉子毅2口，知道这是个坑姐的货。可玉小小对玉子毅的想法也很简单，把这个小弟好吃好喝的养大，自己一定不做残暴的人，这个弟弟还能把自己烧死一回吗？公主，你就一点也不担心齐殿下？宫里的女人护子，那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我父皇会把这么小的儿子送去当质子？他没这么不是人吧？王嬷嬷和魏嬷嬷都没有办法接玉小小这话，他们活够了才跟着玉小小一起骂皇帝啊。2个嬷嬷飞快地把庭院扫了一眼，确定庭院里没有旁人才放了心。公主啊，还有2日您就要回门了，您要与驸马爷一起回宫吗？他要是不发烧，我就带他一起进宫去。王嬷嬷叹了一口气，心里忽然就有了一阵酸涩。虽然玉小小说顾兴朗的伤能痊愈，可是顾三少爷现在还只是如同废人一样的躺着，因不能行走被人抬进宫的驸马爷、皇后娘娘看到这一幕，不知道有多么伤心呢。顾兴朗这天醒来，听玉小小说回门的事儿，他还没开口，来探病的顾兴言就说道：公主殿下回门，新郎得跟着去，不然公主殿下不让人笑话呀。新郎如今能出家门吗？你想去吗？顾兴朗点了点头。没有夫君陪着回门的女子，那就是夫君不喜，哪怕是皇家的公主也会被人耻笑呀。伤口不是还疼吗？他看顾兴朗的脸色，这少年想恢复元气，不养个1年半载估计悬呢。不疼了，不用为我担心。见到敬忠，你会不会想揍他？玉小小担心的是这个，见到仇人却报不了仇，这不是很痛苦吗？公主放心，君子报仇，10年不晚。再说，他不过是个太监。真正的仇人是赵氏一族，10年太久了。等你伤好了，我们就去报仇。顾兴朗嘴角上弯的弧度变大了，连俊俏的眉眼都弯了起来。2个当哥哥的看着小弟脸上的这笑容，先是感觉眼要瞎，这小子啥时候笑得这么灿烂过？随后2个当哥哥的又为小弟高兴，看着公主笑得这么阳光灿烂，说明这小子喜欢这公主媳妇儿啊。盲婚哑嫁的夫妻，还有什么比两情相悦更让家人们高兴的了？贤宗知道今天闺女回门，起了一个大早，坐在揽书阁里，看到玉小小后的神情，神经粗如玉小小者都觉得自己的这个昏君爹今天有点不太对劲啊。驸马伤重，不用行礼了。父皇，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这一回闺女一开口就管自己叫父皇，而不是不合规矩的叫爹了，贤宗应该高兴啊。可是这会儿贤宗看着玉小小，只能是一脸的内疚。顾兴朗看贤宗几次要说话，却欲言又止。同样知晓要选皇子做质子之事的顾兴朗暗道一声不好。圣上，朱日国，今天是玲珑回门的日子，我们就不要谈朱日国了。玲珑啊，你这3日在夫家过得可好？一定是出事了。这个时候屋外传来了一声轻笑，玉小小回头一看，就见屋外站着一个锦衣华服的年轻人。这个人化成灰啊，玉小小也认得出来，残暴女帝的姘头之夜，朱日国的大皇子景墨。顾兴朗眉头皱成了一个疙瘩。他奉天的地宫，这个朱日国的皇子不经通传就可以随意进出，这国还是国了吗？景墨不等贤宗开口有所表示，就走进了屋。玲珑公主，在下景墨。景墨算不上是一个温柔的人，但此刻脸上的笑容绝对算得上是柔和的。我去！玉小小看着景大皇子的脸，心想着这是互看顺眼，一见钟情，然后就要勾搭成姘头了吗？看玉小小木着脸，
看着自己不说话，景墨又喊了玉小小一声：“玲珑公主。”哼，哪里啊！初次见面，多多关照，这是什么见面问候语啊？景墨再见多时光也愣住了。玉小小感觉良好，这是他会说的最有文化的见面语了。虽然也听不明白自己的媳妇儿在说什么，可是玉小小一开口就把景大皇子给噎住了。顾新郎感觉很高兴。景墨见过圣上。正愣了片刻之后，景墨拱手冲贤宗行了一礼。大殿下不必多礼了。圣上决定将七皇子子义送往我朱日的事，不知圣上是否已经跟公主殿下说明了？口胡！玉小小当场傻眼了。说好的玉子清呢？这剧情跑偏的是不是太没人性了？玉小小就算傻眼，脸上的神情也还是变化不大，木着脸看着贤宗。贤宗顶着自家闺女冷漠的目光，硬着头皮跟玉小小说道：“朱日是上国，你弟弟过去会比在我们奉天过得更好。玲珑啊，父皇不会害你弟弟的。”你觉得我是智障吗？顾新朗和玉小小同时开口冲贤宗吼道。顾新朗因为病而缺少血色的脸这会儿发青，堂堂一国之君怎么能说出这种自甘仁厚的话来？顾新朗气得身子微微发颤，玉小小也生气，这昏君欺负他读书少，把他当成傻缺骗吗？贤宗被小夫妻俩吼得屁股在坐榻上挪了挪，他本来就底气不足，这下子更是坐立不安了。想想赵妃和花妃他们的话，7个皇子他只能对不起1个，保住那6个，他有什么办法呢？此事朕已经决定，你们2个不用多说了。朕身体不适，你们退下吧。圣上，七殿下尚不满周岁，如何能长途跋涉去朱日？国师大人。顾新朗要做起身行礼。驸马不必多礼。听闻驸马的伤有望痊愈，贫僧先行恭喜驸马一声了。玉小小看着眼前这和尚皱着眉头。公主，他是国师大人啊。面前的光头和尚年过30，说眉目清秀都不足以形容这位的样貌。高鼻凤眼，是一个长相很艳的男子。沉静与风情这2种截然相反的气质同时汇聚在这修佛之人的身上，却一点也不让人感觉的突兀。玉小小认识这位国师成官残暴女帝的又一个姘头。玉小小一直怀疑女帝是想从这位的身上寻找父爱，不然找个帅大叔做姘头，你说玲珑女帝图个啥？公主殿下。国师被玉小小看得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衣着。七皇子之事，贫僧已经知道了，圣上已经下旨了。国师轻轻叹了一口气，点了点头。顾新朗心中一阵绝望，圣旨都下了，这事儿还有挽回的余地吗？公主啊，此事贫僧觉得未必就是坏事啊。从皇子殿下沦为人质，这还不叫坏事儿？玉小小一脑袋官司的出了宫，与顾新朗坐在了一辆马车里，半天也说不出一句话。七殿下是嫡皇子，所以呢？皇位。把小妻子赶走了，那帮女人的儿子就能当皇帝了？你若不愿，那我们想办法。马车这个时候从一家酒肆前走过，酒肆里传来了一女子的清唱声。玉小小听不懂这女子在唱什么，只是听着曲调悲凉。顾新朗将玉小小头发上的发簪扶了扶。今日回门，他的小媳妇盛装打扮了，只是面无新嫁娘的喜色。顾新朗心里内疚，身为丈夫却无法为妻子遮风挡雨。犹豫了再三，顾三少爷伸手将玉小小揽在了怀里，想跟玉小小说：“你莫怕，你有我。”只是这些话，顾三少爷一句也说不出口。顾府里自从贤宗那道圣旨来了之后，就乱了套。玉小小这边的人都哭天抹泪儿，老夫人几个顾家的女眷跟着一起着急，只是帮不上忙。顾晨和顾兴诺、顾兴言现在都是庶民，没资格进宫见贤宗为玉子义说话，只能是命人请英年云几个顾晨在朝中的好友到顾府来，大家一起商议看看这件事情该怎么办。公主殿下，圣上的圣旨都下了，这要怎么办呢？玉小小心乱，她哪知道怎么办呢？要一个专职杀丧尸的人玩宫斗加正斗吗？这不是为难他吗？这里的人类还不如丧尸省心呢，至少丧尸从来不敢跟人类玩心眼儿。公主殿下对七殿下之事是怎么打算的？玉小小默，怎么人人都要问他这个问题啊？他能说不知道吗？我们在宫里遇见了国师，国师怎么说？国师说七殿下去朱日未必就是坏事。哎呀，城关这个和尚还是有些见识的。那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啊？公主殿下，这事其实由七殿下自己决定最好。可他现在还不会说人话呀。大伙沉默了。七皇子现在还不会说话，
只是公主殿下这话怎么听的就这么别扭呢？七殿下去了朱日，他的性命就在朱日人的手上了。就算避开了奉天这里的黑手，朱日的人真的就能将七殿下好生养大？玉小小旁听几位大人商量玉子义的事儿，听到最后听晕菜了。听大伙儿说的话，玉子义在奉天会被赵飞那帮人杀，去朱日国会被朱日人杀，合着玉子义横竖都是死呗。几位大人正在商量的时候，管家的声音突然从书房外传了进来：元帅，朱日大皇子给公主殿下和三少爷下了请帖。玉小小拿过这请帖，打开一看，里面的字可能认识他，但是他多半不认识。玉小小摇了摇头，哎呀，文盲真心是伤不起啊。景墨说了些什么？你看吧。顾星朗看着请帖，景墨在请帖里也没写什么，一番谁都会说的客套话，然后就写请他与玉小小去得意酒庄一聚。玉小小抱着脑袋想，今天刚刚认识就被请吃饭，这是不是意味着什么呢？顾家的4个男人却是都阴沉了脸色。公主，你要去赴景墨的宴吗？我应该去吗？去吧，听听这个景墨要说什么也好。这事儿看来朱日国是另有打算了。玉小小听到了英年允这句话，只是想不明白。回到房间之后就问顾星朗：景墨是为了小七的事情找我吗？公主忘了，我们顾家有降将在朱日为官。是谁？祖父的同胞弟弟顾立。公主不知道这事儿？玉小小心说：我知道什么呀？我就看到那个不得好死的女帝的一生了，你这一家子我也就只看见白骨。女子不问政。玉小小憋了半天，憋了一句王嬷嬷教过她的话说出来：这种于国于家都是蒙羞之事，想必地宫里不会有人愿意提起的。王嬷嬷这个时候敲门进屋，红着眼睛问玉小小：公主，去赴景大皇子的宴，您需要准备些什么？去吃饭要准备什么？玉小小看了一眼顾星朗，不确定地说道：提前1天不吃饭？早知道景墨今天会请他吃饭，他从昨天开始就会少吃空肚子了呀。顾星朗把水杯里的水都喝进了嘴里，听到了玉小小这一句话，噗的一声，一口水全都喷了出来。王嬷嬷没水可喷，但也是瞪着玉小小半天没说话，一时之间决定不了自己现在是该哭呢还是该笑。一想到七殿下，王嬷嬷就想哭，看着公主殿下她又想笑。玉小小看着这2位的表情，觉得自己可能是做了一件逗逼的事情，只能是呵呵了一声。顾星朗现在已经能感觉到呵呵这个词的恶意了。公主，现在不是玩笑的时候啊。王嬷嬷问向顾星朗：驸马爷，您需要准备些什么？自家公主完全指望不上，王嬷嬷就只能指望驸马爷了。嬷嬷放心，我祖父会命人备下礼物的。驸马爷，您一定要帮帮七殿下。七殿下还小，他去了朱日，这日子要怎么过呀？万一七殿下在朱日出了什么事情，身边一个能拿主意的人都没有，七殿下要怎么办呢？嬷嬷，你先起来，能帮七殿下，我一定帮。玉小小走过来，一只手就把王嬷嬷从地上拎了起来。这件事情呢，也不是什么难事，嬷嬷不要哭了。玉小小是算不明白这里头的弯弯绕绕，不过他的这个小妻子弟弟横竖都要死的话，那他带走这娃就是了。就凭这个世界人类的武力值，谁能逮捕得了他？至于自己跟玉子义跑了之后，顾星朗还有王嬷嬷这帮人会不会受牵连？抱歉，凭玉小小只要不被丧尸啃，人生就很美满的大脑思维，他还没想到。景墨找我们，七殿下的事儿就一定还有转圜的余地，这事儿还没到最坏的地步。哦，顾星朗握了握拳，大不了拼个鱼死网破，将玉子叶带离京城。至于脚残了，要怎么跟赵秋明那帮人拼个鱼死网破？正为玉子叶着急上火的顾三少爷暂时忘了这一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所谓夫妻就是不是一路人不进一家门。等到这天色近黄昏了，玉小小跟顾星朗又坐着马车，小庄小尉骑马跟着，一行人前往得意酒庄。一路上玉小小都盯着车外的街景看，华灯初上的古街景让玉小小看得目不转睛。无数的烛火汇聚起的光影之中，聚在一起大声说笑的人群，追逐玩闹的小孩，路边形形色色的小吃摊，末世里那些破败的城市乡村里，哪有这么多欢笑的人群和满是人间烟火气的景色呀？
顾新朗看着玉小小望着窗外两眼发亮的样子，都不忍心开口打扰玉小小。一会儿我们回来，我们找家饭馆吃饭吧。玉小小把嘴里的口水咽了咽。好。一心为着小媳妇儿做些什么的顾三少爷完全没有想起来，他们夫妻俩是去赴宴的。马车在得意酒庄外停下的时候，几个景墨的随从已经在酒庄外等候多时了。公主殿下，顾驸马，请。玉小小走进了酒庄的大门。酒庄里4栋5层高的木楼用廊桥连接在一起，灯火通明，有一股逼人矮上几分的气势。玉小小却是一皱眉，怎么听不到声音？这酒庄不会是要倒闭了吧？他一路走来，路两旁的饭馆都是生意正红火的时候，客来客往的，这里却一点人声都听不到，一看就是没生意的样子。景墨堂堂一朱日国大皇子，请他和顾新朗到一家快倒闭的饭馆里吃饭，他记得这个人不缺钱的呀。带路的侍卫很囧，不知道该怎么回话。得意酒庄说是酒庄，其实是他们朱日设在奉天京城的据点，奉天人应该都知道这事儿吧。玉小小回头看管事的那个随从说道：你是领导，你说。管家的随从到底是当领导的。回公主殿下的话，为了宴请公主殿下和顾驸马，大殿下下了令，今日得意酒庄只有公主殿下和驸马2位贵客，其他客人我们一律拒之门外。全场的厅堂里灯火通明，屋中还建有一方水池，10来尾红鳞的鱿鱼在水池里逐食，哗哗的水声和香炉里升出来的淡烟，将这个极尽奢华的厅堂又衬出了些许的仙气。玉小小一进厅堂就盯着水池里的鱿鱼看。景墨走到了玉小小的身旁，公主爱着锦鲤啊，一会儿将这些锦鲤送去公主府。是。顾新朗的心中并不乐意，但看玉小小目不转睛地盯着水中锦鲤看的样子，把要拒绝的话又咽回了肚子里。坐吧，看来驸马已经有座了。顾驸马的脚伤到底如何了？顾新朗只是冷冷地看了景墨一眼，没有说话。玉小小把目光从水池里收了回来，他的脚会痊愈的。顾新朗和玉小小坐的是一前一后分开的，玉小小在前，顾新朗在后。不过玉小小不懂单人独坐的规矩，也不看空着的那张席桌，直接坐在了顾新朗的身旁。顾新朗和景墨，包括在厅堂里的人都是一愣。玉小小一屁股坐下，看见顾新朗的嘴唇，这嘴唇因为缺水，唇纹尽现。玉小小倒了一杯水送到了顾新朗的嘴边，喝水。顾新朗想摇头，有这么多的外人在，他们夫妻这样于理不合呀。可是，一眼瞥见正在看着他们夫妻的景墨，顾新朗张嘴就着玉小小的手喝了一口水，再喝一点。顾新朗真就听话，乖乖的又喝了半杯水。景墨目光微冷，但脸上还是带着笑。公主殿下新婚，只可惜我来得晚了些，没有看见公主殿下10里红妆出嫁的盛况。玉小小低着头转着手里的茶杯，等着开饭。至于出嫁时的盛况，拉倒吧，他就记得自己跟赵秋明那一帮子人干了一架，打了一个雷，还是没有把赵飞那女人弄死。公主，你是不是应该有话要与我说？顾新朗手在桌子底下轻轻拍了一下玉小小的手。玉子义的事儿，他们最好先听景墨是什么意思，再做打算的好。不是说请吃饭的吗？饭菜在哪里？这种话一说出来，气氛就不是谈话的气氛了。这位玲珑公主看上去好像并不是一点手段也没有的样子。怠慢了，公主，是我的不是。侍女们鱼贯地进入了厅堂，给厅堂里的宾主们上菜。随着桌案上的菜色越多，玉小小的眼睛就越往下弯。这么多的菜，有肉有鱼还有虾，玉小小的眼睛最后弯成了2轮弯月。只看这些菜，玉小小就确定这一趟没有白跑。顾新朗看着玉小小的样子，再看看面前的这些菜肴，觉得自己好像也有胃口了。公主殿下，请吧。玉小小一听景墨说请，马上拿起筷子就插肉吃。景墨后面的话憋在了喉咙里。皇室的人吃饭都贵精不贵多，放在玉小小面前的菜肴那都是用白玉碟盛着，看着不像是菜肴，倒像是一幅幅精心描绘的画。只可惜啊，玉小小没有长一双发现美丽事物的眼睛。上战场的人吃饭都很快，等玉小小3下5除2把桌上的菜一扫而空，顾新朗都没吃上一口。景墨先看看玉小小，再看看桌案上空了的白玉碟。虽然玉小小的吃相并不难看，但这一回景大皇子是真的惊着了，没吃饱。景墨无语了，
玉小小又低头看看顾星朗一点油星没沾着的筷子，说：“方才那个大叔说，今天你为了请我和顾星朗吃饭，你把这饭店清了场，这话是假话吧？”公主，你想说什么？这么不厚道，谁会上这里来吃饭？活该这家饭店要倒闭。你不会是被这里的老板给宰了吧？众人无语了。一会儿我们另外找一家馆子，我有钱，我请你吃一顿好的。顾星朗纠结了，都是男人养家，为什么到了他这里是媳妇儿请他吃饭？公主殿下慎言，谁人可杀我诸日上国的皇子？啥？有人要杀景墨？你！幕僚很是气愤，觉得奉天的这个公主在装疯卖傻呀。不得无礼。玉小小只是说了一个宰字，可景墨觉得应该不是杀的意思。谁要杀你啊？他记得的，这个时候的诸日也是7、8个皇子抢一个宝座，景大皇子的日子并不好过。公主殿下这是在担心我？不做姘头归不做姘头，他也不会看着这个人死就开心呢。再上一桌美酒佳肴来，分量越多越好。哦耶！玉小小满心期待，坐等第2桌菜上桌。公主，七殿下之事，你就没什么话要说的？吃饭不谈正事，这事儿啊，吃完饭再说吧。在遇上玉小小之前，景墨是真没遇上过一个能几次三番把自己堵得说不出话来的人。顾星朗拿杯子喝水，虽然他跟自己的这个媳妇儿也是经常性的无法沟通，可是看景大皇子被噎得说不出话来的样子，顾三少爷觉得心情很是爽快。第2桌菜虽然景墨吩咐了量要多，可是皇家服务员着实对这分量足跟玉小小的理解有距离。看看端上来的菜，玉小小摇摇头，碗碟里的肉一眼就能数都数得出来，这家店不倒闭那就太没天理了。不想吃了。玉小小把一条鱼的肚皮全都夹到了顾星朗的碗里，少归少，味儿还不错，你尝尝看。顾星朗拿着筷子看着玉小小继续吃的头也不抬，小嘴看着不大，也不知道这些荤菜素菜是怎么眨眼之间就被这张小嘴给吃下去的。顾星朗没敢下筷子吃鱼，上沙场打仗练出来的直觉让顾三少爷感觉这一桌子菜估计还是喂不饱他媳妇儿。慢点吃啊。顾星朗给玉小小盛汤喝，怕媳妇儿噎着。景墨的脸色有些难看，他请这2位来是议事的，没想到这2位真的上他这儿吃来了，还旁若无人的举案齐眉，是做戏还是这2位不知羞啊？怎么能劳烦顾驸马你伺候公主用餐啊？来人！一个着香兰衣裙的侍女走到了玉小小和顾星朗的席前。这是我刚买不久的女奴，就让她伺候公主殿下吧。青玉。驸马爷，奴婢如今叫初秋。玉小小正吃得开心呢，听见初秋这个名字之后，夹了一筷子嫩笋的手僵在了半空。初秋跟玲珑女帝勾搭成一对之后，景墨送玉子义一个侍女，这个侍女一直伴着七皇子玉子义长大，悉心照料，连玉子义从少年到男人的那一步都是由着侍女带着走完的。玉子义最后狠心杀姐夺位，就是这个侍女为他骗开了地宫的南门。这个侍女叫什么？玉小小记得很清楚，初秋。玉子义封王之后，奉天人都知道瑞亲王的身边有一个初秋夫人。我去。玉小小看着跪在桌案前的美人，还没跟景墨勾搭成姘头呢，这个初秋就出现了。剧情改成这样，还让他怎么玩啊？景墨看了一眼下手处小夫妻俩的神情，一个面冷如霜，一个面无表情，这2个人不动声色的本事倒还是不错的。初秋，你还不上前伺候公主？是，不用。你刚才说你买了她？一个女奴罢了，公主殿下介意？这婢女是我顾家发卖出去的，怎么？顾家发卖的婢女我买不得？清月，这个名字我好像在哪里听过。这下子连站在一旁的小庄和小魏都急了，连抢你相公的人，公主你都记不住名字，这还能不能好了？清玉抬头看了顾星朗一眼，眼中的情意，顾将军能看得出来，公主殿下看不出来。对清玉，顾星朗问心无愧，只是想到在天牢中家里让清玉让给他留后的安排，顾三少爷对着玉小小就心中不安。想不起来就不用想了。
你还想吃什么？菜冷了就不好吃了。顾兴朗从小性子冷也寡言，如今看这位少爷待玉小小的样子，青玉知道顾三少爷是对公主动心了。心有不甘，但青玉只能忍了这份不甘。不过想想玉子义就要去朱日当质子，青玉就又幸灾乐祸了起来。坐在自己面前这人贵为公主又如何？面对上国的皇子，还不得低声下气屈于人下吗？公主，你不记得这个女奴了？你今年多大了？青玉不解，玉小小问自己年纪做什么？回公主殿下的话，奴婢今年15了。玉小小暗自咂嘴，残暴女帝找了个国师寻求父爱，玉子义找了一个大自己15岁的女人，是要寻求母爱吗？宫里那个昏君的遗传基因真心的成问题啊！公主，顾兴朗知道王嬷嬷没把青玉的事情跟玉小小说，只是玉小小对青玉一点印象也没有，这又让顾兴朗觉得自己这媳妇儿是不是忘性太大了点儿？玉小小跟青玉说过话，还泼了人一脸的药水呢。她犯了不该犯的错，所以把她发卖了。哎呀，你们卖个人跟卖一只狗似的，这样不好。这话要顾三少爷怎么接呀？见玉小小自顾自的又开吃了，青玉哭不出来了，哭了半天对方都不看，还吃得开心，那他还哭个什么劲儿？公主，你愿意让七殿下来我朱日？玉小小摇头。可是你父皇的圣旨已下，公主不愿又能如何？我呢是这么想的，你把玉子义带回去，对你们朱日能有多大的好处？哦，公主此话怎讲？我娘死了，赵妃会当皇后，她……公主，顾兴朗恨不得捂住玉小小的嘴，这种只听风声还没影儿的事儿，怎么能随便说呢？我不伤心，这怎么又到伤心的上面去了？他一个小皇子，没权没势，抓他当人质，你们能有什么好处？公主和七殿下的母族姜氏，还有顾家，不是七殿下的权势。那我们也没有拼过赵妃和赵秋明啊，这个倒是事实。抓人质就得抓那些有权有势的。大皇子啊，你现在在朱日日子也不好过，办差就应该办得漂亮，然后回国去领你爹的赏，不是吗？我的日子不好过，公主为何这么说？这就跟玉子义是一样啊，讨喜的儿子，当爹的怎么会舍得让他出远门呢？公主殿下，公主倒是快人快语啊。那公主觉得我应该带哪位皇子回朱日才算步入皇命？地宫里的6位皇子，最大的玉子清10岁。玉小小心里把这6位都想了想。玲珑女帝的时候，这6位的下场分别是砍头、吊死、毒酒、棒杀、车裂、刨落。有一个心灵扭曲的皇姐，6位皇子的下场就是这么的悲催。不知道，你自己想吧。我想不出这个人选。哦，那就没办法了。景墨又把心头的火压了压，再有心机，现在也不过19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还没修炼出能够操控喜怒的本事。看来公主是真不介意我带走七殿下。那你别把初秋给玉子义就行，我想给我弟弟找个年纪差不多的女孩。顾兴朗的手抖了一下，没说话，把头又低了低。景墨闭了一下眼，跟自己说道：不能在奉天的都城里把奉天的嫡长公主一脚踹死。他们朱日现在还没有打算挥师南下把奉天给灭了。你在这里吃着，我出去一下。公主要做什么？水喝多了，我去尿。顾兴朗迅速出手，这一回顾将军终于把媳妇儿的嘴给捂上了，死他也不能让媳妇儿把去尿尿的这话给说出来。厅堂里的人个个神情怪异，谁能来教教他们这个场面要怎么应付啊？憋尿对身体不好，在还没在这世界活够之前，要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所以啊，大皇子，我去。公主请便吧。他同不想从玉小小的嘴里听到尿尿这个词儿。你们护卫公主。那你呢？我在大皇子这里做客，怎么会出事？你还不去伺候？再乱说话，本王割了你的舌头。那么多的奴婢不用，偏要青玉去伺候玉小小。大皇子叫我们夫妇来，不是让我们品尝一顿美酒佳肴这么简单吧？顾丽让我替他带话。镇国公知道你们一家下狱，他可是急得恨不得带兵杀到奉天来啊！我们顾家与顾丽早就恩断义绝。顾兴朗，这次的牢狱之灾，你受得心甘情愿？因为你的君王将女儿下嫁给你了？大皇子，
不要把我当作故吏看。叛国之人沙场相见，我一定取他性命。哼，顾驸马还想与我朱日大军沙场相见？我是奉天人，此生不会另投他国。于中啊，顾吏叛去朱日已经有17年，一次都没有领兵出征过。你们只是把他当只家狗养着罢了。顾驸马，七殿下到我朱日，玲珑公主可以随行。你什么意思？姜氏皇后已亡，奉天是赵家一党独大的局面，你的家族失了兵权，你要如何护卫玲珑公主姐弟啊？与我回朱日，我保你富贵荣华，也保证你一定可以领兵。哈哈，大皇子要我带着公主一起叛国啊？她是我朝的嫡长公主，大皇子觉得公主会叛国叛父？不用公主叛，他的父皇已经弃了他们姐弟了。顾将军啊，在我的眼中，你们顾家兄弟远胜于一对失了势的皇家姐弟啊。顾新郎现在总算是明白了，质子什么的都是一个由头，朱日想要的还是他们顾家的归顺。你让公主来这里，究竟想干什么？自然只是宴请。买下青玉，让青玉往玉小小的跟前凑，方才更是让青玉跟出去伺候玉小小。顾新郎把事情串起来想一想，还有什么想不明白的？只要玉小小与他做不成夫妻，圣上动怒，顾家在奉天还有什么容身之地？你们守望乡关多年，望乡关地势险峻，不是这道关城，奉天早就不存于世了。你想我们顾家献出望乡关？大皇子，你莫不是忘了，如今望乡关的守将不是我们顾家的人，可他是你们顾家的旧部。只要有城防不守图，望乡关再险峻又如何？哼，大皇子这么大费周章，原来只是为了一张图啊！我会跟公主解释，那只是一个奴婢罢了。但愿公主听你的解释。玉小小这个时候上完了厕所，站在了一栋木楼的廊下，听完了青玉的哭诉。刘后，玉小小看向了小庄和小魏，这女人的话她能信吗？小庄小魏这会儿想装自己不存在都装不了，只能冲玉小小点点头。这种公主回去一问就知道真相的事儿，他们没法帮驸马爷隐瞒着。这也是奴婢自愿的，那时候老夫人和三少爷也不知道公主殿下会下嫁，奴婢身份低贱，被发卖也是心甘情愿，只要三少爷能过得好，奴婢怎样都好。两个暗卫里，小魏虽然年纪比小庄小上2岁，可是为人精明，心思缜密。听了青玉的话之后，脸色就阴沉了下来。这个奴婢话说的可怜，可话里话外都在说自己对顾新郎一片真心，只可惜顾家为了讨好公主，硬将自己发卖，怎么听都是顾家畏惧皇权，贪图富贵，棒打鸳鸯。公主，我们还是回宴厅吧。驸马爷现在一个人在那里啊？从衣袖中拿出了一卷纸来，递到了玉小小的面前。玉小小也没有多想，伸手就把纸卷拿到了手里。打开一看，纸上写了不少的字。玉小小顿时就心烦，他妈的不知道他是文盲吗？有事不能用说的吗？青玉看玉小小变了脸色，脸上泪流满面，心里却是高兴。这是景墨交给他的药方，用于妇人小产之后的调养。玲珑公主会医，还是医术不错之人，看到这支药方一定会想到她青玉小产，那这孩子只能是顾新郎的。为了荣华富贵，连自己的孩子都能不要，顾新郎这样的人值得爱吗？玉小小把药方团了团，握在手中。玲珑长公主从小跟着姜氏皇后识文断字，所以就算她是文盲，也得装出学霸的范儿来。你想跟我说什么？青玉愣住了，这反应跟她预想的不一样啊。公主，她给你看什么？你看吧，看出什么来了？是药方啊，公主，这是治什么病的？中药的药方。玉小小就是识字了也看不明白这个呀。你病了。青玉本来就长得柔弱，不病玉小小看的都像重病晚期的样子。这会儿这人拿了张药方给自己，玉小小只能想到这位病了。这个是奴婢用的药方，已经服用好几天了。你得了什么病啊？奴婢小产了。一句奴婢小产了，惊得小庄和小魏哥俩没死过去。把怀着顾家骨肉的奴婢发卖，顾家能干出这种事来？青玉跪着等玉小小暴跳如雷。看公主殿下成亲那天跟禁卫军们大打出手的样子，玲珑公主可不是个能忍的人。玉小小却很茫然，
他学过的医学术语里，流产有，小产是个什么东西啊？看着小庄和小魏脸色大变的样子，玉小小看着青玉的眼神里带上了点同情。绝症？小魏忙道：不是绝症。小庄白了小魏一眼，心想原来这人也有犯傻的时候。驸马爷的伤公主都能治，会不知道小产是啥？不是绝症，你哭成这样干什么？你到底怎么了？公主，这奴婢刚掉了腹中的胎儿。流产啊！玉小小的眼神一厉，孩子在玉小小的心中那就是人类延续的希望，都是珍宝啊！奴婢该死，是挺该死的。你竟然没有照顾好自己的孩子，三少爷不想要这孩子，奴婢又怎么敢生下这孩子？胡说八道！我根本就没听说你怀孕，满口的胡言乱语。青玉，你是不想活了？公主若是不信，可以找大夫来给青玉把脉。别说是大夫，就是宫里的太医景墨都已经给安排好了。就算是玉小小亲自给青玉诊脉，已经服过朱日宫廷秘药的青玉，也不怕玉小小会戳穿自己的谎言了。公主，驸马爷不是那样的人啊！玉小小绕着青玉走了一圈。顾兴朗的女人还给顾兴朗怀过孩子，这是欺负他老年痴呆吗？初秋夫人的第一个男人明明是景墨，怀了孩子却被景墨的王妃所害流产，之后才被景墨送予了玉子叶。这段后宫的血泪史，他怎么可能会记错？轮到他玉小小来当女主角了，这剧情就能从南极脱纲到北极去？这不怪三少爷，是奴婢命薄。奴婢如今只求公主殿下息怒，千万不要怪三少爷。挑拨离间的奴婢！玉小小单手把青玉从地上拎了起来。青玉跟玉小小的目光对视了，心里突然紧张起来。这个悍妇不会是想杀他泄愤吧？青玉在玉小小的手上挣扎了起来。他还不想死，他还想办好了这次的差事之后，能够得到景墨的赏识，进而能得到景大皇子的一份宠爱啊！青玉用尽了全力的挣扎，搁玉小小这儿就跟玩似的。当我不知道剧情啊！愚蠢的人类！公主饶过奴婢吧！玉小小抬手把青玉扔到庭院的西北角那座假山的后头去了。学谁不好？这人学赵奸妃，最讨厌哭哭啼啼装可怜的女人了。小庄小魏看玉小小把青玉扔了，小心肝都颤了两颤。自家公主太凶残了，被这么一扔，不知道青玉那小身板还能不能活呀？顾兴朗是不会杀小孩的人。公主说的是，驸马爷一定不会不要自己的骨肉啊。我打他是对的。对，公主英明。听多了大臣赞宫里那昏君英明，玉小小简直觉得这个某某英明简直就是骂人的话。哼，给我点赞。什么叫点赞？不过自家公主这么要求了，奴才给公主点赞。回去接着吃。玉小小这下子满意了，转身就要往廊下走。一只体型很大的飞蛾这个时候被廊下的烛火吸引，直撞玉小小的门面而来。玉小小一巴掌拍出去，将这只飞蛾拍在了身边的一根廊柱上。公主，小庄看着被玉小小一巴掌拍得稀巴烂的蛾子的尸体，跟玉小小说道：这是只蛾子。玉小小没听出小庄的潜台词是杀只蛾子不用杀得这么大力，认真打量蛾子的尸体一眼。我忘了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丧尸虫的。听公主说丧尸这个词儿不是一回两回了。公主，丧尸虫是什么？就在玉小小要解释什么是丧尸的时候，沾着飞蛾尸体的廊柱发现了响声。玉小小三个人一起顺着咔咔的响声传来的方向，抬头看向这根两个成年人合抱都抱不拢的廊柱，就见廊柱的上端裂开了数道口子。不会吧，这柱子要倒！咔咔声很快变成了咔嚓声，裂缝顺着廊柱的顶端往走廊一路裂了过去。先是分了南北两向，蓦地砰的一下，三人头上的廊顶蛛网一般裂开了无数条的细缝。有木渣子掉到了玉小小的脸上，被玉小小吸进了鼻子里，一个没忍住，玉小小打了一个很响的喷嚏。什么情况？小庄小魏这哥俩这会儿整个人都不好了。拍只蛾子而已，为啥自家公主能把柱子都拍裂了？看这架势，这栋木楼都得倒啊！公主，我们快走，这楼要倒！
玉小小默了一下，一个不小心劲儿又用大了。公主，我们跑吧。景墨会不会让我赔钱啊？赔就赔吧，公主您不差这点钱啊。钱是用来买食物的，把钱赔出去就意味着食物的减少。玉小小不能看着这种悲剧发生，我去找个柱子来抵房檐，你们等我一下。公主，你要去哪里啊？你……小薇的话还没有喊完，玉小小身形一晃就消失在了黑夜里。玉小小飞快地把得意酒庄逛了一遍，酒庄里有侍卫值守，可都知道玲珑公主是大皇子的贵客。见玉小小也没干什么出格的事儿，于是侍卫们没一个上前问玉小小一声：“公主殿下，您要干啥？”小庄和小魏用身子抵着快裂成3瓣的廊柱，木屑落了一头一脸，呼吸都困难。这楼要倒了怎么办啊？赔钱？景大皇子还能找公主抵命不成啊？谁能相信这是公主一巴掌拍倒的呀？是啊，就为了拍一只蛾子。木头开裂的声音一路往上去了，这声音听得哥俩心惊胆战，却又不敢跑。他们要是这个时候跑了，这根廊柱一倒，那这楼估计就完蛋了。玉小小这个时候终于在酒庄的东南角看中了一根木柱，抬头看看，木桩上端是个小木台，用竹篮围着，这是酒庄的料台。要是站上弓箭手，这料台就又是酒庄的一处防御工事。身为兵团的教官，玉小小能看得出这木台的作用来，但对于古时代的官敌防御工事，玉小小看不大上。丧尸能用嘴巴把木头啃断，这种东西放到末世只能当柴火烧。确定墙外无人之后，玉小小跳下围墙，双手抱着这木柱一使劲儿，愣是把这根木柱从地下拔了出来，猛晃了几下，把木台与木柱的镶嵌处晃松，再死命的一甩，挺沉的木台就是飞出了酒庄高高的围墙。这时，一辆单匹的马车从酒庄隔壁的深宅大院里出来，往小巷外走去。送行的人站在小门里，刚冲这辆马车里面的人挥手告别，笑容还挂在脸上，没来得及收呢，就眼睁睁看见一个正方形的硕大黑影从天而降。围墙外传来的声音，玉小小听见了就当没听见，扛着木柱子就跑了。马车被木台砸了个稀巴烂，车夫和车里坐着的人都被木台压住，拉车的马倒没伤着。这马也老实，停下来之后就一动不动地站着，一声也没叫唤。玉小小一路躲着人，偷偷摸摸地把木桩扛到了走廊下。小庄、小魏看玉小小扛着这木柱，跟手里拿草似的轻松，都是额头冒着冷汗。就自家的公主这把子力气，好像不练武也能大杀四方了吧？玉小小把木桩扛进了走廊里，抵在了被他拍了一掌之后就扛不住的廊柱旁边。这样能行吗？带上驸马，我们快撤！景大皇子找到家里去怎么办？去，还没被抓现行，我们死不承认就行了。宴厅里这时响着乐声，宾主之间却再无对话。景墨看着很悠闲自在地品着美酒，除了青玉之外，他没再让人暗中去看着玉小小，毕竟拿人夫妻感情做文章，手段太卑劣。顾星朗表面平静，实则惴惴不安地坐着。玉小小带着小庄和小魏，脚步匆匆地一头就冲进了宴厅。景墨放下了手里的酒杯，打量玉小小一眼。玉小小脸不红气不喘的，还是一副面瘫模样，倒是两个暗卫气息有些乱。公主，你……玉小小上了马车就催车夫：“快，我们走！”看玉小小这么着急走，心里犯疑，这媳妇儿不会是信了青玉的话，着急把她带回家打一顿吧？小周说大石桥的馄饨和汤圆好吃，我们去大石桥吧。说到吃的，玉小小的两个眼睛就会放光。顾星朗看着公主殿下亮晶晶的双眼，又觉得自家媳妇儿不像是在忍气，就等着回家发怒的样子。公主，那时我是天牢里的死囚，青玉是家里选出来给我。虽然想跟玉小小解释青玉的事儿，可是面对着玉小小，留后这个词儿，顾星朗试了好几次都没能说得出口。留后，其实女人并不是说想怀个孩子就能怀上的。玉小小很是严肃地跟顾星朗说这个医学问题，这要看青玉当时是不是在排卵期，还要看你的排什么？上个床就能有孩子了？连排卵期都不知道，这世界的人类究竟知道些什么？那还要做什么？公主，我们是去大石桥吗？就去你跟我说的那个小吃摊，我请你们吃饭。小庄没有小魏这样的好心情。那楼要是倒了怎么办啊？我们人都走了，那楼倒与不倒关我们什么事儿啊？小庄摸了一下鼻子，既然大家都不在乎，那他还想什么？想想一会儿吃什么吧。大石桥头王婆的摊子可是有不少小吃食的。酒庄隔壁的邻居是谁？是赵府。谁？相国府。公主不知道吗？玉小小觉得可惜了，
早知道那深宅大院是赵秋明的家，他应该放一把火的。逃过了一场大火灾的赵相爷，这个时候站在景墨的面前，神情还算镇定，只是说话不太利索。这人他们都认识，这是三皇子景谦身边的幕僚，还是最得景谦倚重的一个。景墨扫了一眼散落在地上的金银珠宝，这些东西显然是赵秋明要送与他三弟的礼物了，看样子不比赵秋明这一次送自己的少。客人被抓了个人赃并获，赵秋明想否认都否认不了。景墨袍袖一甩，转身就走。不可能是巧合。赵秋明看着眼前高高的院墙，思量着，这一定是景谦的人进了京城之后就被人盯上了。这个人是谁？是景墨吗？还是朝中与他作对的那帮人？木台大而重，10来个汉子也未必能抬得动。扔木台的人一定是个武艺超凡的高人，还隐身在得意酒庄里。赵秋明的脑子动得很快，他很快就确定这件事情一定是景墨主使的。武艺高强什么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藏在得意酒庄，没有景墨的允许，这根本不可能。接下来的事儿难办了。景墨与景谦是夺嫡的对头，为父原想左右逢源，现在看来是不可能了。石桥是京城里一个很普通的一座石桥，正是明月当空照的时候，河水倒映着月光，波光粼粼，不时还有画舫摇摇晃晃地从桥下过，船桨滑动，将河面激荡出一圈圈的涟漪。小庄和小魏在贤宗身边做暗卫的时候，难得有出宫的机会。画舫上的女子薄衣轻纱，酥胸半露，举止撩人，勾得哥俩看得眼睛都不眨。夫人想用些什么？你想吃什么？你不是想吃馄饨吗？我什么都想吃。王婆，先上2碗馄饨，然后你这里的东西每样都上1碗好了。1碗？不够我们再叫。玉小小这才满意了，要大份的。桥头摆着很多小吃摊，玉小小坐在顾星朗的身旁，看着这些小摊子，不光是眼馋，还饿得厉害。顾星朗生怕玉小小吃坏了胃，这位方才在得意酒庄一个人就干掉了一桌子的菜啊。我们明天再来吃好了，吃太多了对身体不好。2个行人拿着热气腾腾的炸鱼从玉小小的面前走过，炸鱼的香味让玉小小再也坐不住了。我去就来。王婆这个时候端了2碗馄饨走了过来。顾星朗松了口气，觉得这馄饨应该能把自个儿的小媳妇留下来了。小小却端起了馄饨往左手边的炸鱼摊走去。顾星朗不能走路，只能看着玉小小毫无皇家公主风范的吸溜着小馄饨边吃边走。小庄和小魏回到王婆的小摊前时，顾星朗碗里的馄饨才吃了一半，而玉小小已经消失在夜市的人海里了。他去买吃的了。小庄和小魏一点也不担心玉小小的安全，不是他们没有当侍卫的自觉，而是哥俩这个时候已经相信自家公主的武艺天下第一，担心公主不如担心那些有可能会被自家公主祸害的倒霉蛋们。坐吧。顾家门里出来的少爷，之前被传的就跟将星下凡似的，现在看着也就是个废物，靠一个女人活命，靠一个女人重又当上将军，妈的，这他妈还是男人了吗？小庄听到这大汉的讥讽，马上就变了脸色，起身就要找这大汉算账。顾星朗却把小庄的手一按，摇了摇头。驸马爷，现在不是闹事的时候。驸马爷说的对，你是生怕赵相爷他们找不到驸马爷和公主的错处吗？你还嫌公主现在的烦心事太少？我要是顾星朗啊，我就一头撞死在天牢里，以死明志。靠个女人过活算怎么回事啊？奶奶的，我就看不惯这种怂蛋！小庄听着壮汉唾沫横飞的大骂顾星朗，实在是忍不住火气，一巴掌拍在了桌子上。你是顾星朗啊？闭嘴！哎呦，你真是驸马爷呀？你这腿看着挺好啊，没瘸呀？啊！小魏这会儿是真心为顾星朗不值，皇家的女婿被人埋汰成这样的，估计顾驸马是第一个。顾星朗低着头，慢吞吞地吃着馄饨，旁人也看不到这位顾三少爷现在是一副什么神情。驸马爷眼睛瞪这么大，这是想动手吗？小庄一拍桌子就站起了身。小庄，你怎么了？主子，他们骂人。他们骂谁了？他们骂驸马爷。吃饱了吗？吃饱了，我们就回去吧。原来也是个靠女人的货。我说这京城里的男人都是他娘的靠女人过活的货吗？他们刚才就是这么骂驸马爷的。驸马爷，这4个人看上去不像是官员，敢在京城这么说话，这4个人的身份可疑啊。看着
不像好人啊！你们是什么人？壮汉看了一眼顾新朗缠着后纱的双脚，很不屑地嗤了一声：“小娘子，这是想替谁出头啊？”壮汉指向小魏：“是这个废物，还是？”壮汉又指向顾新朗：“这个残废啊！”小庄暴起了，今天不打死这个混蛋，他就对不起他自己。玉小小的动作比小庄快，在小庄腰刀才抽到一半的时候，玉小小已经到了这壮汉的眼前，一手端了一碗桌上的馄饨汤，一起倒在了壮汉的头顶上。周围的群众一起默了。王婆家的馄饨汤很鲜，很好喝，可是被人倒了一头一脸，这就不是好喝不好喝的问题了。壮汉啊的怪叫了一声，从长条凳上蹦了起来。馄饨汤里加了不少的辣椒，辣椒水流进了眼睛里，把壮汉的双眼弄得通红，还流着眼泪。这壮汉起身跟玉小小站在一起，这两位身高体型都相差太大，大汉有1.9米，玉小小玲珑公主现在还不到1.6米。老子不打女人，叫你男人来！这人是有多想不开啊！满大街的人他不找，他找上公主了。小庄也没敢上前助战，他对自家公主的战斗力那是一点怀疑都没有。顾新朗这会儿说不出来自己是个什么滋味，看着玉小小想说话，但是却又不知道自己这会儿能说什么。谁没有一时遇错的时候？壮汉一愣，没想到自己这凶神恶煞，连自个儿老娘们都不待见的长相，玉小小不但不怕，反而还要跟自己说话。遇到挫折就去寻死，这才是没种吧？我最讨厌多嘴多舌的长舌男了。壮汉低着头看着玉小小揪着自己的手，这只小手还没有他半个拳头大。放手！你家男人死了吗？要你这么个小娘们来跟老子撒泼？比起动嘴，玉小小还是习惯于动手，揪着壮汉抬手就是一扔。围在桥头的群众们一起抬头，眼睁睁地看着这熊一样的壮汉在半空中画了一个挺大的弧线，然后扑通一声刺碎，壮汉掉河里去了。原本还人声鼎沸的石桥两头一时间没了声响，一大半的人都在心里想着，刚才发生了什么事？玉小小也没忘了壮汉的小伙伴们，抬手一手一个把这3个壮汉引扔到河里去。再来2碗汤圆，芝麻馅的。王婆已经傻了，看着玉小小眼珠子都不会转了。玉小小不会看人脸色，点完了吃的就快步的往顾星朗的跟前走。顾星朗情不自禁地拉了一下玉小小的手，说道：“我让小魏把东西都带上了，我们回家去吃。”那里有人唱戏呢。小庄和小魏嘴角都抽了抽，这位还有心思去看夜戏？我有些累了，我们明日再来好不好啊？顾星朗说这话的时候神情很是震惊，语调很是正常，可是玉小小哆嗦了一下。好不好？这个人在跟他撒娇吗？在大石桥头留下了一个不可能被超越的传说之后，玉小小也没问那4个被自己扔进河里汉子的死活，跟着顾星朗坐着马车回了家。等马车到了顾府大门前，玉小小也把碗里的最后一个芝麻汤圆给消灭了。顾星朗就看着玉小小的肚子说道：“补账吗？”他真的担心小媳妇儿把肚子给吃爆了。来，里面加了糖，你尝尝。顾星朗张嘴喝了一口甜丝丝的汤水。喜欢吃就吃。玉小小点了点头，只要是吃的他都喜欢，趁着有的时候得赶紧吃，万一明天他一觉睡醒，这个世界也变成末日了呢。三弟，顾星言的脑袋这个时候从门外探了进来。公主，你们没受伤吧？我们只是去赴宴，二哥你在担心什么呢？你们还不知道呢。得意酒庄倒了一栋楼，我的天啊，那么高的楼都能倒了。哦，玉小小拉着长音哦了一声，车外的小庄小魏都是心肝一颤。天神老爷，那楼真的倒了！楼倒了？什么时候的事啊？我不知道啊，就是刚刚啊。伤着人了吗？别提了，一个猪日人都没伤到。没伤着人命，玉小小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不等顾星言服，就往车下一跳，一仰脖子把半碗汤圆甜水喝干净了。公主，那楼真倒了。是啊，不知道是谁干的，太过分了。小庄差点没闪了舌头，原来这就是死不承认呐。公主先去休息吧，我去见祖父。你还要再陪爷爷吃饭吗？我也去吧。不用。顾星朗叫了一嗓子，这样吃下去会不会吃死自己个儿啊？
顾星言吓了一跳，看看三弟又看看三弟媳妇儿，问玉小小道：“公主，你赴宴没吃饱吗？”这个顾二少爷觉得自己能理解，见到景墨，公主和自家三弟一定是谈七皇子的事儿，哪有心思吃饭？啊，菜盘太小了，难怪那家酒庄快倒闭了。啥？顾星言看向自家的三弟，弟媳妇儿在说啥？顾星朗也不明白，为啥自己的小媳妇儿就认定了得意酒庄快倒闭了。祖父一定已经用过晚饭了。公主，我只是去跟祖父说一声我们回来了，你先去休息，我很快就回房。你犹豫了一下，顾三少爷还是许了诺。我们明天再去大石桥好了。玉皇子之事，你与公主跟景墨谈得如何呀？顾丽让景墨带话向我们问候，还听闻我们何府下狱，他很是不安。哼，猫哭耗子，他还有脸让景墨带话？也是啊，要脸他就不会害了我爹后跑到朱日去当孙子。老二，你让新郎把话说完。顾新郎把景墨要他们顾家归降献望乡城防图的事儿，把青玉买下用青玉挑拨自己夫妻感情的事儿都说了一遍。哎呀，生不逢时，世道艰难啊！我们若是不允，景墨就一定会带走七殿下。祖父，我们就看着七殿下去朱日当质子吗？青玉的事儿，你跟公主解释过了？公主是怎么说的？你没说啊？顾星朗心说，我能说公主在乎吃，对青玉的事情一点也不在乎吗？啊，他怎么又觉得心塞了？罢了，青玉之事，我明日让你祖母跟公主说。青玉之事由祖母出面解释，那七殿下的事呢？顾星朗看祖父和两个哥哥又不说话了，便牙关一咬，说道：“不说我与公主已是夫妻，就算不是夫妻，公主2次救我，我也得报恩。你要做什么？祖父，我想带着七殿下离开京城。你想带着七殿下逃啊？你现在是能骑马还是能跟人打？你怎么带七殿下走啊？就说我离京求医，我带七殿下先避开，景墨也不可能长留京城。不见了七殿下，圣上一定会另派皇子去朱日。等事情过了，我再带七殿下回来，任由圣上处置。任由圣上处置？新郎啊，你是想死吗？到时候我带小七出去玩玩，等风头过了我们再回来。嬷嬷放心，我不会让小七去当质子的。王嬷嬷觉得自从皇后娘娘去了之后，自己的幻听之症越来越严重。出去玩玩，是逃出京去吧？你要这么说也行。带着七殿下逃走。王嬷嬷呆滞地看着自己的主子，这位没得失心疯吧？他过了大半辈子，没听说有公主带着皇子当逃犯的。这是城要破了还是国要亡了？放心吧，谁能抓得住我？就是追上了我，谁能打得过我？王嬷嬷一屁股坐在玉小小对面的椅子上，她的体重超长，重重的跌坐下来，木椅都发出了一阵吱呀的响声。哎，嬷嬷啊，趁着还来得及，你减减肥，找个老伴儿吧。如今玉小小也看出来了，这个世界以瘦为美。王嬷嬷虽然是个好女人，可是这身材想找个老伴儿都比较困难。王嬷嬷身子抖了抖，身上的肉颤了2颤，终于哭了起来，问玉小小道：“公主啊，你到底是怎么了？”什么完了？驸马爷怎么说？小顾说明天晚上我们继续去大石桥吃小吃。小魏一捂脸，你喊驸马爷小顾也就算了，王嬷嬷那儿想死的心都有了，你还说你明天去吃小吃，这样真的好吗？王嬷嬷一口气没上来，呼吸声如同拉风箱一般，脑子里就想着一个声音：我还是死了吧。明天你跟我一起去吧，今天吃的这家老板跟你一个姓，也姓王，叫王婆。王嬷嬷从椅子上跳了起来，这会儿她不想死了，她想把玉小小先掐死再说。公主，七殿下是您的同母弟弟呀。是啊，他是我弟弟啊，怎么了？公主，别再说了吧。嬷嬷，这事圣上已经下旨，大臣们都没有办法，你想要公主怎么做呀？嬷嬷，为了七殿下，你想逼死公主吗？王嬷嬷颓然跌坐，无言以答。逼死我？这怎么可能呢？嬷嬷什么时候逼我了？这下子连小庄都听不下去了，完全无法沟通，这要怎么破呀？
只有七殿下在朝中站稳了脚，公主才能有好日子过呀。就那个坑姐的货？玉小小歪了歪嘴。哎，算了算了，伤心的话不说了。公主，圣上派人来传旨了。卧房里，玉小小已经睡着了。她身量不足，睡在偌大的新床上，更显得这张雕花大木床空荡荡的。顾星朗被两个哥哥送到房前，又有两个力大的嬷嬷接手抬人，送到了玉小小的床边。玉小小听见身旁有动静，睁眼看到自己近前的人是顾星朗，眼一闭又睡着了，坐在床边盯着玉小小看了一会儿。顾星言那莽夫的话对顾三少爷还是有影响的，看着自己媳妇儿小脸睡得红扑扑的样子，顾星朗觉得自己下腹一阵发热，情不自禁的就伸手抚上了玉小小的脸，手下光滑细腻的皮肤让顾星朗更是燥热不安。玉小小被顾星朗又弄醒了，你怎么了？顾星朗还是个初哥呢，摸着媳妇的脸儿正心虚着，一听小媳妇说话了，手被跟烫着了一样，嗖的一下又把手收了回去。玉小小睁眼看见顾星朗一个眼对眼，没事，你睡吧。玉小小的眼睛往下瞟了瞟，活在无节操可言的末世，玉教官没有见过猪肉也见过猪跑，伸手隔着裤子就替顾星朗摸了几下，说道：你憋得难受了吧？滚不了床单，我先替你来一发好了。顾三少爷在第二天醒来的时候，脸上的神情显得很梦幻，一副睁着眼梦游的样子。玉小小这个时候手里已经抓着一个大肉包在啃了，今天的早餐是肉包子，快起来吃吧。顾星朗看着玉小小一口接一口地啃着肉包子，将军门里自家做的肉包子，那真正是个大皮薄馅多的肉包子，搁玉小小这儿一口下去就能少了1/3。顾星朗都没有瞧见媳妇儿的嘴怎么动，一个大肉包就在他媳妇儿手里快速地消失了。我们昨天晚上做了什么？玉小小说道：昨天晚上景墨请吃饭，然后我们去了大石桥吃小吃啊。我是说在这房里。顾星朗的脸眼看着又是要染红晕的架势，贴身的亵裤是干的，这让顾星朗不太确定昨天晚上他跟玉小小在床上那事儿是真的。他真被公主用手疏解了一回？在房里，我帮你撸了一发，你不记得了？顾星朗俊脸腾的一下涨得通红，原来真有气势。玉小小回到床前，见顾星朗如此羞涩的模样，怎么一觉睡醒你知道害羞了？昨天晚上你还往我手上蹭呢，你……别说了。顾星朗想找个地缝钻进去，这会儿昨天晚上在这张床上发生的事儿，他全都想起来了。顾三少找不到地缝，就做了一件很幼稚的事情，把被子一拉，把自个儿埋到被子里去了。玉小小啃完了今天早上的第3只包子，看着躲进被子里的人，这是不是这个世界上夫妻间的一种情趣啊？玉小小不太能肯定，便问顾星朗：你这是怎么了？我知道男人早上有晨勃，你又想要了？顾星朗把被子又掀开了，瞪大了眼睛看着玉小小说道：陈什么？不是，你怎么会做这个的？玉小小耸了耸肩，不就是撸吗？看多了自然就会了。考虑到他相公动不动就脸红害羞的清纯，玉小小跟顾星朗说道：有人教啊。顾家老祖宗开始，家里的男丁就没有上过公主。顾星朗对地宫里的事情是真不了解，听玉小小说有人教，顾三少爷就真的信了。皇家高高在上，与普通臣民家行事不同，这个很正常。是教养的嬷嬷教的？玉小小也不知道教养嬷嬷是干嘛的，把头点了点，随便说了句：是啊。玲珑公主的教养嬷嬷是谁啊？就是奶大了公主殿下的王嬷嬷。这种事情到底要怎么教啊？顾星朗只想了那么几秒钟不到的时间，就不敢再往下想象了。想吃什么？玉小小最关心的永远是这个问题。让人进来伺候我更衣吧。时候不早了吧？我一会儿就陪公主进宫去。不用麻烦别人了，我帮你。眼看着小媳妇儿又要往下扒自己的裤子，顾星朗就冲着房门那里大声地唤自己的小厮进来伺候。玉小小看看顾星朗红彤彤的脸，转身往外走了。这个少年如此的羞涩，真到了提枪上阵的时候，这少年知道枪要往哪里进吗？这还是个将军，也不知道这世界的将军们是不是都这么清纯。小庄和小魏这会儿站在门廊下，哥俩已经吃过了早饭，就等着跟公主和驸马爷一起进宫去了。吃过了吗？公主，奴才们都吃过了。驸马爷他还没起呢。
昨天晚上帮他撸了一发，小姑这会儿还不想看到我。小庄和小魏又呆滞了，为何这种话要让他们听到？听了这话之后，他们会不会被灭口啊？黄家的人就不能放过他们吗？玉小小把今天早上的第4个包子咽进了肚子里，扫了一眼小庄和小魏的脸，也是青春正值年少，就是不知道跟女人见了真章之后会不会也怂啊？那驸马爷今天不进宫了？进，这会儿他正害羞呢，给他点时间平静一下就行。小魏干咳了好几声，决定把这个话题跳过去就算了。再说下去，不光是皇家要把他们灭口的问题，估计顾家都不会放过他们。堂堂3少将军上了床还害羞，根本不能想象好吗？感冒啦？玉小小看着小魏咳嗽，很是关心地问了一声。公主，奴才听说白虎国的兵马大元帅左右昨天也到了京城。左右？还有人叫这个名儿？回想了一下这个名字，玉小小放心了。左右不是残暴女帝的姘头。小庄和小魏互看了一眼，左右这个名字怎么了？他也是来要质子的？应该不是，左右刚与驸马爷在北狼关打了一仗，他这次上京也许是为了这场仗的事儿。这仗谁输谁赢？北狼关在哪里？玉小小不关心，不过输赢是一定要问一声的。驸马爷赢了呀，就是功劳被赵北城抢了。玉小小明白了，这位就是顾星郎所有苦难的开始。现在这开始来了。顾星郎很快就更完了衣，匆匆用完了早饭，没去老夫人那里请安，直接带着玉小小坐上马车离府往地宫赶去。等这对小夫妻走了之后，顾星言就带着魏嬷嬷还在熟睡中的玉子义从顾府的一扇侧门出来，由顾星言亲自赶着一辆单匹的马车往西门去了。走吧。老夫人小声地说道：星言会平安回来吧？我顾家男儿岂是贪生怕死之徒？老夫人一听老头子这话，泪水顿时就夺眶而出了。这一回再见贤宗，玉小小和顾星郎还是被领到了地宫的揽书阁。出来迎接这对小夫妻的仍然是敬重，还是一副恭敬有加的样子，就好像玉小小从来没有骂过他死太监一样。顾星郎在进揽书阁之前，伸手握了一下玉小小的手，意思是让板着脸面无表情的玉小小不要紧张，一切有他。玉小小体会不到顾三少的良苦用心，诧异地看了顾三少一眼，迈步就进了书阁。这时书阁的一间厅房里，景默、赵秋明父子，甚至赵飞这个重伤在身的人都到场了。玉小小一进屋就看到赵秋明身后除了赵北城，还站了3个贵族小青年，那模样一看就跟赵大公子是兄弟。小魏和小庄把顾星朗抬进了屋里，放下顾星朗之后，哥俩就想退下去。别走了，就站这儿。赵氏一家子都出动了，那他们这里也不能输阵呢。小庄小魏不想留，万一一会儿这帮主子吵起架来，他们是听还是不听？再万一这帮主子打起来，他们是不是也得帮着公主冲上去干架？赵家人不是东西，可他们招惹不起啊。玲珑让你们留，你们就留吧。小庄和小魏这下子不想留也只能留了。景默在玉小小和顾星郎给贤宗行了礼之后，盯着玉小小看了好一会儿。青玉昨天晚上被大夫救醒之后，哭着说是玉小小打他。知道玲珑公主是个会武的，动手打人很正常。只是这会儿看玉小小小小的人儿，穿着粉色的长裙，脸上画的淡妆，眉眼精致，发髻上还斜插着一只玉石步摇，怎么看也是个玲珑秀丽的少女，真心不像会动手打人的人。顾星朗看了景默，看着玉小小，眉头微微皱了一下，心里同时还记挂着自己的二哥是不是已经把玉子夜带出了京城。玲珑啊，你坐吧。玉小小这会儿看出来自个儿这昏君父亲脸色憔悴来了。你出于一个当孝女的目的，玉小小想跟贤宗说说纵欲的坏处。不用谢恩了，坐吧。玉小小吸溜一下嘴里的唾液，做个坐还要谢恩，这种规矩到底是哪个混蛋定的？上帝都说人人生而平等。等等，这是上帝说过的话吗？啊？玉小小一屁股坐在了小太监替他搬来的圆凳上，思维以光速的时速飞到了神学问题上。景默这个时候把打量玉小小的目光收回，这个公主昨天跟他一晚上都在装疯卖傻，着实可恶。可景默也承认玲珑公主长相很合他的心意。大皇子啊，圣上，我已经说过了，
之前是我欠考虑，7殿下的年纪太小，6殿下的年纪倒是合适。赵飞此刻神情哀戚，在景墨一语言毕之后，小声地吮气了起来。大皇子，6殿下如今身体不适，他如何能随大皇子你长途跋涉去诸日啊？生病了自然有大夫，赵相这是担心我不给6殿下请大夫吗？再说了，我诸日的大夫比不上奉天的大夫吗？景墨和赵秋明为了6皇子之事，直接面对面的争了起来。这一回的赵秋明可没了先前在景墨面前那副唯唯诺诺的恭敬模样了，跟景墨针锋相对，看着竟有了身为奉天一国之相的风骨。玉小小和顾新朗对望一眼，看顾三少也是一脸的茫然，玉小小的脑子也乱了。在他睡觉的时候，这个世界又发生了什么事啊？怎么一下子轮到小6有事儿，小7一点事儿都没了？圣上，您的意思是？贤宗看看赵飞，赵飞这些天又消瘦了不少，正哭得梨花带雨。突然变了人选，大皇子总要给朕一个解释吧？哼，理由我已经跟圣上说过了。7殿下太小，才选了6殿下。贤宗的脑门青筋蹦起多高？玉子明今年也不过3岁半，这年纪就大了。圣上觉得除了7殿下，6位皇子中谁适合去我诸日啊？这个人选贤宗不敢说，从1到5那5个儿子，他说任何一个，那儿子的母妃都得跟他拼命。再说了，都是儿子，他能舍得谁啊？公主殿下，您说呢？我看就小6吧，挺好的。圣上，他没去看玉小小，生怕自己一个忍不住跟这贱丫头同归于尽。玲珑啊，你6弟还小啊。哦，那我家小7更小啊。贤宗被堵得说不出话来了。赵飞看向了玉小小，哽咽道：公主殿下，为了7殿下，你就不管6殿下了吗？他也是你的弟弟呀。我还得管小6？7个弟弟还都是长大后不是好鸟的货，都要他管，他管得过来吗？赵飞没有疯吧？赵飞一听玉小小这话，哭得更凶了，说道：公主这话太伤我的心了。赵妃娘娘，7位殿下都是公主的皇帝，公主一个也舍不得，可总得有一位皇子殿下去诸日，不是吗？娘娘觉得哪位皇子去最好啊？赵妃几乎将自己的嘴唇咬破了。皇后所生的贱种果然生来就是克她的，玉玲珑是克她的，玉子义也是克她的。圣上，此事我诸日不会再变，还请圣上早做安排。朕知道了，过几日朕会答复大皇子的。赵秋明把眼一闭，这事儿看来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就在这个时候，屋外又有太监大声的禀报道：圣上，白虎国左右左元帅求见。贤宗现在心情烦躁，不想见任何人。可是白虎国的兵马大元帅，他同样不能得罪，宣他进宫。景墨是今天早上得知左右也到了奉天的，他跟左大元帅白虎国的当朝国舅爷也认识。听说左右求见，景大皇子饶有兴致地站在屋中等着。他也想知道左右突然跑到奉天来所谓何事。半刻钟之后，门外有太监禀道：启禀圣上，白虎国左右到。啊！小庄看见这个人，一个没忍住，小声叫了一嗓子。左大元帅看见待在贤宗左边的这4个人之后，也僵住了，一脸的难以置信。玉小小刚刚一口果茶喝进嘴巴里，听见小庄一喊，抬头一看，我去！玉小小一口茶水全喷了，这不是昨天晚上被他扔到河里的那个大胡子吗？左右抹了一把脸上的水，这水甜丝丝的，有一股菊香味儿，味道不错。昨天晚上他被这位倒了一碗馄饨汤在头上，今天刚一见面，这位又喷了他一脸水。左右真没想到自己跟顾星朗的公主媳妇儿还有这种缘分呢。屋里的人除了顾星朗和小庄、小魏这3个人，其他人都傻眼了，没听说过外国使臣来见被当朝公主喷一脸水的。玲珑！贤宗难得硬气的吼了闺女一嗓子，然后就瞪着顾星朗。他就说嘛，世代将门什么的不能嫁，门风太糟糕。她多好的一个闺女儿，进了顾家门才几天呢，就变得敢往男子脸上喷水了。玉小小也没看自己的老子一眼，怎么会是你啊？是啊，怎么会是你呢？左大元帅今年23，自幼习武，打遍白虎国上下无敌手。
平生不喜欢美娇娘，就喜好英姿飒爽的大气女子。昨天晚上左大元帅总算是遇到了一位符合他择偶条件的姑娘，已经命手下去打听这位姑娘是谁了。没想到这姑娘于他而言不是惊喜，而是绝望。你不认识这个左右？这个太不应该了，你俩都干过一架了，昨天晚上你还能当他是陌路人？顾星朗看着左右发呆，不能怪他没有认出这仇人来。战场之上的左右是个长相端正俊朗之人，这会儿这个大胡子长到腮帮子上的人真是左右？你是玲珑长公主？是啊。左右心里哗啦一声，心碎了好几瓣。左兄成这副样子了，我发了誓，此生不杀顾星朗，就不休面。顾星朗嘴角抽了抽，亏这人打仗是个好手，没想到是个疯子。你是有多爱小顾才能发这个誓啊？你说啥？爱到深处就生恨啊！你都爱到想杀小顾了，还此生不杀，你是打算这辈子得不到，下辈子也要跟小顾相爱相杀？你，公主实在是心塞，再被自个儿媳妇儿这么说下去，他还有清白可言了吗？左右手指指着顾星朗打哆嗦，被心仪的姑娘认定自己爱别人，这世上还有比这更悲惨的事情了吗？玲珑，你认识左元帅啊？玉小小犹豫，他能说自己昨天晚上把这元帅扔到河里去了吗？景墨的面部神经有些僵硬，这帮人都没有发现玲珑公主这货刚才说了什么吗？左右跟顾星朗相爱相杀，不能想象好吗？小魏这个时候都要急死了，给玉小小使了半天眼色，他家公主也没个反应，最后小魏只能把心一横，冒死。左元帅，我家驸马爷之前获罪，罪名是阵前通敌，小人敢问元帅一句，真有此事吗？玉小小精神一震，对呀，说顾星朗跟白虎国的军队私通，都是自己人了，那左右你这白虎国的元帅凭毛还想杀顾星朗？嫉妒顾三少爷比你长得帅吗？赵家人原本是悲愤交加的，眼看着他们从六皇子出生之后就一步步布下的筹划转眼就成了空梦一场了，玲珑公主这帮人却丝毫不在乎，没有比无视更伤人的东西了。不过小魏这一问，赵家人的心又一下提到了嗓子眼，是汉子就得说实话。我在北狼关被顾星朗所伤，提前回京疗伤去了。这场仗到底是怎么了结的？你们奉天谁带兵退的我白虎大军？我真的不知道。赵家人这下子心又落回了原处，景墨却手指掐得动了一下。左右能这么说，没有落井下石，坐实顾星朗阵前通敌的罪名，已经是难能可贵了。那你来干嘛的啊？我是来看看顾星朗死了没有的。我们各为其主，你恨我何来啊？好容易本元帅才找到一个敌手，你若是死了，我的日子岂不是太无聊了？你昨天晚上就看着他活着了。所以呢？左元帅你好，左元帅再见。左右觉得心更伤了，这姑娘根本就不想看见他呀。你一眼都不愿意见我呀？我看你很多眼了，胡子太长，我看不出你的长相。那我把胡子刮了。誓言是能随便发的吗？当年他在军旗下发誓，他会为了保护人类而战，他到死都没有违背这个誓言。怎么这个世界的人类发个誓言只当放屁吗？被玉小小这么认真的看着，左右感觉自己的心跳有些快。这公主抬手就能将她扔进河里，这世界上还有第二个姑娘能做到吗？绝无仅有的一个姑娘啊，怎么就被顾星朗这个残废得到了呢？那公主的意思是我把顾星朗杀了？你就一辈子这样吧，有他在，顾星朗怎么可能被人杀？除非是他自己下手。我们战场再见。就不知道你这个连路都不能走的，要怎么上阵打仗？他的脚很快就会好。不是说他的脚筋断了吗？你来就是想在顾驸马的面前走几步，让顾驸马想着自己残了的双脚，看你完好无损的双脚啊！景墨跟左右打交道不是1年2年了，知道这个不是常人，离疯子也就差了那么2步。他又不是傻叉，怎么会做这种事儿？不太明白这个傻叉是什么意思，但左右估摸着跟傻连在一起的词儿都不是什么好话。当然不是，顾驸马的双脚是公主殿下治好的。这姑娘不但武艺高强，还医术高超。左右看着顾星朗的目光是更加凶狠了。这个残废凭什么这么好命啊？贤宗这个时候在坐榻上掩嘴咳了2声，这几位是不是把他忘了？能多给一国之君一点尊重吗？父皇，你怎么了？玲珑啊，我们今日是为了你六皇帝之事啊。赵飞脸上的泪水都干透了，伤病之下这个美艳之名满天下的美人，现在看起来失了不少颜色，脸上的神情转冷。圣上，该说的话我都已说完，在下告退。父皇，那我们也走了。左右就觉得贤宗还是很疼爱玲珑公主这个女儿的。公主跟贤宗说话连儿臣都不用说，直接说我。就是我说让小七去，景墨那里不同意，我也没办法呀。想必公主殿下心里开心了吧？
我很伤心，真的。如果我们国家强大，那我7个弟弟谁也不用去当质子了。贤宗的脸上一阵发热。是啊，身为皇帝父亲，他保不住自己的儿子丢人现眼，可这是他的错吗？他接手的江山就是这么一个江山，玉家的江山几代累弱，他能有什么办法？顾兴朗也羞愧难当，身为武将不能保家卫国，他当的什么将军？去吧。左右看着玉小小往外走，心里真是舍不得。这么好的姑娘怎么就嫁人了呢？要是知道这姑娘这么合自己的胃口，赶在姑娘未嫁之时，他一定来求娶啊。左右懊恼地拍了拍脑门。贤宗被左大元帅这个动作给吓到了。正常人会突然之间把大脑门子当鼓敲吗？他这里已经是官司缠身了，就别添乱呢。七殿下没事就好了。书阁的庭院里，顾兴朗小声地跟玉小小说道：“不知道景墨为何突然改变了心意，不过这个对我们是好事啊。”在场的3个男人一起沉默。昨天晚上公主跟景墨说了什么啊？回家吧，回家吃中饭去。顾兴朗只能说好，总不能饿着他媳妇儿吧？是因为公主殿下拆了他一栋楼，他害怕了吗？顾兴朗没有听清楚小庄的话，说道：“你说什么？没什么。”小庄笑得很难看，拆楼这件事打死也不能说呀。玉小小走在前面，心里想着中午要吃点啥，对后头3个人的对话一句也没有听到耳朵里去。公主，景墨就一直站在庭院门外等着玉小小。玉小小停，这一次谢谢你了。残暴女帝的这个姘头还是不错的，放过了玉子义，王嬷嬷那里就能少流几滴眼泪，多吃几碗饭。就冲这个，他也得谢谢景墨。哈哈，公主客气了，是我要谢谢公主才对啊。昨天公主的一席话让我茅塞顿开啊。茅塞顿开是什么？玉小小不懂，我说的话从来都不会错的，你得听。景墨冲玉小小一拱手说道：“多谢公主了。”不客气。玲珑公主，请吧。回见。就在刚才，他决定了，回家后他要吃面。昨天景谦的使者被木板砸中，天上不会掉木头，一定是人为。谁会没事盯着赵府的那扇小侧门呢？得意酒庄的人都一一审过了，没有人在出事时到过东南角的围墙边。当时还在得意酒庄里活动的，也就只剩下玲珑公主和她的2个暗卫。景墨看着玉小小一步步走远的身影，目光变得深长。长公主跟赵家敌对，盯着赵家，让自己知晓赵家与景谦暗中勾结之事。这样的形势在情理之中，玲珑公主一定盯了赵家很久。今天看赵家人的表现，却明显不知道这是公主殿下。等玉小小和顾兴朗从景墨的眼前消失之后，左右大步地从书阁里走了出来，看见庭院外只站着景墨和几个奉天地宫的太监，脸马上就垮了下来。哟，看不到公主殿下，你就这副表情对着我呀？哼，我哪副表情对你啊？看不到公主殿下，景墨，我拜托你说话的时候用脑子。你不是青楼的老鸨子，我也不是嫖客，你当我是见不着头牌姑娘呢？你们白虎国的人，无论贵贱，都不知文雅为何物，那也比整天知乎者也的穷酸好。左右往林荫道的远处看，希望能看到些什么。走远了。你怎么来奉天了？你跟我站在奉天的地宫里扯白话，你觉得这样好吗？书阁里在这时传出了一声女人失控的哭喊。景墨从左右的身边走过时，嘴角边挂着的笑容讥讽。昨天玉小小跟他说，抓人质就得抓有钱有势的，这话一点都没有错。将玉子明的命握在手里，赵家还不是得乖乖的听自己的话？有了赵家这一门咬人的恶狗，景谦的好日子就要开始了。你昨天请玲珑公主吃饭来着？玲珑公主心机深沉，远离最好。左右不相信景墨的话，习武之人遇事动手就行，玩什么心眼？果然道不同就不应该讲话。左大元帅决定还是自己想想有什么好的借口能让自己也请玲珑公主吃顿饭。景墨这个时候却在想，可惜了玉玲珑这么一个能谋善断的女子，若是身为男儿身，那奉天的太子之位就不会到现在还空着了。赵飞这时候心头滴血，但脸上的神情已经变得毅然决然。能为圣上分忧，也是六殿下的福分。臣妾虽然是一介女流，但臣妾也明白何为国之大义。娘娘，臣妾一人伤心，总好过他人伤心。这回轮到贤宗快要落泪了，就算是素有贤淑之名的皇后，也未必能有赵妃这样的心胸。爱妃放心，朕不会亏待你们母子的。臣妾谢皇上。圣上，
臣有朝一日一定带我奉天大军踏平他朱日，发泄臣今日之恨呐！起来吧，你们兄弟4人许久没有见过长景了，就在这里与他说说话吧。真的要让6殿下去朱日啊？隔墙有耳，保不住就要想保不住之后我们该怎么办。我不会只有6殿下这一个儿子，一定不会的。所以舍了6殿下，换帝王更多的宠爱吗？赵家兄弟看着自己的长姐说不出话来。昨日玉玲珑在得意酒庄，这事儿跟他一定逃不了干系。娘娘的意思是，景迁的人到了京城之后，也许就被玉玲珑的人盯上了。这不可能，他才多大点啊！就算皇后娘娘给他留了人手，景迁的人进京之时，公主还在地宫里，他如何得到这消息的？顾家送6殿下走，然后我要把玉玲珑跟玉子怡赶出京城。贤宗去找美人解忧也好，赵妃另作谋算也罢，出了宫的玉小小马上就把这2位抛到了脑后，坐在顾星朗的对面，看着车窗外的街道上来来往往形形色色的行人。玉小小又一次看得入了神，如果可以，他想让自己过去的同伴们也来亲眼看看。他此刻看到了这一切，没有丧尸的世界，人们能随意地走在路上，谈笑风生，空气里有食物的香味，秋日的阳光暖意融融，树梢枝头还有没有落下的绿叶。这个世界太美好了，他得想尽办法在这世界多活几年才行。车窗外的世界是顾星朗已经熟知的世界，所以玉小小看着窗外的时候，顾三少爷就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的小媳妇儿。虽然玉小小这会儿还是面瘫，但顾星朗就是能感觉出来，玉小小这会儿是愉悦的。我们去吃一顿吧，小妻子没事了，我们去庆祝一下。上馆子吃饭是要找个理由的，这点人情世故玉小小还是懂的。小媳妇儿说要吃饭，顾星朗也不差这一顿饭钱。想也没想，顾三少就点了点头。你想去哪里用餐啊？就那家大碗菜馆，这名字一听就霸王气十足，有木有？菜就得大碗大碗的上，那才叫菜啊！就在大碗菜馆的旁边，2层小楼，雕花轩窗。京城里有名的酒楼六朝春，公主殿下竟然没看上。玉小小目光发亮地看着顾星朗，我们就吃这个吧。好啊。大碗菜馆虽然傍着知名的酒楼，可是在京城里一点也不出名。顾三少爷吃过六朝春不少回，这大碗菜馆还真是一次都没吃过。小庄，我们去吃饭，我请客。菜馆的老板这会儿就站在门口。老板的第一个反应是，这是去六朝春走错地方了吧？老板往玉小小的跟前跑，只是还没有跑到玉小小的跟前来，就被2个顾府的家丁拦了下来。老板冲着玉小小哈着腰说道：“这位夫人啊，六朝春在隔壁。”小顾，这个老板人很厚道，还给我们推荐别家的馆子呢。顾星朗啊了一声，这话他接不上啊。老板喊我夫人，我看起来已经像是已婚妇女了吗？在末世到死都是单身狗的玉教官，到这个世界才13岁就已经是已婚妇女了。这个感觉对玉小小而言奇妙且有那么一点梦幻。顾星朗和小庄小薇一起呵呵，嫁了人的女子梳的发髻跟待字闺中的女孩不一样。公主殿下，你连这个事儿也不知道吗？我们就是来吃大碗菜的，你家的菜都是大碗？夫人放心，小人这里的菜啊都是大碗。那行。玉小小把手一挥，如同当年指挥部下们作战一样，就你家了。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远及近的传来。顾星朗看见骑马到了近前的这个人之后，眉头马上就是一皱，左右坐在马背上，看着玉小小咧嘴一笑，翻身就下了马。公主这是要吃饭啊，我请客，公主能否赏脸啊？老板吓得战战兢兢起来。奉天贤宗朝就一个公主，原来这漂亮的姑娘是玲珑长公主啊！小人见过公主殿下。老板跪下就给玉小小磕头，左右没等玉小小说话，手一伸就把老板从地上拽了起来。公主啊，我们一起吃个饭吧。左元帅是有话要与公主说。左右看见顾星朗心里就冒火，打仗的时候被这个人伤了，看上的姑娘也被这个人抢了，姓顾的可能命中注定就是他左右的天敌。有人请客等于不用花钱还能吃饱，这种好事玉小小怎么能错过呢？不等左右想出几对顾星朗的话来，我这边这么多人你都请啊？左右也不看玉小小这边一共多少人，堂堂白虎国的兵马大元帅居然还没讨着老婆，穷的也只剩下钱了。请，我都请。左右冲着玉小小一拍胸脯，他胸前肌肉结实，这一拍之下发出的声音如同擂鼓声。我们进去开吃。玉小小招呼着自己的小伙伴们进馆子，老板跑在前头带路，把玉小小一行人往楼上带。
玉小小顾着上楼，没有发现顾家的随从侍卫还有左右的大半随从们，在进了菜馆之后，都自觉地留在了大厅里，没有跟着他们上楼。老板把玉小小一行人领进了一间包间，点头哈腰地问玉小小想吃什么。玉小小就看向了顾新郎，左右觉得这老板太不会做人，付钱的是他，老板怎么不来问问他想吃什么？公主想吃什么？能吃的我都吃。你们这里的招牌菜都上来吧。老板连声答应地退了出去。小庄、小魏还有左右的3个亲随坐在了旁边的桌子上。这3位陪着左右留着胡子，昨天晚上陪着左右逛大桥夜市，最后陪着自家主子一起被玉小小扔进了河里。这会儿看着玉小小，这3位心里都发怵，就觉得奉天的这玲珑长公主武功深不可测，长得是漂亮，可是一定不是好相遇的人物。公主啊，我就喜欢不挑食的姑娘。顾星朗才把茶杯端起来，听了左右的话，把茶杯重重地往桌上一放。他就知道这个疯子对他的小媳妇儿有非分之想。这水不好喝吗？有一股花香味儿，不是挺好的吗？茶呢是茉莉花茶，闻着就挺香。茶色不好，让小二重新泡一壶。啥玩意儿？茶色又是个什么东西啊？抬头目光很不赞成地看着顾星朗，有干净的水喝就得知足。在末世，多少人为了找口干净的水喝送命了。这个世界的人类怎么能这么不惜福呢？带着花香的水还要嫌弃，末世人不能忍好吗？左右喝了一口茶，这茶味道是淡了点，看茶水的颜色也能看出这不是当季的新茶。左右把这口茶水咽下，瞥了顾星朗一眼。是啊，公主，我们在战场上连人血都喝过，有口茶水喝就知足了。公主，我这人不挑。哼，你不错，点赞，多喝点。左右豪爽的一仰脖子，把一壶茶水都喝了。来，再喝点。玉小小又把自己跟前的茶壶送到了左右的跟前，再来几壶水。顾星朗看着左右一壶接着一壶的往肚子里灌水。公主，让他多喝点水，一会儿啊，菜上来他就会吃得少了。顾星朗无话可说了。长在地宫的公主殿下，按理说应该是锦衣玉食长大的，偏她的这个公主妻像是被饿了10来年一样。左右看玉小小跟顾星郎咬耳朵，举止亲密，心里再次不是滋味了。他知道自己没戏，可这么好的一个姑娘被顾星朗这猪玩意儿给拱了，左右就觉得老天不公平。老板这个时候带着伙计开始往包厢里送菜，果然都是大碗装的，看着分量十足。顾星朗尝了一口油焖茄夹，说实话，口味真的不如六朝春，油也过重了。玉小小光是看着装菜的大碗就已经心满意足，这些菜看着就油水十足的。什么？你问菜的口味啊？再难吃能有压缩饼干难吃吗？好吃好吃。哎呦，小人多谢公主殿下。不谢，后面的菜快点上。老板抬头看了一眼桌面，哎呀妈呀，一个大碗里只剩下菜卤了。老板拔腿就往外跑，去厨房催菜了。左右看着玉小小下筷插菜，看得两眼发直。这是在顾家吃不饱肚子吗？顾星朗给玉小小剔鱼刺，鲫鱼背上的刺细眼密。顾星朗干这活干得很不顺手，但是顾三少也没有放弃，剔好了一块就放在盛着醋的小碟里，让玉小小自己夹了吃。左右插了块鱼肚子，也蘸了醋塞进自己的嘴里，差点没有把自己的牙给酸倒了。这醋酸，顾星朗也酸，做这副疼老婆的小模样给谁看呢？3个随从跟左右一样没心思吃饭，一直就在偷眼看自家主子这一桌，觉得自家主子在玲珑公主这儿完全没戏。他们白虎国是不讲究立贞节牌坊的，可看顾家三少爷带媳妇儿那样子，自家主子有抢人成功的可能性吗？小魏看着这3个壮汉，一会儿摇头一会儿龇牙的，心生了警觉，觉得这3个人一定是在打什么坏主意。小庄没有小魏心思重，跟玉小小一样埋头苦吃。不要以为在地宫里当差吃的饭全是御膳房出来的了，暗卫们工钱很高，可是一天几个干馒头当饭也是常有的事儿。菜陆陆续续的往桌上送，在发现左右也是个能吃的之后，玉小小吞菜的速度明显加快，下筷如刀，很准快，就怕自己少吃一口。公主，我们白虎国的饭菜是天下第一好吃的。是吗？奉天的菜他就已经觉得是美味佳肴了，竟然还有更加好吃的。左元帅是白虎国人，顾星朗又给玉小小剥了一碟虾仁，自然认为白虎国的饭菜是天下第一。哼，你们奉天一个小破国能有什么好的？3个随从都不忍心再看自家的主子了，这主子位高权重，就是讨不着老婆，还真的是有原因的。自家的主子怎么就不明白讨好女人，看上人家的姑娘，然后当着人家姑娘的面骂，
你家就是个破落户，一屋子的穷鬼，人家姑娘是恨你还是爱你啊？这正常人都知道答案吧？玉小小耸了一下肩膀，接着跟大碗较劲，又不是他想来奉天的，奉天不好，找机会他再换一家就是了，多大的事儿啊！左右骂完了奉天小国，自己也觉得有些后悔，但眼看跟玉小小半张脸差不多大的肉圆子，公主殿下2口就吞了。到底是地宫粮食紧张，还是顾家很穷啊？要是早一步知道奉天已经穷苦成这样，堂堂公主平日里都得饿肚子，那她刚才跟贤宗要纳贡的时候就少要一些了。我不管账，不管账的人怎么可能知道家里的穷富？左右看向了顾星朗，目光十分的鄙夷。这个残废霸着这么好的一个姑娘，竟然还不能让这姑娘过上幸福的日子，这残废还能更没用一点吗？左右的目光让顾星朗芒刺在背，如同看废物一样的看着，这滋味不好受。玉小小看看左右，又看看顾星朗，觉得这位开始看顾家小哥的眼神真心的很坚情，但看顾星朗一点也看不出情意来的样子。他是我相公。一支利箭扎在了左大元帅的心头，这话听着太伤人了。顾星朗抬头看着玉小小笑了一笑，以后啊就得多笑笑，别怕，等脚好了咱们再上战场。横了左右一眼，以前怎么打的仗，以后还是怎么打好了。左右捂胸口，以前他在沙场上被顾星朗收拾了，玲珑公主的意思是以后还让顾星朗接着收拾自己呗。对一个请客吃饭还是付钱的那个人说这么无情的话，真的好吗？多吃点。玉小小夹了半个肉圆送到了顾星朗的嘴边。至于左右此刻心塞的神情，玉小小压根儿就没去看。当然公主殿下就是看了，左大元帅长一脸的大胡子，公主殿下也看不出来就是。顾星朗张嘴吃了这半个肉圆，你别管我，吃吧。大庭广众之下让自己的媳妇儿喂着吃东西，左右发现两军阵前一本正经，天天板着个死人脸的顾星朗，原来也是个死不要脸的货呀。顾星朗其实还是纯情少年，只是这些天被玉小小头喂惯了，看见吃的就张了嘴，没反应过来这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该死的奉天人！一声斥骂声在顾三少还在嚼肉圆子没咽下肚的时候，从窗外传进了包间里。小庄第一时间就跑到了窗前，往窗外看了一眼之后，就见怪不怪地跟玉小小说道：公主，是几个朱日商人在欺负人。大爷，求您高抬贵手啊！小老儿有一家人要养，这事小老儿不能答应您呐。左右起身离席，走到了开着的窗前，往楼下看了看。5、6个朱日人打你奉天的一个老人家，朱日人有把你们奉天人当人过吗？顾星朗下意识的就要起身去看，只是一动之下才又想起来，现在自己根本就不能行走。你别急，我去看看。楼下的斥骂和哭喊声越来越响，情况听着紧急，可丢下一桌子菜跑去见义勇为，还真不是玉小小能干出来的事儿。所以虽然跟顾星朗说了他去看看，玉小小还是坐在跟桌前吃。左右看着几个大汉打一个老头子，就算他不是奉天人，也瞧不上奉天这个小破国，可是也看不过眼了。这帮朱日人到哪里都冲大爷，尊老爱幼都不懂。左大元帅手往窗台上一撑，人就跳下楼去了。3个随从看到自家的主子跳楼管闲事去了，也跟着跳楼。小庄就眼巴巴地瞅着玉小小，这事儿他们到底管不管？你过去坐下，此事京都府尹会管，你想公主出面去管商家之事啊？士农工商，士人之中商人最末，堂堂长公主去管一起商人之间的纠纷？小魏现在越看小庄越觉得这哥哥傻。玉小小桌前一边吃一边竖着耳朵听楼下的动静。自打左右跳楼之后，楼下的打骂声也没有多大的变化。左右在干什么呢？左元帅站在边上看热闹。是他傻，顾星朗苦难的开始，又怎么可能会成为别人的救世主呢？我去看看。顾星朗伸手替小媳妇儿擦了擦嘴边的油花，一边想着左右不是个怕事的性子。这人下去之后没有动手，要不就是那几个朱日人他认识，要不就是这几个人他也惹不起。小庄，那几个朱日人真的只是商人？是啊，就是旁边还站着好几个戴纱帽的和尚。和尚？顾星朗的眉头一挑，刚想跟玉小小说话，他的小媳妇儿已经到了窗外，都没有用手撑一下窗台，人就一斜挎就蹦了出去。小庄看自家公主跳楼了，也要跟着跳。等等，你们带我下楼去。哎，驸马爷莫急，那几个朱日人不可能伤到公主的。就他家公主那身手，上沙场都是无敌将军，能被几个朱日商人伤到？打死小魏也不会相信这种事发生啊！玉小小跳下楼，刚想开口喊一声不要打了，左右就跑到了他的跟前，说道：公主，这事儿我们不能管。
玉小小看看这几个5大3粗的汉子，说道：“为毛？啥毛？不是说是商人吗？难不成这几个是世界首富？整个世界都在这几个富豪的脚下，凡人得罪不起吗？”左右让玉小小看看那几个戴着纱帽、帽檐白纱遮住脸的僧侣。玉小小这个时候瞥见一个朱日汉子抬腿踢向了倒地的老汉的头。你等等，汉子可不能听一个奉天小姑娘的话，这脚还是往下落了。玉小小只能是上前一步，把老汉抢先一步拽到了自己的身后。几个朱日商人看真有不怕死的出手管闲事了，呼啦一下子就将玉小小围住了。左右跑到了玉小小的身后站着。你们欺负完老的，又要欺负小的了？男儿大丈夫做这等事，你们也不怕丢人？左右的口音不是奉天的口音，所以几个朱日商人对着左右客气些。这老东西竟然敢骗我们！小老儿行商多年，何曾做过欺瞒之事？几位大爷明鉴呐！一个朱日人把一把香扔在地上，左右看了一眼地上的断香，香已经受潮，这样的香没法再用。你卖受潮的香？这不可能是小老儿出的货呀！取货之时，那几位大爷验过货呀。难不成我们还欺你不成？你快让开，这事儿与你无关，别没事来寻死。玉小小这回却没着急动手，我们先来把道理讲讲吧。顾新郎、小庄、小魏哥俩听了玉小小这话都附额。天神爷爷呀，这位跟他们说话都沟通困难，还能跟外国人讲道理呢？几个朱日商人愣了一下，这么不怕死的奉天小姑娘，他们还是第一次见着。你要我们跟你一个奉天人讲道理啊？一个朱日商人看疯子一样的看着玉小小，这姑娘就不知道他们朱日是上国吗？人不讲道理，那还是人吗？小丫头片子！几个朱日人觉得被一个奉天小丫头骂不是人，简直是丢了他们朱日国人脸的事儿，顿时就爆了。你要想死，爷爷就让你死个痛快！玉小小觉得心塞，丧尸不讲道理也就算了，人类也不讲道理。永生寺。小魏听到顾星朗的低语声，忙也看见了几个僧侣的腰间。这几个僧侣的腰间都挂着一个雕琢成人头骨的小玉球，玉是上等的玉，凝碧之色仿若流水。不会吧？小庄这个时候也看到了人头骨的玉球，眨巴着眼睛不敢相信。永生寺在6国都是地位超然之所，6国的国师包括朱日国的国师都由永生寺派驻。奉天的国师城关亦是出自于永生寺。奉天国小势微，除了一个城关，多少年来没有一个永生寺的僧人踏足。今天小庄数了一下，1、2、3、4、5、6、7，一下子来了7位永生寺的僧侣，这是有大佛师转世到奉天了吗？该死的！小顾，你也觉得他们该死？公主，这是永生寺的事儿，我们还是不要管吧。玉小小没有在那场让残暴女帝葬身的火海里看到过有关永生寺的事儿，她也不关心这个永生寺是个什么玩意儿。玉小小只知道光永生这2个字儿就足以让她不待见，甚至敌视这个永生寺了。人类为什么会走到末世，就是为了追求永生，变成了丧尸的人类看着不老不死，可那样的生物还能称之为人吗？赶紧滚！玉小小抿了一下唇，道理什么的看来不用讲了。脚尖一点到了这朱日人的跟前，玉小小伸手就把这朱日人的衣襟揪住了。左右和3个随从都感觉到肉疼，看来公主殿下又要扔人了。从高空掉到水里的滋味，那也是浑身都骨头疼啊。被玉小小揪住了衣襟的朱日人觉得不可思议，挥拳就朝玉小小的头上砸了下来。只是这一个动作让在场所有会武的人士都看出来了，这个绝不是一个普通的商人，这人是个练家子。主子，把他扔了。玉小小这一回没有往外扔人，而是拎起这汉子往地上一砸。世界再次因为公主殿下寂静了这么几分钟，也就是这么眨眼的功夫，5个朱日大汉脖子以下的部位全在地里种着了。小庄用脚踩了踩地面，这是砖石的地面没有错。天神爷爷，小庄觉得自家公主这一招比把人扔出去更凶残，这叫什么？当街种活人吗？5个朱日汉子先是迷瞪，反应不过来在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儿，然后腿部就传来剧痛，从地面被生生的砸进地里，腿骨不断是不可能的。几个汉子连声惨叫都没有发出，就当场昏迷了。在场的奉天百姓反应过来何事之后，第一个反应就是赶紧跑，一下子伤了5个朱日人，这罪过可大发了，弄不好他们这些看热闹围观的人都得受到牵连。老汉跪在地上，已经不知道自己该谢着姑娘还是该恨着姑娘。
先前他还只是倾家荡产的命，现在看这5个朱日人的样子，他这条命应该已经交代了。京都府尹坐在自己的官轿里，带着自己的手下的衙役，在这个时候赶到了案发现场。一眼看见被种在地里的5个朱日人之后，京都府尹张大人双腿立刻就打起了摆子。5个朱日人，大白天的就伤在京城的地面上，他怎么跟圣上交代呀？小魏小声地跟玉小小说道：“谁？京都府尹。干什么的？公主，你不知道京都府尹是干嘛的？不知道，今天跟他是初见。京城这里的刑案都由张大人负责。”一听刑案，玉小小明白了，原来这矮个瘦老头就是这世界的警察头子。公主，你们的京都府尹往你这里走了。张大人先是光顾着这5个朱日人是死是活，在师爷的提醒下才看到了玉小小。张大人顿时就感觉自己被五雷轰顶了，这人要是公主殿下伤的，这是要2国开战的节奏吗？你还不快走？老汉看着顾新朗流泪，他还能走吗？此事已与你无关，快些走吧。此事由小老儿引起啊！哎呀，你有做错事吗？小老儿对天发誓，小老儿绝对没有做过丧良心的事儿啊！那就是他们的错，你走吧。昨天公主只是把我扔河里了，看来她是手下留情了。这是不是说明公主对我有情意啊？3个随从想给自家主子跪了，玲珑公主的情谊在哪里啊？玲珑公主果然好武艺啊！玉小小看向这个人，问了句：“你想永生？”公主殿下，这世上谁人不想永生啊？玉小小的脸上第一次让人看出了怒容来。谁人不想永生？原来哪个世界都有疯子啊！是人都会死，你以后也会老死。永生？当和尚当傻了吗？扯淡！扯淡是什么意思啊？在场的人都不明白，不过大家也都能明白，这一定不是什么好话。敢跟永生寺的僧侣说当和尚当傻了吗？玲珑公主估计是永生寺建寺以来的第1个人了。左右也是不相信永生的人，可永生寺是这世上大多数人心中的神灵之所，所以就算左大元帅在白虎国一言九鼎，也从来没给过永生寺脸色看。这一回玉小小做到了左右一直想做却没敢做的事儿。左右看向玉小小的眼神的热切程度更上一层楼了。公主还是慎言的好。张大人听着这位僧侣大人的声音里没有怒气，还是清越温和，长出了一口气，开始拼命地冲玉小小打眼色：“给奉天一条活路吧，公主！”你还不服？玉小小却没顾上看张大人，不服来战呢！张大人的眼睛都快挤得抽筋了，听了玉小小这句不服来战，直接腿软。要不是身后的衙役手快，张大人能一屁股坐地上去。不知夫人，左手如同提着千斤之物一般往上一抬，玉小小感觉到了一股气劲，随后他便看见空气在这僧侣的左手边形成了气团。僧侣手举过头顶之后便是一挥，一个被玉小小栽种进地里的朱日商人被这僧侣隔空从地里拔了出来。小庄小魏不用顾星朗吩咐，一下子守卫在了玉小小的身前。这是误会啊！各位不要动怒啊！左右觉得事情难办了，看这僧侣露的这一手武艺不比玲珑公主低，这要打起来自己帮着公主，回了白虎后自家那个当太后的姐姐会不会拿刀剐了他？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们不信永生，那你永生寺于我们而言那就只是寻常之处，公主要慎言什么？玉小小顿时就在心里给顾三少爷点赞，不信永生的都是好同志。佛香这物是否受潮，买时看上一眼就能知道。这几人提货之后再来找商家说香有问题，你跟我说说看，这是什么道理？连脸都不敢露的人能是什么好人？真能永生，你死一个再活过来我看看。高个子僧侣往前迈了一步，看了一眼玉小小，又看了一眼顾星朗，无知，语气之不屑，连玉小小这种还没有学会听话音的外来人口都听出来了。我操，不能忍了！玉小小准备再战。五，退下。这个僧侣抬手就摘下了戴着的纱帽。少师，几个僧侣惊道：“公主殿下，贫僧永生寺风林。”周围一阵抽泣声。几个被僧侣唤作少师的人正值年少，身材修长，眉目如画，神情淡然，整个人就如同深山翠竹一般，不见一点人间烟火。这是活人啊！这样的人应该是画中人才对吧？他就是风林少师。
顾星朗也是一惊，永生寺的少师风林这个名字他也早就如雷贯耳。此人是永生寺主持莫问的亲传弟子，师兄是诸日国师吴欢。莫问100岁之龄，至今只收了2位亲传弟子，所以这个风林少师在永生寺地位超然，没想到竟然只是一个少年。在一众人等都被风林少师震在当场的时候，玉小小却一口血憋在了心头。我了个去啊！玉小小看着面前这少年人想吐血。为毛皇夫文风林会是个和尚？人间不差呀！女皇陛下，你到底是有多么喜欢和尚？公主，小魏扭头看向了玉小小，不能白受人永生寺少师一礼啊，你得回礼啊！我楼上还有饭没吃完，我们接着回去吃吧。小魏脚下打跌，公主啊，你看不上圣上也就算了，反正那个是你亲爹，可你好歹尊重一下永生寺啊！风林少师看着玉小小一笑，笑得云淡风轻，说道：公主，贫僧听城官说过，公主是个虔诚之人，如今看来是城官还不了解公主殿下了。玉小小扭头看向顾星朗，正好顾星朗也抬头看着玉小小，两个人的目光对上之后，玉小小突然发现还是顾星朗这样的他看着顺眼，不妖孽不假仙，是个正常的人类。玉小小走到了顾星朗的跟前，还是你好。顾星朗轻咳了一声，冰冷的目光里笼上了一层暖意，明明性别为男，偏偏长成了娘炮。顾星朗抬眼看一眼风林少师，想笑还是忍住了，说不上来，但是顾三少的心情突然之间就变得非常之好。公主，你有事说事，别扯到我们国师的身上，你跟我们国师很熟吗？天神爷爷呀！小魏再一次捂脸。他是故意装傻吗？贫僧与城官没有说过话，不过他出自我永生寺，公主殿下不知道。啥？玉小小再次受到打击。城关那个帅大叔也是永生寺的人，这么牛逼的组织，他怎么没有在残暴女帝那里看到过？不对呀！玉小小看着做过残暴女帝皇夫的这个少年人，看这位身边保镖都很高级的样子，这位又怎么会落魄到被残暴女帝抢来做老公的地步的？这不科学啊！我不知道，你能把我怎么地？他就是不知道城关国师是永生寺的人，怎么地？这个皇夫还能冲上来咬死他吗？风林少师看玉小小的样子，就好像是一个小女孩在跟自己耍赖，让他有些无可奈何。玲珑公主，你不要得寸进尺。我们走。风林少师转身就要走。公主，你把少师气走了，这样不好吧？什么少师？他不叫文风林吗？风林少师的步子顿时就是一停，慢慢的扭过头看向了玉小小。玉小小站在原地没有动，不知道永生寺，不知道城关是永生寺的人，这听起来很傻，可他好歹知道这货叫文风林呐。你入了永生寺，何来姓氏？什么意思啊？公主，他们永生寺的人名字都是师傅取的，没姓啊。那文风林这个名字是从哪里来的？玉小小瞪圆了眼睛看着对面的少年人，闹了半天，这个人不但最后跟玉子义一起弄死了自己的老婆，从一开始这个人就在骗残暴女帝的呀，连姓都是假的，还谈什么感情？玉小小再次在心里为残暴女帝点了蜡，这女人的一生就是一出悲剧啊！风林少师也看着玉小小，心里翻着风浪。文是他的姓，父母双亡之后，除了师兄和师傅，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人知道他叫文风林。玲珑公主是怎么知道的？永生寺中有奉天皇室的人混入了吗？就凭这小小的奉天朝，这不可能啊！风林少师的心难得的乱了。少师，几个僧侣看见自己的少主盯着玉小小看，都出声问风林少师道：我们走。我们也走，饭还没有吃完呢。顾星朗看着风林少师一行7人走远，神情莫名地看着玉小小说道：还想吃？花了钱了，为什么不吃？左右把鼻子揉了一下，好像花钱的人是他吧？我带你上楼。玉小小也不好意思，每次都让小庄小魏抬着顾星朗，伸手就要抱顾星朗。顾三少爷这回反应极快，死活用手抓住了唐姨的扶手。这要是让小媳妇儿当街这么一抱，他以后还用在京城这地界上行走了吗？不用，我抱得动。玉小小还是试图要把顾星朗公主抱。顾星朗摇头，抱得动他也不能让玉小小抱呀。公主，我们回去接着吃吧。玉小小收回了手，不让抱就不让抱吧。公主殿下转身就进了大碗菜馆了。张大人一看，
不对啊，你们都走了，那这几个诸日的商人怎么办？驸马留步。张大人，何事？这些诸日人怎么办啊？你把人送去得意酒庄就好了。张大人一哆嗦，把这几个半死不活的人送去得意酒庄，景墨还能让他活着走出酒庄吗？错在他们。驸马，景大皇子会听本官的解释，他总不会在奉天的京城杀了你。此事是我做下的，景墨要找，让他来找我好了。小庄、小魏，我们进去。左大元帅一脸深沉地站在街上，样子跟他在两军阵前要与人搏命时毫无两样。主子，我们走吗？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不对啊？随从心说，自从遇上了玲珑公主，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好像都不对。我不进去，这饭钱谁给啊？这三个随从都不想看自家主子了，在女人面前得保持一点自尊啊！喂，有上杆子给人家付饭钱去的吗？对方的主子还明摆的不待见你啊！我进去看看。左右说着话就往楼里走。为了保持自己的尊严，左大元帅还跟手下们说道：“我就是怕他们饭钱不够。”大伙儿还能说什么呢？自家主子一遇玲珑公主就成了蠢蛋，这事儿说出去啊，他们这些做下人的脸上也无光好吗？玉小小坐在桌前吃，顾新朗负责为媳妇儿挑鱼刺、剥虾壳、盛汤擦嘴。总之，公主殿下吃得很忙碌，顾将军伺候媳妇儿伺候得很忙碌。左右坐在一旁，吃东西吧会被公主殿下用眼神攻击，想动手伺候公主殿下吧会被顾将军用眼神刺杀。总之，左大元帅这会儿手里抱着一杯茉莉花茶，看着自己对面这俩，看得很是忧伤。公主，这菜就这么好吃啊？玉小小点了点头，嘴里塞了一嘴的虾，说话不方便。你这样吃会不会胃口太大了点啊？玉小小把嘴里的虾咽进了肚子里，问道：“你不想请客了？”瞧，我付钱。玉小小埋头接着吃，愿意付钱就行啊。堂堂一个元帅，总不会结账的时候尿遁吧？公主，你就一点也不怕永生寺？吃饭的时候不要说些倒胃口的话。我的天哪！左右觉得玲珑公主实在是个大人物，永生寺倒胃口这样的话，这位也敢说。公主，景墨要是找你麻烦，你来找我，我帮你对付景墨那小子。算了吧，你连永生寺都怕，你还帮我对付景墨？不是，景墨不是坏人，他会讲道理的。景墨不是坏人，左右觉得世界玄幻了。玉小小的吃饭速度很快，几句话的功夫，桌上的大碗里就只剩下菜卤子了。你饱了吗？看没啥可吃的了，玉小小问向了顾兴朗。顾兴朗点了点头，光看着玉小小吃，顾三少爷就已经觉得自己饱了。小庄、小魏，饱了。玉小小看向小庄、小魏，这桌上还有不少剩菜，就说道：“剩下的我们打包带走。”啥？屋子里的汉子们都惊着了，吃不完的菜还要带走？公主殿下真的是在地宫长大的吗？小庄看向顾兴朗。去找小二来吧。浪费粮食的人，最后一定是饿死的。我不浪费粮食，从来没有浪费过。三个随从低头不作声，没什么可说的。国舅府天天成筐的剩菜剩饭往外倒呢，有些真相永远不能直视呀。很好。这个人虽然对顾兴朗抱有非分之想，但身上还是有闪光点的。公主，明天我再请你吃饭。明天的事情明天再说吧。左右有些受打击，但转念一想，明天再说，玲珑公主也不算是拒绝了他呀。好的，明天我给公主下请帖。老板和两个店小二这个时候跟着小庄走了进来。刚才他们都亲眼目睹了公主殿下的威武，这会儿两条腿还在打颤呢。都打包，菜卤子我也要。这卤子里全是油，扔了多可惜啊！左右在心里默默的决定，这一次的纳贡，他少跟奉天要点吧。估计玲珑公主在他请客之前都没有吃过一顿饱饭呢。你跟我说说，这个永生寺是个什么情况？公主，你真不知道永生寺？不知道。玉小小摇了摇头。皇后娘娘每年都要从自己的私库里给永生寺送香火钱，向永生寺的大师们问一个凶吉。这么虔诚的人教养出来的女儿，不知道永生寺？顾兴朗觉得这事情不对呀。我不信这个，所以不关心。嘘，这事儿不能宣扬。那你呢？我也不信。玉小小点点头，这样才可以一起玩耍嘛。我娘也信永生，我爹出生的时候，他就常常住在永生寺，日日佛前跪拜，
但我爹还是战死沙场了。佛前讲轮回，什么佛讲永生啊？不要欺负他读书少，兵团里不时会有宗教界人士来做心理辅导师的。六道轮回这东西，玉教官真的听说过。是啊，除了永生寺，别的寺庙也求不来永生。明明就是骗子呀，就没有受骗群众去砸场子吗？无法永生是因为你修行不够，善果不够。我娘是这么跟我说的。这么欺负无知妇孺的话也有人信吗？这个寺就这么厉害，连皇帝都要怕他吗？六国都尊永生寺，圣上对永生寺一向礼让。永生寺手上有兵？玉小小还是不理解。永生寺里有兵将无数，所以六国都要怕他吗？一个和尚寺，能是这么逆天的存在吗？神灵之所，谁不怕神灵呢？神？玉小小再次确认这个永生寺就是个骗子窝，真他妈有神！人类末世的时候神在哪里？扯淡的话也有人信啊。公主，这个扯淡是胡说八道的意思吗？是。玉小小伸着手朝着顾将军的胯下虚抓了一把，谁没事闲扯淡玩？顾星朗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胯下，突然就感觉到蛋疼。这种感觉，不体会也好。这个永生寺在什么地方？得空了他去放火也好，用雷劈也好，怎样都好，他得把这骗子窝给扒了。在珠峰之巅。巅？就是山顶。珠峰？珠穆朗玛峰？沟通不能的感觉又袭上了顾三少的心头。顾星朗说道：珠什么峰？那山巅就叫珠峰。那地方离我们这儿远吗？除了望乡关就是。望乡关？这个地名玉小小记下了。少时方才说玲珑伤了几个诸日的商人，这几人也算是为我永生寺做事的人。贤宗欲哭，自打他闺女儿出嫁之后，他就不认得这闺女了。这才几天呢，从赵秋明打到为永生寺干活的诸日人，这闺女儿不会有一天真的搭上珠峰到永生寺去吧？不过这几个人的生死，贫僧不方便过问，毕竟是他们有错在先。贤宗一听少师这话，马上就复活了，不要他负责就行，只要苦主不找他这当老子的头子，他闺女爱揍谁揍谁，最好干脆把顾香朗揍死得了。他现在看赵北城这小子就不错。玲珑年纪小，少时不要跟他一般见识，朕一定好好教训他。不知道少时到我奉天所为何事？贫僧奉家师之命下山游历，不请自来，还望圣上恕罪。贤宗昏君归昏君，可不是傻子，游历游到奉天，骗鬼吧？多少年了，除了一个城关，哪还有永生寺的人到过奉天呢？张大人已经做好了被景墨命人插出去的准备了。大皇子啊，此事错不在我奉天呢。玲珑公主把他们种到地里去了，这是什么意思？在奉天把人腿打断叫种吗？就是这么种的。这个画面景墨能想象得出来，就是不太能接受。大皇子，您看这事儿。来人，送张大人。下官告辞。张大人一句废话都没有，行礼就走，没有挨打，连骂都没有挨上。张大人觉得自己今天很幸运。至于5个诸日商人，张大人表示这5个人的死活跟他有关系吗？张大人走了之后，就陪在景墨下手处的一个幕僚说道：主子，这5人丢人现眼的东西，给他们找大夫看看，伤若是治不好，就让他们自生自灭。张大人很聪明的，没有说这5个倒霉蛋是为了永生寺干活的。玲珑公主，景墨在心里盘算着，或许自己离开奉天之前，应该再与公主见一面，开诚布公的谈一次。玉小小坐在车中打了个喷嚏。冷了？玉小小觉得凭自己这体格去北极跑一圈都没问题，怎么可能冻着了？啊，这个世界不知道有没有北极啊？在公主殿下又发散性思维的时候，顾三少摸了一下小媳妇的手，说道：是不是觉得冷了？我把窗关上。这个世界有北极吗？北极又是个什么东西啊？北极是什么？算了，顾星朗抚额，就当他没问过好了。我不冷，可能是什么人在想我了。啊？顾星朗握着小媳妇的手就是一僵，这话让他该怎么接呢？玉小小抠了一下顾星朗的手心，说道：这个想我的人是谁呢？
当年她在看副官兼闺蜜和床伴调情的时候就是这么玩的。玉小小睁着一双大眼睛看着顾星朗，坐等着少年的情谊过来。被小媳妇儿面无表情却瞪大双眼的看着，顾星朗脑门渐渐的冒了汗。新上任的驸马爷有关情谊这方面的业务他还不熟。顾三少满心想的都是他怎么可能知道是谁刚才想了公主呢？玉小小等顾星朗的情谊等到最后烦躁了，是他操作失误吗？这少年看起来好像没啥要扔情谊过来的意思呀。公主，你怎么知道风林少师叫文风林的？玉小小这会儿的感觉就像是裤子都脱了，你却给我看这个的愤怒感。正在玩情意绵绵的时候，关文风林什么事儿啊？你知道少师的事？玉小小把手从顾星朗的手心里抽了出来，有些蔫的说道：“我随口说的，他姓什么关我什么事儿？”生气了？玉小小看窗外，算了，估计这辈子他也只能做一只单身狗。他那帮闺蜜是怎么说的来着？但凡一个男人看着你没有什么想法，那这个男人要不是对你没感觉，要不就是这男人下边有问题。玉小小扒在车窗上看着窗外，摸了一把自己的小脸，这张脸跟过去的自己长得一样，难不成这张脸在这个世界也勾搭不上男人吗？啊，我去！玉小小郁闷，到哪里都混成单身狗，悲剧的命运。顾星朗看着玉小小，心里急得上火，可不知道该怎么做。甜言蜜语不会，把小媳妇儿抱怀里。他这会儿坐着动不了，干脆停车，再带小媳妇儿去吃一顿。想想刚才的那一大桌子菜，把这媳妇儿吃坏了怎么办？顾三少爷心急火燎，最后一咬牙，把自己穿着的外衣脱了下来，奋力地把半坐着的身子往前倾，将外衣往玉小小的身上一披，说道：“秋寒了，别冻着了。”“我不冷。”车窗开着，有风。被风吹得眯了一下眼睛，玉小小说道：“这风吹得真舒服。”外衣很大，裹着玉小小还没有长成的身体，更衬得公主殿下的玲珑。顾星朗看着玉小小打瞌睡一般的眯着眼，风将玉小小的发梢吹得有些乱，墨黑的毛发刺刺地贴在额头的鬓角上。顾三少爷忽然想起母亲养的那只狸花猫来，那只叫小花的猫躺在阳光下眯眼睡觉的时候，就是和玉小小现在这副模样。回家后我要睡一觉。顾星朗点了一下头，忽然就朝着玉小小把双臂一张，说道：“你可以在我们这里先睡一会儿。”说完这个话，顾三少爷多少有些紧张地等着小媳妇儿的反应。玉小小在窗前和小顾怀抱之间，最终选择了顾星朗的怀抱，凑过来往顾星朗的怀里一靠。这少年对他没感觉归没感觉，可是他不讨厌这少年不是？能占点便宜就占点便宜吧。玉小小眯缝着眼想着。我不知道，方才是谁在想你？玉小小都快睡着了，听了顾星朗这话，身子就是一僵。啥玩意儿？别受凉就好，睡吧。顾小小被顾星朗搂在怀里，琢磨了半天，忽然有些觉出味儿来了。这少年可能不是没有情义，这少年是不懂吧？从顾星朗的怀里坐直了身体，玉小小手指挑了一下顾星朗的下巴，说道：“你不会？”顾星朗愣怔了，他又做了什么？他不会啥呀？我不会什么？我打了一个喷嚏，你现在问我是谁在想我？你应该说是我在想你。顾三少爷张大了嘴，是这样吗？哎呀，你这样子不行啊！女孩子是要哄的，就算你对我没有情意，可日后你总会碰上喜欢的姑娘啊。你啥情意也不会，你怎么追人家姑娘？你要记住一句话，是至理名言。什么名言？男人不坏，女人不爱，纯情少年一般都是男二的命。你想当男主，你就得那啥，懂了吧？顾三少爷喷了，那啥是啥呀？他懂什么了呀？这对话好费劲呐。记住了吗？顾星朗运了半天的气，脑子转得飞快，比他指挥部下们冲沙时还转得快呢。顾三少爷就在想，我得说点啥，我媳妇儿才能听懂我的话呢？皇家的公主怎么都是这样的呢？还真是一道宫墙两个世界。你这是受教了？顾星朗伸手把玉小小又搂到怀里去了。我这人不坏，我对别人也没情意。那是你还没有遇上啊。我与公主已经结为夫妻了，除了公主，我还能对谁有情意？这少年对他有情意哎。公主，我这辈子不会有别的女人了，你是我的妻，就我们两个人过一辈子，不好吗？过一辈子？顾星朗抱玉小小的力道又大了些。是，过一辈子。好女人很多哎。玉小小忽然又为顾星朗可惜了，
在一棵树上吊死，男人的悲哀啊！好女人再多，我不认识她们，那再好又与我何干？你可以，玉小小想说，你可以多出去走走，女朋友是要勾搭的，宅在家里宅死也是个宅男，没前途的。顾星朗现在已经怕了玉小小说话，这会儿只让玉小小说了3个字，头就一低，心就一横。这是他媳妇儿，他就是亲了又怎么地吧？顾三少爷一个吻落在了小媳妇儿的嘴上。玉小小这下子教育顾星朗的话又再多也说不出来了。在大碗菜馆里，玉小小最后吃的是甜点桂花小元宵，因为吃得多，到了这会儿嘴巴里还留着一股桂花糖的香甜味儿。顾星朗用舌尖抵开了玉小小的唇，探了进去，小心翼翼地与玉小小在唇齿之间纠缠。这股腻人的香甜味儿足以让顾三少沉迷了。马车到了顾家门前，玉小小是一脸若无其事地下车了。顾星朗被小庄小魏抬下马车的时候，不太好意思地看着这哥俩。这哥俩是地宫暗卫出身，比一般人要耳聪目明得多。顾星朗确定刚才在车里他跟公主的对话，这俩一定全听见了。小庄小魏板着脸，听到了他们也得当啥也没听见。暗卫的职业素养就是主人就是光着屁股，他们也得当主人穿着锦衣华服呢。公主，三儿啊，质子人选真的换成6殿下了？是啊，爷爷。祖父，这消息家里是怎么得到的？英大人派人来问，我们才知道。你们这是做什么去了？吃饭去了。又吃饭去了？小三儿带公主去哪家吃的呀？大碗菜馆。老爷子瞬间就默了，京城地界上有这么一家馆子？爷爷，改天我带你去吃。玉小小跑到老爷子跟前，把老爷子的手臂一拐，说道：那家的菜呀，比得意酒庄的好吃多了。被小孙媳妇这么一拐，老爷子半天没回过神来。这辈子除了年轻时候的老夫人，老爷子还没被小姑娘这么碰过呢。爷爷，我服你啊，你今天吃了什么？老爷子看看自己，再看看拐着自己手臂的公主殿下，一老一小，算了，管他妈的男女有别，让小孙媳妇扶着自己走路又有什么关系啊？你先跟我说说，你跟小三儿刚才吃了什么呀？肉圆子、鱼、虾、鸭子。这么多呢？是啊，还有呢，还有松鼠桂鱼。爷爷，为毛这菜叫松鼠桂鱼呢？我没有看见松鼠肉啊，盘子里只有一条鱼。那是祖父？他们的祖父啥时候这么亲切慈祥过？顾星朗也是愣了半天。祖父很喜欢公主啊。会不会说话？祖父那叫疼爱。顾大少爷一巴掌就拍在小弟的脑袋上。顾星朗抿嘴一笑。顾大少爷觉得，哎呦喂，这个冰山现在也能笑得跟花一样了。有了媳妇儿的人就是不一样啊。玉小小把老爷子送回了书房，坐在书房里跟着老爷子一起对赵秋明一家破口大骂，问候赵家的列祖列宗，并且在最后跟老爷子相约，改天他们一起去刨赵家的祖坟去。老爷子觉得这一通骂得爽，玉小小觉得终于找到一个跟自己有共同语言的人了。老夫人由徐氏夫人陪着在书房外站了一会儿，听着里面的一老一小骂赵相爷生儿子一定没屁眼这样的话，听得忍无可忍。多少年了，他跟着这老军痞有约在先，在军营里什么粗荤话都可以，回到家之后这些话一句都不准说。老爷子跟着老夫人过了几十年了，这规矩一次都没有破过，所以3个孙子除了顾星言养成了大大咧咧的性子，顾星诺和顾星朗都是文武双全的翩翩公子。今天这是怎么了？老夫人气得身子发抖，这老头子说的都是什么话呀？徐氏夫人也皱眉，书香门第出来的小姐其实都听不得粗鄙之言。徐氏夫人心里不喜，但是也没敢作声，扶着老夫人就往走廊外走。母亲，父亲这是高兴。你公公从军之人，说话不能入耳也就罢了，堂堂皇家公主怎么也……罢了，这就是星朗的命数。徐氏夫人没有接老夫人这句话。玲珑公主不似闺阁淑女，其实徐氏夫人也隐隐有些失望，但徐氏夫人记得玲珑公主的恩，习武也罢，说话粗鄙也罢，只要玲珑公主可以和顾星朗举案齐眉的过日子，那徐氏夫人就觉得自己没什么不能忍受的。奶奶和娘怎么还不进来啊？玉小小开了书门，往门外望，看着徐氏夫人扶着老夫人走出了院门。老爷子脸上的笑一敛，刚才他骂得开心，忘了跟老婆子的约法了。爷爷，我要去把奶奶和娘叫回来吗？算了，随他们去吧。他们女人家有女人家的事儿，公主你不用管了。
一个没当女人的自觉，一个把面前姑娘当成了自己的小伙伴，所以老爷子的这句话说的人听的人都没有觉出有啥不对来。祖母、母亲，新郎回来了。质子的事儿，这么大的事儿，你也不知道先行，命人回府知会一声。公主还小，你也小吗？顾新郎有些惊讶了，一向是老爷子训他，老夫人宠他，今天这是怎么了？祖母，新郎只是一时忘记了。忘记了？我与你母亲在家中担惊受怕，你就不想着我们了吗？我听说你与公主去吃饭了。新郎啊，你做事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没有分寸了？百善孝为首，老夫人没说一个脏字儿，可话意都是在说顾新郎不孝，这个指责就有点重了。顾新郎要是这会儿能跪的话，就得给老夫人跪下来请罪了。生平第一次被祖母这样责骂，一向是个孝顺孩子的顾新郎不知所措了。祖母，您今天这是怎么了？日子总归得你自己过，祖母还能陪你几天呢？祖母，您会长命百岁的。祖母，是府里什么人惹您生气了吗？徐氏夫人看着老夫人被长子说中了心事，说不出话来。公主跟你们祖父正在书房说话呢，你们去书房吧，我陪你们祖母去别处走走。在徐氏夫人看来，这无疑还是洞房花烛夜那一次，玲珑公主将老夫人拒之门外，再加上青玉的事儿，老夫人在府中人的面前失尽了颜面。性子要强的老夫人心里不生怨，那才是件怪事呢。唉，罢了，是我多想了。横竖你日后是由星诺给你养老送终。孙氏是个好的，嫡媳好，我还求什么呢？母亲，公主心地善良，儿媳没有什么不放心的。老夫人冷哼了一声，看玲珑公主出手打人的时候，她可没看出来这位公主心地善良来。那打仇人是很好，可是有朝一日公主殿下要在顾家待得不如意了，那被打的是顾家人呢。新郎的腿，哎呀，我都要愁死了。大夫说新郎要静养，你看看他现在天天的跟着公主往外跑，他静养什么？公主说新郎的脚会好。会好？哼，等新郎能走的那一天再跟我说这话吧。母亲啊，公主不会害新郎的。以前新郎跟父亲和兄长在军中，就没有真正的出门玩过。儿媳看新郎跟公主在一起很开心，儿媳很感谢公主。那是公主殿下呀，她就是杀了青玉，母亲您又能如何呢？这下子老夫人更加没话可说了。是啊，那是皇家的公主，你再看不上，你能拿公主怎么地？别说顾新郎喜欢这公主，顾新郎就是不喜欢，他们顾家敢把公主殿下休出门吗？婆媳俩小声地说完话之后走远了。王嬷嬷带着小庄和小魏从树后面绕了出来。王嬷嬷朝地上吐了一口唾沫，说道：“就她还嫌我们公主呢。”嬷嬷，公主哪儿不好了？老糊涂了呗，我们公主哪儿不好啊？就是，没我们公主，她还能住回来吗？玉子义没事儿，换成玉子明倒霉。王嬷嬷原先感觉得很幸福，可站在树丛后面听老夫人说他们家公主不好，王嬷嬷的幸福感顿时就不见了，恨不得冲到老夫人的跟前，好好的跟着老太太理论一番去。这桩婚事到底是谁占了便宜，谁吃了亏？凭什么嫌弃他们家公主不好啊？走了一个青玉，说不定明天还来个蓝玉，后天再来个白玉，谁知道这老太太打什么主意呢？听王嬷嬷提到青玉，想到那天晚上青玉对自家公主的下场，小庄跟着小魏一起默了。看来什么玉都不会有好下场。公主呢，在阴谋诡计上是差了点，可是他们家公主一巴掌能拆一幢楼，哪个女人扛得住啊？方才祖母和母亲来过。来过，不过没有进屋，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就走了。你跟祖父当时在说话？是啊，我跟祖父那个时候在商量事情呢。怎么去刨赵家祖坟，这可是件要严肃对待的事情啊。顾星朗更加不明白了，这也没有人惹着他祖母呀。花开了，玉小小这个时候在一处花台前停了下来，让顾星朗看花台里的花。花台里几簇秋菊开得正好，花色嫩黄，没经修饰，菊叶长得乱了些，但自然长成有自然长成的味道。公主喜欢菊花？我什么花都喜欢，仅限于花啊。超出于自然植物范畴外的那啥花，玉小小不爱。什么叫仅限于花？顾三少也不明白，正想再问，顾星诺的两个儿子沿着游廊朝着这边跑了过来，一边跑一边喊道：“
三叔，公主殿下。见两个小侄子，顾星朗的脸上笑容又多了一点。跑慢一点。玉小小等着两个小肉团快跑到近前了，上前一步，一手拎一个，把两个小肉团子都拎在了手上。为什么喊他三叔，喊我公主殿下呢？因为你是公主殿下呀。顾进4岁了，可口水还是有些控制不住，还吸溜着口水问玉小小道：“那我们喊你什么呀？”过去身边的人都叫自己教官，可是好像这边的人不兴叫这个。玉小小想想，决定还是慎重一点。小顾，他们应该叫我什么？呵呵，小顾。顾寻是个聪明的孩子，马上就举一反三，问玉小小道：“那我们喊你小玉吗？”哎妈！玉小小打了个寒战，这个称呼太不适合他了。不可对公主殿下无礼。太难听了。为什么难听啊？因为有4个字儿，喊我一个人等于喊2个人的名字，多麻烦。对了，小胖子，你会数数了吗？顾进马上就开始数数给玉小小听，1、2、3、4、5，数得很认真。我也会数数啊，那你也数给我听听。顾星朗一听，这话题又一次偏到天边去了，忙就开口道：“公主，你把他们放下来吧。”这样拎小鸡仔似的拎着2个娃，顾三少爷知道自己的小媳妇儿累不着，可是这画面太上眼了。玉小小把2个小肉团放在了地上，他现在还是不太习惯跟小孩子这种生物相处，总觉得太细皮嫩肉，骨头也太脆弱。他要是力气大一点，很有可能把这些小生物给玩坏了。公主殿下，他们应该喊我什么啊？除了公主殿下之外。三婶儿。玉小小憋嘴，从姐姐直接上升为婶，这跨度太大了点吧？顾寻跑到了顾星朗的跟前，很小心地避过了自家三叔的脚伤，依偎在了顾星朗的身旁，说道：“三叔，那你叫三婶什么？”公主。啊，咱们能别提这个公主了吗？他忍了好几天了，非要这样密集轰炸一般的提醒他有一个昏君爹吗？他不想做公主啊。那公主想我喊您什么？教官。玉小小说，这少年也是当兵的人，喊他一声教官很合适啊。顾星朗跟2个小肉团子一起眨巴眼睛。教官是什么官啊？玉小小惊了，这个世界没有教官吗？军队里没有教官？我们军里有教头。教头？玉小小把头摇了摇，算了吧，他对教人如何提高智商没有兴趣。那我喊你玲珑。哎呀妈呀，这名字玉小小肝疼，他何德何能要这么一个文艺的名字？你叫我小小好了，我还有个名儿叫玉小小。小。这个名儿一般人我不告诉他的。这话在顾三少听来，这应该就是贤宗和皇后娘娘给公主殿下取的小名了。公主家的小名除了父母家中血亲，也就做丈夫的能知道了。顾星朗俊俏的脸突然就又有点发红了，很开心，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嘿嘿，小小。进儿，你得喊三婶儿，不可以没大没小。进小肉团把小肉脸一耷拉，哦了一声。王嬷嬷这个时候带着小庄和小魏找了来，在给顾星朗行礼的时候，那阴沉着的脸把顾星朗吓了一跳，说道：“嬷嬷，这是怎么了？”“没什么，奴婢请驸马言安。”“嬷嬷，我没带你去吃饭，你生气了？”王嬷嬷不想跟这俩货说话，一个她看着堵心，另一个看了一眼玉小小。王嬷嬷伤心，公主殿下现在除了吃就是吃，还能不能想点正事了呀？顾星朗打量着王嬷嬷的神情，说道：“嬷嬷，七殿下无事了。”“七殿下没事了，可是他家公主有事啊。”王嬷嬷瞪了一眼小庄和小魏，说道：“你们还不伺候驸马爷回房吗？一点眼力劲都没有。公主要你们干什么？”“嬷嬷，我晚上带你去吃小吃。”“公主在。”“奴婢现在不想说话。”玉小小乖乖的闭嘴了。到了王嬷嬷这个年纪，又是没有成家的中年妇女，应该是更年期提前到了。顾星朗回了房，单独把小魏留下来问话。小魏没有跟顾星朗隐瞒什么，把老夫人跟徐氏夫人说的话跟顾星朗说了一遍，最后跟顾星朗说道：“驸马爷，老夫人为什么不喜欢公主啊？”顾星朗尴尬之余又觉得心乱，反问小魏道：“你觉得呢？”小魏无语了。从暗卫做到小厮，他就不说什么了。现在他还得为驸马爷的内宅之事负责了。天下有做暗卫做到他这份上的吗？你退下吧，事情我知道了。小魏迟疑了一下，还是为了自家公主把嬷嬷出卖了，跟着顾星朗说道：“嬷嬷觉得
老夫人喜欢那个青玉。这一口老血把顾星朗憋得够呛，怎么又是青玉啊？小魏下完刀子，看着顾星朗的脸色不好，行了个礼，拔腿就跑了。玉小小这时蹲在暗房，面前放着草汁和米汁的混合而成的培养液，里面正在生成的就是青霉素。玉小小看着罐子发愣，一会儿想该上哪里找个心理医生来帮王嬷嬷看看更年期的问题，一会儿又在想文风林明明是个弱鸡，为毛会被残暴女帝抢来当皇夫了呢？这里面一定有阴谋，只是这阴谋是什么，玉小小的脑子天生不适合想这么深奥的问题。王嬷嬷坐在暗室外面的走廊栏杆上，也是一脑门子的官司。婆媳关系处不好，最后吃亏的还是他家公主。这事儿要怎么办呢？干脆要不分府，让自家的公主和驸马爷单过算了。刚过门就喊着分家，这对自家公主的名声不好。王嬷嬷抱着脑袋愁死她了。这天晚上，玉小小到底也没能跟顾星朗再去大石桥头的夜市去吃小吃。老夫人发话要全家人一起吃顿饭。老夫人原本听说顾星朗还要带玉小小出去吃，心里就更加的不高兴，说要全家人一起吃顿饭，其实就是想让玉小小心塞一下。老夫人没有想到公主殿下不但来了，心情看得还很好，一口饭没有少吃，估计还是吃的最多的那一个。老爷子看着玉小小吃饭看得高兴，吃饭就得像公主殿下这样吃的香甜才叫吃饭。斯斯文文一口菜在嘴里嚼上10来下再咽下肚，那是穷酸作败。他们从军之人就要大碗喝酒，大口吃肉才痛快。老爷子一高兴，晚上的饭也多吃了一碗。老夫人却吃了一半就吃不下去了。玉小小看着老夫人不动筷子了，还很关心地问了一句：“奶奶，你吃饱了？”人老了，吃不了太多东西了。我这个老婆子不能和男子比啊，女人家就得有女人家的饭量。祖母，玲珑公主这都3碗白米饭下去了，这话摆明着就是在说公主不像个女儿家呀。顾星诺不赞同地看着老夫人，一家人吃个饭还要这样打鸡风吗？吃饱了吗？他不能跟老太太急着白脸的争，他带玉小小走就是了。院子里还有小厨房，大不了一会儿他跟公主在自己的院子里再吃一顿，桌上这会儿还有不少的菜呢。玉小小怎么可能走？只吃半碗饭太少了，人不能吃，那离死就不远了。顾星诺喷饭了，这下子顾大少爷不赞成的目光投到了玉小小的身上。老人家有些左性，无事就是了，怎么能开口就咒人家老人家死呢？顾星朗偷偷拉了一下玉小小的手，他相信自己的小媳妇儿没坏心，最多就是不会讲话。我知道好多姑娘都要苗条身材，可奶奶你这个年纪还要什么身材？你看王嬷嬷，她天天说减肥，可她喝口水都长肉，胖瘦是天注定的，所以人该吃东西的时候还是得吃。老夫人这时候整个人都不太好了，在京城的贵族老太太里，老夫人的身材算是最标准的一个，就比年轻的时候胖了那么一点点。现在公主这个货在跟她说什么？说她为了减肥不吃饭，这种作死的名声传出去，她以后还要见人了吗？奶奶，我跟你说。公主。顾三少看自家小媳妇儿还有继续要说下去的打算，忙就冲玉小小摇头，示意媳妇儿你快住嘴巴。事关身体，奶奶不吃饭这件事情我们不能不管，你的孝道呢？顾星朗抬手抹了一把脸，好嘛，这一大顶帽子落在他头上了。再说了，我让你喊我什么的？玉小小的思维一向跳脱，话题突然就又跳转了。顾星朗愣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可是当着家中人，他喊不出口。小小，顾进这个时候小手拍着桌子替他三叔喊了。哦，三叔害羞了。顾星朗的脸看着就红了。这是公主的另一个名字？大哥大嫂以后也可以这么叫我，公主什么的，我们是一家人，叫公主太见外了。公主，只怕我这么叫了，星朗会不高兴的。玉小小这里还没来得及问顾星朗为什么要不高兴，老夫人那里举起跟前放着的小瓷碗，重重地往桌上一放，把他埋汰了一顿，然后这几个小的就在这谈笑风生了。老夫人看着玉小小的眼神虽然还是平平淡淡的，但是老夫人现在对玉小小的警惕之心又多了几分。这公主看着不动声色的就让自己败了一回，掉脸又看着毫无心机的和丈夫大伯哥们说笑。顾寻和顾进这两个小的才认识她玉玲珑几天呢，也就跟着人这么亲近了。地宫里出来的女人都是好手段呢。
玉小小完全的不知道，就这么几句话的功夫，她在老夫人的心里已经变成了后宅内斗的小能手了。很不解的看着老夫人重重的放在桌子上的兰花瓷碗，嫌这碗难看，所以吃不下饭啊？这老太太是不是太娇贵了一点？到了末世抱着压缩饼干当饭啃，这老太太是不是得绝食死啊？我哪有这样的富贵眼？哦，那是手抖了。这碗看着很漂亮，买一个得花不少钱吧？老夫人再次气得身子发抖，她还没吃这位用这位的呢，这位就已经在心疼钱了。公主殿下，地宫里的碗筷不比我们顾府里的精致百倍吗？老夫人拿话刺玉小小，你一个皇家公主心疼一只碗，眼皮子这么浅，传出去也不怕别人笑话。奶奶，你喜欢地宫里的碗筷啊？我带了不少出来，一会儿我送你一套用。整个风华殿都被他搬空了，送一套宫里的碗筷，玉小小一点也不肉疼啊。老夫人这会儿觉得玲珑公主不仅是宅斗小能手这么简单，这位简直就是杀人不见血的恶毒之人了。让她用御用的碗筷吃饭，天底下有敢私用御赐之物的人吗？这公主是想要她的命啊！顾新朗默默地剥了一碟子油爆河虾，送到了玉小小的面前，说道：“小小，吃虾吧，趁热吃。”现在除了吃的，还有什么能让自家的小媳妇儿放过老太太的？顾三少不敢看着自己的祖母，只敢看着自己的小媳妇儿埋头苦吃。老夫人看着顾新朗一声不吭伺候玉小小吃饭的样子，心里就更加来气。有大男人伺候自己媳妇儿吃饭的吗？皇帝的女儿金枝玉叶，他家顾新朗也不是被虐待长大的呀。夫人还有话要说。老夫人就觉得这老头子在幸灾乐祸，看着他在小孙媳妇面前一败涂地，这老头好像自己打了胜仗一样开心呢。祖母，公主没有恶意，她只是关心你。一会儿让厨房再准备些粥面，祖母再用一些啊。玉小小塞了一嘴的虾肉，抬头为自己证明道：“恶意？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顾新朗伸手自觉的就给玉小小盛汤喝。这是鸽子汤，小小，你尝尝。奶奶，我希望你跟爷爷都长命百岁，以后谁要对你有恶意，你告诉我，我大嘴巴抽他。一说到动手干架，玉小小身上就能迸发出杀气来，眼中也有凶光外露。老夫人一内宅老太太真心怕这样的玉小小，听了玉小小的话之后，愣是没敢接上话来。顾新朗把一碗鸽子汤放在了玉小小的面前，细心的把汤面上的油花都撇掉了。玉小小低头喝汤，一碗汤在公主殿下这里2口头的事儿。吃饱了？桌上还是有菜没有吃完。玉小小看顾星诺还在吃，想想老太太一会儿估计饿了也要吃，想着省点口粮给大哥和老太太，玉小小冲老爷子点了点头。行了啊。顾新朗也点了点头。他现在天天喝药，苦药倒胃口。顾三少爷现在要不是跟着玉小小吃，一天吃的东西喂只猫估计都不够。那你们先回房吧。公主若是还想吃啊，让小厨房再做。我看一会儿啊，天得下雨，你们晚上就不要出门逛了，明日再去啊。是，祖父，孙儿知道了。玉小小拿手背把嘴一擦，起身跟老爷子、老夫人、徐氏夫人、顾星诺夫妇两个小肉团子道了声晚安，才推着顾新郎走了。晚安？皇家是怎么问安的？你这样有意思吗？伤口上的是上好的伤药，可是还有些发炎了。玉小小轻轻碰了一下伤口，顾新朗的神情就得痛楚一下。疼吗？有一点。有点发炎了。伤口恶化了？这几天脚踝的伤处一直在作痛，但都在顾新朗可以忍受的范围之内，所以顾新朗人间表现的就跟没事人一样。手下额头的温度有些高，玉小小弯腰拿自己的额头贴了一下顾新朗的额头，皱眉道：“你在发烧啊？你不难受吗？”“还好。”“英雄。”“我病得很重。”“不怕，只要你不是过敏体质，等我把药弄出来，伤口发炎什么的，几天的功夫就能好。”“过敏体质？”“医学术语你不知道就算了。嬷嬷给你去熬药了，我先替你擦个身。”“让小厮们来吧。”“我又不是没有看过你光屁股，你还矫情个什么劲儿啊？”“矫情？”顾新朗消化这个词儿就得消化半天。玉小小给顾新朗擦身子，看着顾新朗喝药，又坐在床边陪着顾新朗说了一会儿话，直到顾新朗药劲儿上来，昏昏沉沉的睡了过去。“公主啊，
驸马爷的伤到底能不能好啊？能好，就是接个筋呐。这伤他要是没本事治，还活在末世里的那帮损货们应该会笑话死他吧？那要是好不了了呢？好不了，反正他有命活着不是吗？那你怎么办呢？能活着就好，有我在呢。闭眼睡着的顾星朗眼皮微微颤动，身旁坐着的这个女子让他心安。玉小小在这个晚上失眠了，吃饱喝足，哄完了少年之后，公主殿下开始思考人生了。面前应该有个阴谋在等着他。既然永生寺被6国共同尊崇，地位至高无上，那身为少师的文风林应该有自保能力。装成贞洁烈夫样被残暴女帝抢到身边，这个人在图什么呢？玉小小不知道。但是这会儿文风林再次出现，这个人只是来奉天京城旅游的吗？玉小小坐起身，身旁睡着的顾星朗打着微鼾，已是熟睡了。玉小小摸了一下顾星朗的额头，顾星朗的烧这会儿已经退了，想不明白敌人的阴谋诡计要怎么办呢？玉教官的策略就是他要去听敌人的墙角，不管什么样的秘密他都要认真听墙角，就不可能查不到。公主殿下新嫁妇不可能被黑衣，所以玉小小开了衣柜，翻了件顾星朗的纯黑色的衣袍出来，把袖子卷了卷，裤腿卷了卷，腰间扎条黑腰带。顾三少的衣服虽然大，但难不住玉小小。这个世界女子的发髻，玉小小是不会弄的，简单的给自己扎了一个马尾辫，跑到床前，再看一眼熟睡着的顾星朗，玉小小闪身就出了房门。顾星朗平躺在床上睡着，一个当将军的人，睡觉的样子却很乖巧，绝不会手舞足蹈，在床上乱翻跟头。顾三少也是一点也没察觉到这会儿自己身边少了个人。玉小小也没从顾家的大门走，随意的走到了一处院墙，纵身一跃，人就出了顾府。玉小小这会儿站在顾府的院墙外，望天想问题，他该上哪里去找文风林呢？3更天的更声由远及近的传到了玉小小的耳中，听着打更人一遍遍的喊着天干物燥，小心火烛，手指抠一下身后的院墙。玉小小决定先去地宫里找找这个人。永生寺的少师怎么想也应该是那昏君的贵客。玉小小记得地宫里是有佛堂的。什么？地宫里入夜不留外男？对不起啊，这个规矩打末世来的外来人口怎么可能会知道？想干就干。玉小小一路脚下风声地跑到了地宫。地宫入夜后的戒备比白天里更加的森严，宫门前更是灯火通明，在灯火照映下，禁军们身着的盔甲泛着寒光，若是久观会有炫目之感。城楼上掉落了块小石子，发出很轻微的啪的一声响。城下的将军抬头看看城楼，城楼上的禁军们持械肃立，没有异常。玉小小跃下城楼，他跟王嬷嬷去过几次地宫里的佛堂，所以佛堂所在的位置玉小小很清楚。把身体引入黑暗之中，玉小小身形极快地往佛堂跑去。奉天地宫的佛堂叫静香堂，这会儿佛前的长明灯还亮着，只是看不出有贵客入住的样子。玉小小把静香堂里外找了一个遍，尼姑和带发修行的女子她看了几十位，可就是没看见和尚。预测错误啊！玉小小站在一间佛殿的门外，心里爆着粗口：姓文的娘炮到底住哪里去了？京城里的和尚庙吗？我勒个去啊！玉小小很烦恼，他对身在的这个城市还不熟啊，京城总共有多少和尚庙他都不清楚，这要他怎么找？就在玉小小准备出宫满京城找和尚庙，路过一处殿房的时候，听见一个小孩子的哭声从这殿房南边的一个角落里传了出来。这哭声分辨不出男女。玉小小翻墙进入了这个殿房，小孩子可是人类的珍宝，怎么能让珍宝在深夜里哭泣呢？玉小小就看见一床缎面后被里鼓了一团，哭声就是从这被窝里传出来的。啊，谁欺负你了？小孩冷不丁的被人掀了被子吓傻了，抬头看着玉小小，一句话也不说。玉小小打量着这小男孩，这孩子可能没有顾家的2个肉团长得好，长得跟小豆芽菜似的。不过因为人瘦，小脸很小，眼睛看起来就很大，泛着泪光，忽闪忽闪的，看着倒也挺萌。怎么不说话呀？你是肚子饿了？你是刺客？我去！玉小小觉得这小孩的智商应该挺高的，这么屁大点的豆丁就知道刺客这种生物的存在了。你是来杀我的？我穿一身黑衣就是刺客了。你是谁啊？报个名字出来我听听。我叫玉子明，16殿下。我操，
这是赵飞的亲生儿子。玉小小面瘫了，看着面前的小豆丁，为了让赵飞永无翻身之日，他是掐死这小六子好呢，还是掐死好呢？你要杀就杀吧，反正我母妃也不要我了。见鬼了，赵飞的儿子已经学会视死如归了。刺客，能不能下手快一点？我不想疼。玉小小弯起手指，在豆丁的脑门上敲了一下，没敢用劲，怕把这豆丁的脑袋敲出个洞来。什么刺客？我是你姐，你不认识我？不用看了，我真是你姐。我要是刺客早就杀了你了，还坐着跟你废话吗？大黄姐，不是你姐，我怎么进宫来？跟我说说，你为什么哭？玉小小这话玉子明信了，一般人进不了地宫啊。我要走了。哦，这个我知道，你要去朱日国了。母妃不要我了。想想睡在外面睡得跟死猪似的两个嬷嬷，玉小小眉头一皱，豆丁的眼睛都哭红了，哭了这半天都没有人进来看一眼，这摆明是保姆在消极怠工了。这小豆丁人还没走呢，赵飞就已经不准备管这儿子的死活了。我听嬷嬷说，母妃以后还会再生个弟弟，母妃不要我了。玉小小切了一声，女人生娃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吗？赵飞跟了昏君这么些年了，怎么就只生了一个儿子？这女人其实是个傻的吧？我不想走。这要是一个善良心软的人类，应该会内疚。毕竟原先要受这份罪的人是玉子义，而不是玉子明。玉小小不是坏人，但心肠绝逼不软。她很坦荡荡，总归要有一个皇子去朱日当质子。她同情眼前的这个豆丁，那之前谁又会同情玉子义呢？再说了，跟在贤宗这个昏君还有赵飞那小婊子的身边，还不如远离呢。说不定去了朱日，玉子明可以长成一个有为青年也说不定啊。其实呢，去朱日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反正你妈，我是说你母妃准备再生一个了，她又有一个儿子了，哪有空还管你啊？我们国家现在很不好，你去了朱日好好学习，学了本事回来，把我们这个国家变强大，这样不是很好吗？3岁半的小豆丁听不太懂玉小小的话，不过隐约觉得好像自己出远门也不是一件坏事。听懂我的话了吗？可是我去了朱日，我一个人也不认识呀，我还能再回家了吗？我会去接你回来，我从来不骗小孩子的。什么时候啊？等你长大，景墨就在城里，你认识了他，在朱日就有熟人了。这样吧，我带你去见景墨。大黄姐要带我出宫，不知道景墨什么时候走，我今天就带你出宫，害怕吗？能跟着大黄姐出宫，玉子明差点乐疯了，连连点头，小脸上能看出笑容来了。景墨这个时候在床榻上，正在一个妙龄女子的身上奋力耕耘着。这女子片刻之前还是少女，这会儿已经成了妇人。明明身体疼痛难忍，却还是记得自己要对着大皇子笑，笑得越媚越好。因为景大皇子只喜欢看身下的女子笑。玉小小到了得意酒庄外的时候，景墨尽了兴。不用走了，跟我睡一晚吧。想与我回朱日吗？这是奴婢的福分。可你是奉天人，能得大皇子的恩宠，奴婢不做奉天人也罢。这女子可不是什么青楼女子，而是奉天皇室专门送来给她玩乐的宫中少女。跟我说是玲珑公主。奴婢没有伺候过长公主殿下，一面也没有见过。长公主被皇后娘娘宠着，性子不知道天高地厚，下嫁顾家三郎。奴婢听说是被赵妃娘娘所迫，可笑长公主之前还一直当赵妃娘娘是好人呢。此时拎着玉子明这个豆丁站在了床榻前的玉小小很沉默。小白兔犯点名为天真的错，至于这样被个人都盯住不放吗？再说了，下嫁顾兴朗是他自愿的，这么英明的决定还是被人说成是傻叉啊。景墨的双眼不知道什么时候又闭上了，对着这女子的话不置可否。长公主殿下一直喜欢赵妃娘娘，她……玉小小一个手刀下砍，砍在这美女的后脖颈上，不能再让这美人说下去了。再说下去，她就是跟赵妃滚床单的货了。景墨冷不丁地感觉到脸上一阵寒风扫过，睁眼的同时翻身坐起，一把利剑已经出鞘握在景墨的手中，剑尖正对着玉小小的咽喉。玉小小也没躲，一手拎着玉子明，一手抬起，冲景墨摇了摇，说了一声嗨。你是何人？卧房外毫无动静，景墨的心往下沉，他这一嗓子音量足够大，屋外的侍卫们却全无反应。侍卫们已经全部遇害了。什么人派你来的？我的命值多少钱？啥？我是玉小，不是，我是玉玲珑啊。景墨瞪着面前的这张脸，发现他娘的真是玉玲珑。玉小小又冲景墨摇了摇手，说道嗨。嗨你妹呀！景墨差点血喷心，
手一松，宝剑掉在了床上。他都放过玉子义了，玲珑公主没有理由要杀他呀。公主殿下怎么来了？大晚上的，一个新嫁妇跑到别的男子卧房，这公主是怎么想的？想来找你谈谈。有什么事非得在半夜里谈啊？夜半私会时，公主殿下你不知道吗？玉子明用小炉柴手指着景墨说道：“大皇姐，她没穿衣服。”景墨僵硬地低头看着自己，这才发现自己这会儿正光着身子呢。有秋风从虚掩着的窗外吹进了屋里，景墨胸前的2个小红点在6道目光的注视下，一点点的、一点不受主人控制的立了起来。没想到你脱了衣服，身上还挺有料的，一看就是常年练武的人，跟顾星朗一样，穿着衣服看着消瘦，可光着膀子就能看出紧实的肌肉了。景墨下意识的就拿被子遮羞，可被子裹上身了，景大皇子又想起来，他一大老爷们儿害什么羞啊？应该害羞的人不应该是玉玲珑吗？抬头一看，好嘛，公主殿下还盯着他看呢。哎呦！玉子明在这个时候打了个喷嚏。冷？玉子明点了点头。玉小小拎起玉子明，就把小孩塞进景墨的被窝里了。景墨上边没穿衣服，下边也光着呢，被玉小小塞进了一个小孩进被窝，吓得死拽着被子不撒手。玉子明的小手在被窝里一摸，马上就跟玉小小报告道：“大姐，他没有穿裤裤。”景墨的脸色爆红，瞪着玉子明说道：“你别乱摸！哎呀，他一个小孩子，摸就摸吧，你的清白啊，一定没问题的。”景墨无语了，这到底是谁的清白比较重要啊？还冷吗？他就是景墨，他就是你以后要抱紧的大腿，快给景墨蒙一个。景墨完全听不懂玉小小在说什么。你先把他弄到旁边去。美人身上盖着被子，虽然被玉小小敲晕了，但春光没有外泄。玉小小把美人连同被子一起抱来放到屏风外头的坐榻上去了。景墨趁着功夫拿了一件外袍套在身上，被人光屁股鸡堵被窝里，这对景大皇子来说还是开天辟地第一回。这感觉景大皇子恨不得自己这只是噩梦一场。玉小小送完了美人回来，往床边上一坐：“我们谈谈吧。”景墨看着玉小小就想，啊，这原来不是噩梦啊。公主深夜来访，有失礼数，这要传将出去，公主想过你的名声吗？名声这玩意儿能吃吗？要不你先把裤子穿上。混蛋呐！景墨想暴跳，你的名声跟我穿不穿裤子有什么关系？到底有什么关系？不是我想抢你，是你跑来看我光身子的呀。他是谁？玉子明，我家小六子，要跟你回朱日的那个。你等等。景墨冲玉小小一抬手，让玉小小给点时间让他思考一下。他是玉子明？玉小小点点头。他是赵飞的儿子？你没事吧？跟女人滚一次床单不够，这位是欲求不满，所以不跟他在一个谈话频道上。我能有什么事啊？你知道他是赵飞的儿子，你还带他来找我？我为什么不能带赵飞的儿子来找你啊？你就这么想他死啊？自己不好下手杀弟，怕连累顾星朗，所以跑来找自己帮忙下杀手。你知不知道，他若是死了，我说不定还是要带玉子义去朱日的。我为什么要杀他？没有人要杀他呀。你不想我帮你杀人，你带他来干什么？玉小小试图把景墨的话理出个逻辑来，可是不是七窍玲珑心的人，又怎么可能弄明白这位本土腹黑人士的权术之心？玉小小琢磨了半天也没能想明白。我想让你多照顾他一下，他还小，虽然爹妈不是东西，可是我家小六还是很可爱的，是不是？这会儿轮到景墨绞尽脑汁的想玉小小的话了。爹妈不是东西，赵飞骂也就骂了，连着贤宗一块骂，这样做真的好吗？玉小小冲玉子明眨了一下眼睛，姐弟俩在来的路上已经商量好了，当姐姐的一眨眼，当弟弟就开始卖萌。玉子明冲景墨咧着嘴笑，使劲地眨巴着大眼睛。景墨脑仁疼，一阵一阵的疼，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了？英明神武的景大皇子平生头一回对自己的智商产生了怀疑，自己不会是个笨蛋吧？怎么看不明白玉玲珑的图谋呢？玉小小看着景墨紧锁着的眉头，就在想，我是不是提了一个很过分的要求？照顾一个小孩子很麻烦吗？景墨脑子转了半天，看玉子明已经点头打瞌睡了，把玉子明放到了自己身后躺着。你这样做就能让他们母子离心了？啥？有道是母子连心。
景墨觉得玉小小这样做太想当然了。你如今对她照顾一二，六皇子就会不亲赵妃，亲你这个皇姐了。公主啊，她与七殿下同为皇子，就算七殿下是嫡皇子，日后赵妃若是入主中宫，她也是嫡子的身份，你觉得她会甘心屈居七殿下之下吗？不懂。景墨气乐了，说道：公主在我面前不懂不要紧，公主自己心中明镜就可。心中明镜，这什么意思啊？要我在胸脯里植个镜子进去？这是什么变态的要求啊？这个我做不到。景墨想跟玉小小动手了，装傻有意思吗？你把我家小六照顾好就行。赵妃哪那么容易就再生出一个儿子了？只要小六在你手里活着，赵秋明那货就一定得听你的话，让他帮你害你弟也行，敲诈他也好，反正他人品贱格，穷的就只剩钱了。景墨的头更疼了。你能说点我能听懂的话吗？你哪句话听不懂啊？你知道赵秋明与景谦的事？玉小小一愣，景谦不是景墨的弟弟吗？这人跟赵秋明有什么事儿？公主是愿意帮我了？玉小小点头，做不成姘头还是可以做小伙伴的呀。那公主觉得我要如何对付景谦？这货弑父徒弟登上的皇位，要怎么对付景谦，这还用他说吗？哎呀，得不到父爱你就不要强求了，只要自己够强，你还怕谁？玉小小对景墨小小的同情了一下，得不到父爱的娃心里也一定很苦啊。景墨抬手抚了一下自己的眼，夺嫡之路，有人走权谋之道，有人走王霸之道，之前看来是他走错了路。母后不得宠，父皇视他的母族为敌，他就是再求皇宠，费尽心机，又能求到什么呢？玲珑公主说的没有错，求不到的东西又何必强求？他景墨为什么不走一条佛挡杀佛，魔挡诸魔的王霸之道？睁眼再看玉小小，景墨目光幽深地看了玉小小半晌。可惜公主不是男儿身啊。女人怎么了？谁说女子不如男？谁说女子不如男？景墨默念一遍玉小小的话，失笑道：公主好志气。她以后是要当女皇的，没点志气怎么行？谢谢。景墨跟玉小小道谢道：我做了什么呢？玉小小还是不明白，谢他把玉子明带过来跟他培养感情吗？我会照顾好你六弟的，只要有我在，诸日就没人可以伤他的性命。能再给他找几个好的老师吗？老师？公主想让六殿下学什么？随便吧，小孩子就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公主的见识高远。是啊，玉小小嘴角扬了一下，她的见识可比这个世界的人类那一定是要高深很多，中间跨越了多少千年呢？我屋里的东西，公主可以挑一件走，算是我补给公主殿下的礼物。玉小小往四下里看，不要钱的东西，她不拿白不拿呀。景墨指一下窗下的几个木箱，财大气粗地说道：那里就是一些珠宝，公主若是不嫌弃，可以带一箱走。景墨的意思很清楚，你就搬一箱子珠宝回去吧。玉小小的目光却只是在那几口箱上一扫而过，天知道为什么他这会儿对珠宝提不起兴趣来。跑了大半夜，玉小小这会儿肚子饿了。一箱不够吗？那你拿2箱走。你要给我2箱珠宝？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要那个。你要什么？这糕你还要吗？景墨摇了摇头。那行，我带走了。玉小小抖开块手帕，开始往手帕里码放糕点。你就要这个？这会儿商店都关门了，你给我钱我也没处买吃的去。想想那天公主殿下一个人干完一桌子菜肴的事迹，景墨喉头吞咽了一下。这里太轻了，几碟米糕能值几个钱呢？傻！玉小小吞了块点心进嘴，这个是实打实能保命的东西，有什么能比命更重要？末世的时候，人类拿美元当草纸用，金砖熔做了武器，钻石就是小玩意儿。没有商品，再多的钱有什么用？能从地里种出庄稼来的，那才是救世主。景墨觉得玲珑公主这是又在跟自己打讥讽呢。你答应好好照顾我家小六了？是，我亲口答应公主的事，我一定会做到。那行，我欠你一个人情，你想要什么？我想要公主拿1箱珠宝走。我这个人不爱钱。算了，以后我要是穷了，你记得我存了2箱珠宝在你这里，到时候你记得给我就行。这人一定要给，那玉小小就却之不恭了。钱多存几处有好处，就跟人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是一个道理。景墨笑，这是要跟自己共富贵的意思了。好，我替公主保管这2箱珠宝。就这么说定了，我带小六走了。那公主是不是留一个物件给我呀？
结了同盟，总要留下点什么当信物吧？妈的！玉小小心里对景墨又有些不耻了，礼物他都还没有拿走呢，这货就想着要回礼了，真不是汉子所为。看看自己的身上，兜里连个铜板都没有，他要留下什么来啊？景墨也看出玉小小身上现在什么配饰也没带，就戏谑道：“要不公主，你给我几根青丝？”青丝是什么？对于玲珑公主的装疯卖傻，景墨已经习惯了。青丝就是公主的发。头发？玉小小真心无法理解景墨这人了。头发很值钱吗？拿起景墨掉在床上的宝剑，玉小小抬手就把自己的马尾辫割了一截下来。景墨目瞪口呆，拿着吧。公主，你确定你要给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女子赠发于男子，这是定情之意啊。玉小小奇怪道：“不是你要的吗？他头发都割了，这人不会又不要了吧？”景墨伸手将一小指长的一簇青丝接到了手里。护国寺高塔的露台上，风铃少师看着雨棚外的秋雨，跟城关国师说道：“一场秋雨一场凉，城关，你要多着些衣物才是啊。”城关只穿了一件缁衣，在下着秋雨的夜里，的确是穿得太过单薄了。拿起已经烧开的水，为风铃少师和自己各泡了一杯茶。少师到奉天为何而来啊？师父说天数有变，变数就在奉天，让我来看一看。你就在奉天京城，你就什么也没有看到？嗨，天数有变，那自然有它变的道理，何必执着理由啊？破军必死，却未死，你觉得这个变数也不需要解释？本就是含冤之人，何来必死之说？那玲珑公主呢？公主殿下怎么了？她说我永生寺不值一提，皇后娘娘生子而亡，求永生而不得，公主殿下变了心意，这也是人之常情啊。风铃少师又抬眼看城关，主持让你来看变数。少师啊，请恕我直言，凡人如何勘破天机啊？万事不如顺其自然的好。我问你玲珑公主，你跟我说万事顺其自然，你在维护她，为什么？破军是煞星，亲缘浅薄，情缘亦浅，出则祸乱天下。只凭主持的一句话就认定顾星朗是破星，对三将军太不公平。你这是在说我师父错了？驸马虽早亡，但其他家人都在，他也已娶了公主为妻。驸马爷少年从军，这些年一直追随祖父兄长，在军中为国效命，保家卫国之人，何来祸乱天下之下？天命不可违，所以城关，你看着就是。哈哈，我一直在拭目以待。沸水在小炉中煮着，发出咕嘟嘟的声响。风铃少师未再发一言，起身离去。城关在少师走下露台之后，才紧锁了眉头。他受皇后之托看护玲珑公主。国师抬头看一眼暗无星月的夜空，回想那日预示人间大乱的星象，他真的能看护住玲珑公主吗？夜雨下了一夜，到了第二日清晨才渐渐停歇。顾星朗从睡梦中醒来，扭头看一眼睡在自己身边的小媳妇儿，还在睡眼朦胧中，嘴角已经露出了一丝笑容。有什么比一觉睡醒，扭头便见枕边人睡颜更能暖人心之事呢？把玉小小睡着的样子看了又看之后，早安吻什么的，纯情少年还没学会这个技能。顾星朗伸出手，准备摸一下小媳妇儿的头发。就在这个时候，有什么东西从后面在顾三少的屁股上踢了一下。准备摸自己媳妇儿的手往后一摸，顾星朗从自己的屁股后头摸出个小男孩出来。小男孩光着屁股，被顾星朗抓在手上了也没醒，吐着小泡泡接着睡。顾三少懵了，惊着了，一觉睡醒，媳妇儿睡身边，自己的屁股后头多出个小男孩来，这是个什么情况啊？顾星朗扭头看媳妇那会儿，从来睡觉时身边一有动静就可以起身作战的玉小小就已经醒了，只是知道顾星朗对自己无害，玉小小就闭着眼接着养神，打算再睡一觉。这会儿顾星朗弄出的动静大了点，玉小小才睁了眼。怎么会有个小孩？是啊，怎么会有个小孩呢？这小孩怎么上的我们的床？你觉得这小孩跟我长得像吗？顾星朗看了一眼在自己怀里睡着的小孩，他就是再能想也不会想，才13岁的媳妇儿就已经有一个3、4岁大的儿子了。不像，这孩子怎么长这么瘦啊？你在哪里发现他的？
我身后。身后？玉小小冒坏水道：“不会是你生的娃吧？”顾星朗差点没把玉子明扔到床底下去。他有这功能吗？公主，只有女子才可以怀胎产子啊。一点也不幽默。玉小小嘟囔了一句，显然顾三少的反应让公主殿下很不满意。要怎么才幽默啊？小小，因为怕你疼，所以我连孩子都替你生。当年他的一个部下就是用这种情话把老婆骗到手的。玉小小是在真心为顾小哥着急，一点也不懂情趣，以后的生活怎么能幸福呢？顾星朗瞠目结舌地看着自己的小媳妇儿，这种荒唐话是幽默？你怎么不说话了？顾星朗嘴巴动了动，他能说什么呀？玉小小抬手在顾星朗的脸上掐了一下，不逗你啦，他是玉子明。谁？顾星朗觉得，要不自己这会儿没睡醒，还在梦中吗？玉子明啊，赵飞生的。顾三少爷哆嗦了，这比他自己生个娃还惊悚，好不好？赵飞生的儿子怎么会在他的床上睡着？昨天晚上他魂魄离体跑到宫里，把六殿下绑来的。玉小小看了一眼小豆丁睡得直流口水吐泡泡的样子，让他睡吧，等他睡醒了我送他回家。回家？不是，我知道他家在地宫。小小，他是怎么来的？哦，我昨天进宫想去找那娘炮的，结果发现他躲在被窝里哭，我就带他去见了景墨。小顾啊，景墨跟我谈好了，小六去了朱日之后，他会照顾小六的。这话信息量太大了，顾三少爷需要时间思考。我也再睡一会儿。你……顾星朗喊求别睡，现在不是睡觉的时候。可是顾三少爷到底是个疼媳妇儿的人，说了一个你字出口，后面的话被他硬生生的咽了回去。出再大的事儿，天要塌了也不能不让媳妇儿睡觉，不是？此时的地宫里，与华妃娘娘为首的5位娘娘正跟赵妃娘娘当着贤宗的面对峙中。圣上，你快派人去救六殿下呀！六殿下一定是出事了。华妃就冷笑说道：“哼，妹妹还是把眼泪收一收吧。昨日圣上刚下旨六殿下去朱日，今天一早六殿下就不见了。妹妹说有人要害六殿下，这个该杀的凶手倒是会选日子。你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妹妹，你不想让六殿下去朱日，你可以好好求圣上，何必弄出这种事儿来，让我们大家都不得安宁？我没有。是啊，妹妹。容妃没有等赵妃喊完冤就说道：“皇子的安危可不是儿戏，你可不能跟圣上玩贼喊捉贼的把戏。地宫门禁森严，明光殿里那么多的宫人太监，谁有这么大的本事把六殿下从明光殿中带出呢？5位贵妃你一句我一句，总算是找着机会狠踩赵英山了。他们怎么可能放过这个机会呢？”贤宗极其难得的冷着一张脸看着赵妃说道：“你告诉朕，子明现在在哪里？”赵妃现在想死的心都有了，她再拿定主意要放弃玉子明，到底是她怀胎10月辛苦生下的，又小心呵护着养到了3岁半的儿子，现在儿子不见了，赵妃怎么能不心急如焚呢？贤宗见自己亲自开口说话了，赵妃还是一口咬定有人要害玉子明，坚决不承认是自己命人带走了他的6儿子。贤宗也动怒了，从皇后难产身亡开始，玲珑出嫁，景墨入京，左右跑来狮子大开口，贤宗的日子就一直不好过。现在就连赵妃这解语花都开始跟自己作对，贤宗满腔的怒火一个没忍住，全冲赵妃发了。华妃等5妃没有想到有生之年还能看到这一出好戏，虽然嘴里又开始为赵妃说情，但那话说的除了火上浇油就没有别的作用，一个个恨不得贤宗一怒之下干脆把赵妃这小贱人杀了算了。来人，你带人去赵府，问赵求明6皇子去哪里了？赵求明不说，就给朕审。华妃几个人顿时就想命人出去放鞭炮庆贺去，没想到圣上这一回这么睿智英明了。圣上，敬忠还得带人在宫里找6殿下的下落，他一个人如何做2份差事啊？敬忠，你不要去了，派禁军去吧。赵府里家丁众多，赵北城还是个大将军。就这么办吧。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明明之前一步步按着自己的谋划在走，没有出过一点错，现在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啊？到底是哪个杀千刀的带走了玉子明？赵妃气急败坏之下，一口血噎在喉咙里，晕了过去。哎呀，赵妹妹这也是为了儿子。贤宗都没看赵妃一眼，甩袖而去。顾府里，王嬷嬷魂不守舍的为玉子明穿着衣，他家公主坐在旁边吃早饭，吃得一脸的满足。公主啊，你怎么把6殿下带出宫来了呢？
他妈不要他了，我不能不管他呀。王嬷嬷就看着躺在床上的顾新朗，无声地问自家公主的男人，为什么公主要管赵飞的儿子？顾新朗对于王嬷嬷询问的目光无言以对，他什么也不知道啊。大黄姐，我的母妃真的不要我了，这不是你跟我说的吗？小豆丁认真地想了想，这话真是他昨天晚上跟他黄姐说的。是汉子呢，就不要天天想着女人，男儿志在四方嘛。这话不对吧？公主，母亲怎么能是一般女人啊？玉小小啃油条啃得头都不抬，嗯了一声，显然是对这话题兴趣不大。王嬷嬷替玉子明穿好了衣服，突然想起件事来，把六皇子推到驸马爷的怀里，自己冲到了玉小小的面前，喊道：“哎呀妈呀，我想起来了，公主，怎么了？七殿下，有人去喊二少爷带七殿下回来了吗？”玉小小包了一嘴的油条，看着王嬷嬷，完了完了完了，他把小妻子给忘了。让玉子明贴着自己的肚子坐着的顾新郎也囧了，他昨天一天就没想起他二哥来。忘了？王嬷嬷瞪着眼睛看着玉小小，玉小小把嘴里的油条咽下肚了，说道：“我忘了。”敢忘就要敢承认，公主殿下这么有担当的人，当然不会有错不认的。王嬷嬷扭头看向了顾新朗，自家的公主不靠谱，自家驸马爷也不靠谱吗？是我的错。王嬷嬷简直是在体会绝望的心情了。皇后娘娘在天有灵，究竟能不能瞑目啊？玉小小啃了3根油条下肚，走到床边上，塞给玉子明一个白面馒头，说道：“我带你回家。”你这就带他走？你还想留小六吃饭吗？顾新朗不说话了，他真不想。玉小小抱着玉子明就走，再把这娃留下来，他就得请这娃再吃一顿午饭了。粮食什么的，还是能省就省吧。王嬷嬷追到卧房门外，自家公主走得连影子都看不到了，只能又回头找顾新朗，忧心忡忡地跟顾新朗说道：“驸马爷，宫里会不会已经发现六殿下不见了？”顾新朗无语了：“驸马爷，你没想起这事儿来？他家公主脑子不经用也就算了，驸马爷带兵打仗的人，不能脑子也这么不经用吧？”顾新朗清晨醒来，受了一阵惊吓之后，陪着玉小小和玉子明又睡了一觉，脑子里空空如也，他什么也没想。这会儿被王嬷嬷问了，顾新朗才躺在床上把这件事情又想了想。人已经带出宫来过了一夜，现在再说什么好像都没用了。驸马爷，王嬷嬷这会儿能依靠的人只有顾新朗了。我进宫一趟，公主还小，她跟六殿下姐弟情深，这事儿我会跟皇上解释的。顾三少一句姐弟情深，让王嬷嬷虎躯一震，神情扭曲地说道：“也好，驸马爷等等，奴婢这就让小庄和小卫进来伺候你起身。”有驸马在旁边陪着，圣上一会儿发火，也算是有个人替公主分担一半怒火，对不对？王嬷嬷为了自家不省心的公主，不可避免的心里阴暗了。玉小小拎着玉子明翻墙出了顾府。大皇姐，为什么我们不走门呢？这样近。大皇姐，我要抱。玉小小想了一下，让小豆丁坐在了自己的肩头。当年扛火箭筒也是扛，现在扛个小豆丁那更不在话下了。大皇姐，我们这就回家吗？我想我外祖了。外祖？外公吗？我走了就看不到外祖了。玉子明的外公是谁？玉小小还想了一下，才想起来这小豆丁的外公不就是赵秋明吗？脚步停了一下，玉小小很是为难。他跑到赵秋明家，会不会一个没忍住直接点火烧房啊？大皇姐，真的想了？我想去找表哥玩。小孩子的心愿，玉小小总是愿意满足的。扛着玉子明，方向一转，往得意酒庄隔壁的赵府走去。顾新朗被小庄和小卫抬出的顾府大门，正要上车，顾兴诺从府里追了出来。新郎，你去做什么？进宫。圣上又传你进宫了。这老丈人见女婿的频率是不是太多了一点？公主昨天夜里把六殿下带到府里来了。顾兴诺脚一踉跄，没跌到顾新朗的怀里去。公主送六殿下回宫去了，我得去看看呀。公主带六殿下到我们府里来了，公主要做什么呀？大哥，等我回来再说吧。公主没有要害六殿下的心。顾兴诺心里掂量了一下，私带皇子出宫应该是死罪吧？不对啊，公主大晚上跑宫里去，无照入宫不也是死罪吗？啊！顾大少随即又想到，他的这个公主弟妹无照入宫好像不少回了。顾大少这才发现自己有一个天天犯死罪玩的弟妹。
玉小小带着玉子明按着直线最近的行军原则，在赵府的后门口站下了。赵府的前院这会儿动静很大，很多人在叫唤，还有女人的哭声。姐弟俩一起歪着脑袋听了一会儿，这个是什么声音啊？玉小小听着这声音不算太惨，人类遇上丧尸时比这个哭的凄惨多了。没事，你不是要去找你表哥们玩吗？我带你进去找他们。听着大黄姐说自己外祖家里没事儿，那玉子明就放心了，把小脑袋点了点。玉小小扛着玉子明，脚尖在地上一点，人就越过了赵府高高的院墙，进了赵府。大黄姐好厉害啊！玉小小看着自己站着的地方，水榭楼台的，看着像是个花园。你表哥们住在哪儿啊？不知道，他也是第一次到外祖家，以前都是表哥们进宫陪他玩啊。玉小小一听小豆丁也不知道他们的表哥在哪里，那我们找个人问问好了。好啊。赵府的前院里，赵秋明总算是体会到了什么叫做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的滋味了。跪在地上，把贤宗斥责他的圣旨反反复复地想了好几遍。六殿下不在地宫里。这将军看着赵秋明，他不是赵秋明的人，但将军也不想得罪赵秋明。今天赵妃惹了圣上动怒，说不定哪天赵妃就把圣上哄好了呢。相爷，此事事关重大，您还是快些将六殿下交还宫中吧。赵秋明扭头看了一眼自己跪在一起的3个儿子，是他们的儿子们偷偷把玉子明偷出宫来了？他的儿子们有这个本事吗？女儿要是想救六皇子，不可能不跟他这当老子的说呀。你们的大哥呢？3个赵公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摇头。他们从昨天晚上起就没有看见自家大哥了。赵秋明身上冒了冷汗，不会是赵北城那个二子把玉子明带走了吧？相爷，您若是交不出六殿下，那在下就要搜府了。赵家老小这会儿跪了一地，一听将军这话，相国夫人就又哭了起来。这一搜府不就等于在抄家了吗？半炷香之前她还是堂堂的相国夫人，转眼间她就要做阶下囚了，是个女人都接受不了这种落差。相国夫人这一哭，相府的女眷们都哭了起来。相爷，赵秋明在脑子里把得失飞快地计算了一遍。我昨日并没有见过六殿下，我要见圣上，这一定是有奸人要害六殿下呀。将军一听，得，父女俩说的话都一样，这话谁信呢？谁有这么大的本事，没有内应从宫里把一个小皇子抱走？真有这样的事儿，地宫成了菜市场，那他们这帮守卫地宫的人不都得被圣上砍头了？相爷，您不要为难在下呀，我心中坦荡，骆将军你尽管命人搜府好了。赵相爷笃定了玉子明不可能在赵府里，赵北城那个二子就是把六皇子带出了地宫，也不可能二到把六皇子藏在赵府里。现在只能是坦坦荡荡的任人搜府，只要证明了清白，贤宗那里赵秋明有自信，凭着自己的这张嘴，他能让贤宗相信这一次是他错怪了自己。那在下就得罪了。走。赵府的后花园里，玉小小带着玉子明一边找人，边看了一会儿栖在梧桐枝头上的翠羽小鸟。正准备接着找活人问六皇子的表哥们在哪里的时候，就听得身后有人一声喊：什么人？玉小小回头跟问话的人看了个眼对眼。这个人玉小小认识，他结婚那天跟这个人干过一架，这不是那个抢了顾兴朗战功的赵北城吗？赵北城看着玲珑公主扛着六皇子的组合，揉了揉眼睛，睁眼再看，娘哎，这对组合竟然是真实存在的。舅舅，赵北城梦游一样的走到了玉小小的跟前，问玉小小说道：你怎么在这里？我找小六的表哥们。赵北城光想玉小小的这句小六就想了半天。圣上来了。在赵大公子想来，没有贤宗带着，这两位再也走不到一块儿啊。赵北城一开口说话，满嘴的酒气。你喝酒啦？赵北城昨天为着六皇子的心情不好，去外面喝了一顿花酒，三更半夜的回府之后，就到了自己新纳的侧室房里，借着酒劲儿好好的玩了一回，一直睡到这会儿才醒。是，末将昨夜喝酒了。公主殿下，您找谁？六皇子的表哥好几位呢。赵北城不知道玉小小找的是哪一个。我找大表哥。大表哥就是赵北城的大儿子。那末将带六殿下去找他。好，舅舅抱。玉小小没拦着，他没理由不让舅舅抱外甥啊。赵北城这会儿也听见前院里人声很吵杂。公主殿下，我们赵府前院出了何事了？不知道啊，你家能有什么事儿？一向心宽的赵大公子一想也对，他们赵家在京城里横着走路都没人管的，能出什么事儿啊？
舅舅，我要走了。赵北城马上也难过了。是啊，小皇子马上就要去朱日了，听他姐那意思，这儿子就准备扔到朱日不管了。下一回再见面，真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我会想舅舅的。赵北城唉声叹气地抱着玉子明往前院走。过了一个临水的游廊之后，赵北城忽然想到，现在六皇子出宫来了，不让六皇子去朱日，他可以带着六皇子先跑啊。景默能一直在京城等他和六皇子被捉回来吗？等圣上选别的皇子跟着景默去朱日之后，他可以再带着六皇子回来啊。有姐姐在，圣上再气也不会要他的脑袋啊。赵北城的这个想法跟顾兴朗的想法一样，可见将军们有的时候面对相同的事情时所做的选择也差不多。六殿下，末将带你出城去吧。玉子明长到3岁半，头一回能出了宫门，至于出城是什么意思，小皇子还不懂。赵北城说话的声音很低，可瞒不过玉小小的耳朵。公主殿下身子往前一纵，就到了赵北城的面前。你要带小六去哪里啊？赵北城想到六皇子是替7皇子受苦的，看着玉小小突然就火冒三丈。凭什么是六殿下去朱日？什么？那你说应该是谁？只要不是六殿下就行，我要带六殿下走。舅舅，玉子明被赵北城吼得有些怕了，眼泪汪在了眼眶里。我要皇姐。赵北城抱着玉子明不撒手。玲珑公主是他们家的敌人，怎么就能把六殿下交给敌人呢？玉小小倒是弄明白了赵北城想干啥，公主殿下这一下子也怒了，她都跟景默说好了，还送出去一撮头发，这个人现在要带着玉子明跑路吗？不行。玉小小一个眼风扫到赵北城的脸上，冷声说道：你把小六放下。公主，你不要逼末将。赵北城喊道。玉小小把袖子往上撸了撸，他就逼了，怎么地吧？赵北城被玉小小狠揍过，知道玉小小手黑。我今天一定要救六殿下。大皇姐。玉子明吓哭了，哭着喊玉小小。玉小小准备今天就把赵北城弄死，正要追上去开揍的时候，一个颤颤巍巍的声音在他和赵北城的身后响了起来。逆子！赵秋明骂了长子一句之后，就浑身打摆子，再也骂不出第二句话来了。赵北城也不跑了，2波禁军冲了出来，把他身前的后路全部堵死了。玉小小很是纳闷，看着这些禁军问赵秋明道：你家里还有军队啊？宫里的那个昏君还能不能好了？臣子家里养这么多军队，他不管？赵秋明看着玉小小，那更是说不出话，想问这位是怎么出现在他家的。相爷都没有力气问了。末将洛阳陵见过公主殿下。我好像见过你。洛将军累了。公主殿下，您出嫁那天在末将面前连飞了2回城楼，末将的这张脸您再记不住就太不应该了。洛阳陵，你带兵到我赵府，你要干什么？大公子，末将奉旨前来接六殿下回宫。圣上先走了。大家伙儿都是一愣，圣上去了哪里啊？玉小小这个时候到了赵北城的跟前，一手抢过了玉子明，对着赵北城抬手就是一巴掌。看在这个当舅舅的很有生就爱的份上，玉小小这回留了力，没有直接把赵大公子种到地里去，只是一巴掌拍飞了。赵北城本身就是宿醉醒来，又被小美人狠狠地掏了半夜的身子，挨了玉小小这巴掌之后，直接倒地昏迷，今天之内一定是醒不了了。几个禁军不用骆将军吩咐，跑上前去把昏迷中的赵大公子直接就拿下了。还找你表哥不？不找了。啊，那我们走。玉小小抱着小豆丁越过了游廊，身形在花木之间几个起伏上下，人就越过了院墙，干净利落的消失不见了。骆将军看着公主离开，沉默了一下。公主殿下这是在他面前第3回飞了。将军，有部下上前轻轻地喊了骆将军一声。公主殿下带着六殿下走了，那这里怎么办啊？相爷，您随在下进宫吧。真是这儿子从宫里带出了六皇子，还蠢到无可救药的把六皇子藏在了赵府里。更加不可原谅的是，这个蠢货还让玲珑公主当场抓住。赵相爷站立不住，身体摇摇欲倒。这下他赵秋明不但保不住自己的外孙，连长子也可能保不住了。骆将军看着赵秋明突然之间就衰老了10岁的样子，心里对这位相爷没什么同情感。赵秋明为相20年，朝中大臣不知道被这位害了多少。骆将军相信这就是报应，风水总是会轮流转的，现在就是轮到你赵秋明倒霉的时候了。走吧，我随你入宫。前途凶吉难料，赵府里是响起了一片哭声。
玉小小带着玉子明回宫，走路上又给自己和豆丁买了几个糖三角吃。看着小豆丁的小身板，玉小小特意多给豆丁了一个，教育道：“男孩子要长得壮壮的才好，以后要多吃点。”玉子明没有吃过宫外的东西，先前玉小小给他的白面馒头，六皇子就觉得很好吃。这会儿吃着包着糖稀的糖三角，吃得更是开心了，很快就把在赵府的不愉快给忘了。哎，记住我说的话了吗？玉子明点了点头。这就对了。玉小小把半个糖三角一起塞进了嘴里，以后你要努力的长肉。好啊。顾家兄弟这个时候等在地宫的门口，打听到玉小小没有到地宫来，顾星诺就拦着，没让顾星朗急着进宫，左等玉小小不来，右等玉小小不来，派小庄小卫去来的路上找，也没有找着。顾星朗是真的着急了。公主殿下能去哪里啊？他带着六殿下能去哪里啊？你别急，我们再等等。公主的身手那么好，她能出什么事儿？这会儿守宫门的禁军将军就站在离顾府马车不远的地方，顾大少爷说的话他是一句也没有听见，可是顾三少语调急切的话，将军是听得一清二楚。天神老爷啊！将军在心里默念着，宫里才丢了个六殿下，长公主又不见了，圣上得疯啊！小庄又一次跑了回来，这一回他把从顾府到地宫沿途的酒肆茶楼小吃摊都找了一遍，还是没有找见他们家公主的身影。驸马爷，奴才也问了，路上没人看见公主殿下，她没往地宫走。顾星诺心里也着急，但是顾星朗这会儿已经急得头顶都要冒火了，顾大少爷就只能装镇定。说了让你别急，你急什么？光天化日，公主殿下能出什么事儿啊？那她能去哪里呢？禁军没有必要骗他吧？看见公主进宫去了也不跟他说？再等等，想伤公主也要看这人有没有这个本事。他武艺倒是不错，可是他没有防人之心，公主什么都不懂啊。一想到自己的小媳妇儿可能会出事儿，顾星朗就恨不得自己骑马去找人。公主能有什么仇人啊？我没有仇人啊。小顾啊，原来你这么担心我。顾星朗先是被玉小小的突然出声吓了一跳，反应过来之后开口就问道：你去哪里了？顾星诺却是暗自一惊，以他的耳力都没有听到玉小小的脚步声。公主殿下是属猫的吗？这武艺也太好了一点吧。去了趟赵府。不是，你去赵府干什么？这个时候宫门前的禁军将军看清楚了，被长公主扛在肩头带过来的小孩子真的是六皇子。快去启禀圣上，公主殿下带回了六殿下。将军跑到了玉小小的跟前。公主殿下，圣上已经命人去赵府寻找六殿下的下落，没想到您把六殿下接回来了。哦，我和小六刚刚从赵府来，我看到你们进军了。六殿下还安好吗？六儿跟我在一起能出什么事啊？我带他。公主殿下，星朗这半天没找着你，他可是急坏了。顾大少光听着将军那一句圣上派人去赵府找六殿下，就觉得这好像是一个报仇的机会到了呀。公主。顾星朗忙就冲玉小小摇了摇头。顾星诺走到了玉小小的跟前，后面的事交给我。玉小小很是疑惑，送小豆丁回个家要麻烦顾大哥做什么？可不可以信大哥一次？顾星诺冲着玉小小挤了下眼睛。顾大少是那种长相俊朗、气质沉稳，一看就是那种氏族的嫡长子，日后要继承家族门楣重任的那种贵公子。可是冲玉小小这一挤眼，嘴角扬起这一边的笑，顾大少整个人马上就有了一种让玉小小看着就很亲切的军痞气息。怎么样？行。玉小小点头答应了。送小豆丁回家，谁送不是送呢？姐夫。玉子明吃了一嘴的糖渣子，众人的神情除了一个玉小小，那都是神情怪异。赵妃的儿子跟长公主的男人这么亲，起床的方式再不对，也不应该遇上这种场面啊！姐夫告。玉小小二话不说，把豆丁塞到了顾星朗的怀里。他发现这娃很是喜欢让人抱，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昏君老子眼里只有美人，奸妃妈天天想着怎么当皇后，对儿子有生不养，所以这小豆丁很缺爱。顾星朗身子僵了一下，看看玉子明嘴边上已经结成块的糖渣子。顾三少爷强迫症发作，用手小心翼翼的一点一点的把这些糖渣子全都擦掉，顺手还替小豆丁把衣领子整了整。顾星诺看着自家弟弟照顾六皇子，小声叹了口气。顾星朗是他看着长大的，这个弟弟看着冷峻寡言，其实心肠很软。
被王将军派进宫的禁军，这个时候带着禁钟从宫门里快步地走了出来。靖大总管看见坐在顾星朗怀里的玉子明，吓了一跳，以为自己看错了。大总管，靖钟想说六皇子怎么可能会被顾星朗抱着，可是看着就站在顾星朗身边的玉小小，再多的话靖钟也没能说出口。没事找打什么的，不是靖大总管的行事风格。圣上宣公主殿下带六殿下进宫，顾驸马和顾大公子也一同进宫。顾家哥俩都领旨谢恩，然后和宫门前的人一起看着玉小小。知道公主殿下你武艺高强，可听到圣旨你也得谢恩吧？公主，我们还站着干嘛？不进宫啊？公主殿下，您不领旨吗？什么？我回家还要领旨？你是不是又冒坏水了？没听说进个家门还得磕头谢恩的，这死太监一定又在想什么阴谋了。靖钟看着玉小小很是无力，就算他一肚子坏水，遇上玲珑公主这样的，他能怎么办？这位是敢带着皇帝跳楼的人。贤宗还是在揽书阁见的女儿女婿，还有女儿的大伯哥。玉子明在看到贤宗之后，并没有表现得很高兴，跟贤宗很亲近的样子，而是往顾星朗的怀里缩。贤宗看了一眼儿子，见玉子明浑身上下好好的，就只看着玉小小了。这总得给他一个解释吧。玉小小见贤宗瞪着自己不说话好像不太好，就小声地问了顾星诺一句：大哥，我还是得说话吧？玲珑，你今天哑巴了，该说的话还是要说呀。小六跟我说赵飞不要他了。什么？赵飞怎么能这样？不就是去朱日吗？小妻子要去朱日的时候，我也没说不要他呀。说到底，去朱日神马的玉小小一点也不在乎，换个地方待着而已。末世里没有爹妈的小孤儿多着呢，也没见哪个没了爹妈就活不下去的。玉小小自己都是教官养大的，长大后他自己也成了教官，活得不也挺好吗？玉小小真正在意的是，父母怎么能不要自己的孩子？小孩子这么珍贵，说不要就不要了，无法原谅。你母妃真跟你这么说的？小六，别怕，我在呢。玉子明点了点头。你看这个事情要怎么处理？贤宗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赵飞给他的感觉一直都是个贤妻良母啊，怎么会不要自己的儿子呢？你不说话，是又想让这事在沉默中消失吗？哎，这个是你儿子哎，你宫里几百号女人，儿子就7个哎。玲珑，朕是你父皇。贤宗这话的潜台词就是我是皇帝，你得尊重我。是个人类都能听懂的话意，偏偏玉小小这个外来人类听不明白。我知道你是我父皇啊，现在不是在说小六的事儿吗？赵飞这个女人，你准备怎么办？你想朕怎么办？她是你的女人，你问我怎么办？要不杀了？殿下情何以堪啊！贤宗坐在坐榻上喘着粗气，不顺心，就没有一件能让他顺心的事儿。玉小小把眼睛眯了眯，他就知道这个昏君舍不得。就在房中无人说话之时，门外太监来报，禁军洛阳林将赵氏父子2人押到了。赵北城还想带着小六跑呢，要不是我拦着，这会儿他就带着小六出城了。顾大少爷觉得自己才是不用说话的那个，公主殿下完全就可以把赵秋明这一家玩死啊！把赵氏父子带进来。启禀圣上，赵北城现今昏迷不醒，要把他带来见圣上吗？贤宗想都不想就看自己的闺女儿，是你吧？这一定是你干的吧？他想带着小六跑，我能不打他吗？让洛阳陵把赵秋明带进来。那我们能走了吗？把小豆丁送回家了，这个昏君也不可能宰了赵飞这小婊子。玉小小觉得自己这帮人没留下来的必要了。贤宗低头又看向儿子，玉子明一听玉小小要走，2只小手揪着顾星朗的衣襟不放。你当着子明的面打赵北城的？是啊。贤宗明白了，儿子这是被闺女狠揍赵北城的场面给吓到了。哎，我们到底能不能走了？圣上，小民看六殿下是吓到了，让公主殿下和驸马爷多陪六殿下一会儿，或许可以让六殿下安心。玲珑和清辉送子明去明光殿吧。顾星诺冲顾星朗使了一个眼色，让顾星朗快点带六皇子走。顾星朗虽然不大明白大哥要做什么，但还是领了旨。赵府里方才发生了何事？洛阳林再不想得罪赵相爷，可他也不敢欺君啊。把赵北城抱着六皇子喊不让六皇子去朱日，要带着六皇子走，最后被玲珑公主一巴掌拍晕的事儿，都跟贤宗说了一遍。顾星诺在一旁听得很是惊奇，
明明是公主带着六皇子在顾府睡了一夜，这事儿怎么就会发展成赵北城要带着外甥跑路的呢？顾大少爷是百思不得其解。贤宗气得坐不住，起身背着手在赵秋明的面前来回走了好几圈，最后站在赵秋明的面前怒声问道：你们赵氏是不是觉得朕好气？赵秋明对着贤宗磕头如捣蒜，说道：皇上，臣该死，私送皇子出宫。贤宗一脚踹到了赵秋明的身上，把赵相爷踹了个跟头，骂道：这是死罪啊！谁给你们的胆子？赵北城被禁军们抓了个现行，赵秋明知道自己这一回喊不了冤，只能跟贤宗累气道：圣上，娘娘也是爱子心切，六殿下如今方才3岁啊，去了逐日，娘娘何日才能再见六殿下呀？圣上，臣该死，臣无法看着娘娘和六殿下母子分离。娘娘为了六殿下日日痛哭，娘娘自己还带着重伤啊！皇上，臣真心，臣……赵秋明跪在贤宗的脚下，哭得无法再说话。顾兴诺看着赵秋明装可怜，心中冷笑连连。这个视权如命、阴险狡诈的小人，竟然还能是一位慈父。赵秋明这人的演技不比戏楼里当红的戏子们差呀。赵秋明这一哭赵妃的慈母心肠，贤宗这颗多愁善感的心又软了。若不是赵秋明暗中监视得意酒庄之事被景默发现，景大皇子也不会提出让玉子明当质子的要求。这事儿说到底还是自己对不起赵妃，有负赵秋明的一强为国之心。相爷，赵妃娘娘舍不得六殿下，难道圣上就舍得六殿下了吗？您这么说，未免把皇上说得太无情了。赵秋明心中暗恨，他知道顾家的这个老大不是个好种。贤宗听了顾兴诺的话之后，脸色又一次阴沉了下来。是啊，赵妃是慈母，赵秋明是慈父心肠，合着他是个狠心之人，要把亲生儿子送去给人当质子，不为了奉天的江山和奉天的百姓免受战乱之苦，他何必狠下心肠，舍了自己的儿子？有伤心之事，赵妃娘娘应该跟圣上说，圣上又何尝忍心让六殿下去逐日，把六殿下私下带出地宫？赵相，你成全了娘娘的慈母心，又将皇上置于何地？赵秋明偷眼看了贤宗一眼，好嘛，贤宗的脸已经阴得快下雨了。圣上，是臣一时鬼迷了心窍，臣有负圣上，臣该死。圣上，赵妃娘娘只是爱子心切，她只是怕圣上为难，不愿在圣上面前展悲容。圣上，这一切都是微臣的错，臣愿以死谢罪，只求皇上不要怪罪娘娘啊！相爷，你怎么可以拿死来逼皇上？顾大少爷就不相信赵秋明舍得死。赵秋明心里骂了顾兴诺一声混账东西，猛地起身，低头就往一边的墙壁上撞了过去。顾兴诺是真希望赵秋明就这么一头撞死，敬忠却不能看着赵妃的父亲就这么撞壁而亡，忙身子一闪，到了赵秋明的跟前，把赵秋明拦住了。相爷，在圣上面前，您怎可自轻性命啊？赵秋明痛哭，一副想死又死不成的悲伤模样。贤宗看着赵秋明要自尽，心又一次的软了。这个人辅佐他这些年，就这么把一个劳苦功高的大臣逼死，贤宗觉得自己未免太不是东西了。顾兴诺看贤宗的眼中泪花一闪，就知道完蛋了。圣上又一次被赵秋明这奸相感动了。你，贤宗想让赵秋明起身说话。圣上，太医已经将赵北城救醒。就在贤宗说了一个你字之后，门外又传来了一个太监禀报的声音：公主殿下带六殿下到后花园，想找臣的犬子玩。顾兴诺觉得这可能是真相，贤宗却又火冒三丈了，说道：你是说是玲珑带子明去你府上的？是，臣亲眼看见公主殿下带着六殿下在府中后花园行走。逆子！赵秋明想，这儿子还是死了最好，他这里才用自杀这一招把贤宗的心给弄软化了，这个混蛋却又来添火了。父亲，这到底是怎么了？不是圣上带公主殿下和六殿下去府中的吗？为何洛阳陵要抓我们啊？贤宗气跳了，这诬赖还能诬到他身上来了。赵秋明傻了眼，他儿子已经傻到把错推到皇帝的头上。圣上什么时候去的赵府？赵大公子真会说笑，圣上一直就在宫中。赵北城觉得自己的脑子有点转不过来了，
不是贤宗，那是谁把公主和他外甥带去赵府的？赵秋明从地上爬了起来，跑到儿子跟前，狠狠地给了儿子一记耳光。你这个混账！赵北城被自己的老子打得唇破血流，捂着被打的腮帮子说：“我做错了什么事啊？你这混账胆大包天，将六殿下私带出宫！你这个该死的孽子呀！你怎么能生出这样的心思来？”什么？赵大公子惊了，是他带六殿下出的宫？圣上，是臣教子无能，臣死罪。赵北城抬头看向了顾星诺，顾星诺目光冰冷地看着赵北城。能从地宫私自带走六殿下，赵大公子的确武艺高强啊！你赵大公子，相爷都已经认罪，你还要狡辩什么？赵北城我啊你啊的结巴了半天，突然回过味儿来了，往贤宗的面前一扑。圣上，臣没有私带六殿下出宫啊！那六皇子是怎么到的赵府？朕的六子会飞不成啊？一定是顾家害我们赵家。顾星诺目光怜悯地看着赵北城。顾星朗栽在这种货的手里，顾大少真心为自己的小弟不值。圣上，一定是公主殿下将六殿下带出宫的。父亲，儿子真的看到是公主殿下带六殿下进的府啊！赵大公子一身的酒气，你是故意要醉吗？顾星诺，圣上，公主就是听闻六殿下失踪，才特意去了赵府。你胡说！圣上，六殿下救了七殿下，公主殿下感激六殿下还来不及，他又怎么会做出私带六殿下离宫的事来？顾星诺的话，贤宗能听得懂。玉子明要是去不了朱日，说不定去朱日的人又变成了玉子义。玲珑公主除非是疯了，否则她怎么可能让玉子明逃走？圣上，真的是公主！闭嘴！你还把罪推到朕的女儿头上啊！来人，给朕把这个混账拖出去打！赵北城喊冤，喊的声音越高，贤宗喊打的声音就越气急败坏。这个混蛋竟然敢诬陷皇家妇女，不活活打死，贤宗都觉得对不起自己啊！他闺女时不时的赏自己一个白眼也就算了，那个是他闺女儿，一个当朝的臣子也敢藐视他，是可忍孰不可忍呢？赵秋明跪在一旁，不敢开口求情，不然这会儿被按在地上打的人就不只是他的长子了。不过赵相爷的脑子还在转，自己的儿子自己知道，赵北城不是那种张嘴胡说坑人的人。上一回被他逼着害了顾星朗，这小子都几个月缓不过劲儿来。赵北城说看见是玉玲珑带着六皇子进的赵府，这话多半不假。赵大公子再身体强壮，20几刑杖挨下来之后也不敢出声了。顾星诺冷眼旁观，这帮行刑的大内侍卫应该是受了敬忠的指示，没有出全力的，不然就凭这帮人的本事，10杖刑之内就能要了赵北城的命。敬忠一直在打量贤宗的脸色，看随着赵北城不喊，气息微弱之后，贤宗的脸色阴转晴了，这才躬身跟贤宗小声地说道：“圣上已经29杖了，要将赵北城杖毙吗？”贤宗冷哼了一声：“圣上，再打下去，赵北城就得残了。这事儿说起来，他也是为了娘娘和六殿下呀。方才那番胡说八道，也一定是他怕圣上责罚。怕朕，他就把罪推到玲珑的身上去。圣上，胡言乱语的人，还不是想起什么就说什么吗？依奴才看啊，赵北城一定是知道圣上素来疼爱长公主殿下，推脱罪名也要推脱到一个不会被圣上责罚的人身上去，是不是？赵北城看来啊，是不想害人呐。”敬忠求情的话说得很有水平，奉承了贤宗是个疼爱女儿的慈父，又把赵北城夸成了一个敬畏贤宗天威却不忍心害人受罚的好人。贤宗神情微动，抬手拍了一下坐他的扶手：“停！”大内侍卫们停了手，赵北城身下一滩血，奄奄一息了。顾星诺心里可惜，圣上，禁军去了赵府，赵北城私带六殿下出宫之事，怕是这会儿朝野上下都已知晓了。若是把赵北城就这么放回去，小民怕……圣上，臣这逆子犯下大错，请圣上严惩。臣愿与这孽子同罪。将赵北城押去大理寺。死罪能免，活罪难逃，他得把这混蛋多关些日子。臣谢圣上不杀之恩。圣上，景默大皇子在宫门外求见。贤宗听见景默2个字，脑袋就发胀。不是这位，他也遇不上这么多头疼的事儿。但心里再烦着朱日皇子，贤宗也不能不见景默。让他进来。左右带着2个随从，在王婆的小摊上站了一张桌子，面前放了一叠空碗，被桥头的秋风吹着，左右鼻涕都拖出来老长了。主子，我们都在这儿从昨天晚上等到现在了，
玲珑公主一定不会来了，我们还是回去歇会儿吧。她昨天明明说要来夜市的呀。两个随从都暗自翻白眼儿。这位爷遇上了玲珑公主之后就不正常了，这会儿都白天了还夜市呢。要不主子你去顾府找公主去？我跟顾新朗是死敌，我上他家去啊。两个随从心说，你跟顾三公子都一张桌子坐着吃过饭了，还死什么敌呀？三个贴身随从这个时候从桥头跑到了左右的跟前，一头大汗地跟左大元帅说道：主子，打听到了，今天晚上景墨请玲珑公主和顾新朗去大碗菜馆吃饭。景墨，妈的，这小子请公主吃第2回饭了，我就知道这小子没安好心。三个随从一起扭头翻白眼，景大皇子应该没有被女人揍的癖好吧？今天晚上我也去。左右说着话就大步地往前走了。那您现在去哪里啊？回驿馆，我洗澡换衣服去。大碗菜馆的老板见到走进自家菜馆的景墨时，待在原地半天没敢动弹，不大能接受朱日国的大皇子也来自家店里吃饭的这个事实。等玉小小和顾星朗进了菜馆，左右厚着脸皮不请自来之后，老板整个人都是傻的。幸福来得太快，老板接受不了。玉小小见到左右的时候愣了一下，面前的这年轻汉子是谁啊？这个英俊儿郎是谁啊？左右摸了一下自己光光的下巴，公主殿下。听声识人，玉小小这下子认出面前这人来了。左右，你把胡子剃了？剃了。你不是要跟我家小姑不死不休的吗？公主，我跟他是各为其主。我在这里宴请公主和驸马，左元帅怎么也来了？正好我也来吃饭，大家既然都认识了，那就一起吃吧。公主，只要不要自己付饭钱，再多人跑来吃，玉小小也不在乎啊。你出钱，你说了算。这么走直路不拐弯的话，景大皇子接不了话了。顾星朗，你的脚伤如何了？没事了，多谢左元帅关心。我不关心你。你不关心他，你一见面就问他的伤？左元帅脸上的笑容看得景墨和顾星朗都想抽着火。我是关心公主殿下你呀，你。顾三少爷要发怒了，要是这样他还能忍，那他就不是男人了。今日是我做东，左元帅还是慎言的好。看着这桌的三个年轻人的架势不对，公主啊，这个人是谁啊？左右，白虎的元帅，小顾苦难的开始。什么意思啊？小顾呢，就是跟他打了一仗之后进的大牢，丫是看上小顾了，玩不死不休呢。王嬷嬷秒懂玉小小的意思，看着左右的眼神都变了，合着这个人在自家驸马爷玩死缠烂打这一出呢。口胡！王嬷嬷秒懂之后，瞬间就又怒了。这是要逼死他家公主的意思吗？青云的小妖精的事儿才完了多久，又来了个男妖精。玉小小给王嬷嬷扔了一个炸弹之后，很 happy 的开始吃酒席最先送上的冷盘。王嬷嬷就看着顾星朗，越看顾星朗这张脸，王嬷嬷就越糟心。要不说小白脸什么的只可远观不可亵玩呢，压根儿就沾不上边的。他家公主要找一个相貌一般的老实可靠的驸马，能遇上这么多的妖精吗？我们糖炒栗子，这个好吃吗？糖炒栗子不好吃，不要钱了。我请你们吃栗子。公主，我让下人去买吧。顾三少的话说完了，玉小小也已经一手撑着窗台，跳楼买糖炒栗子去了。王嬷嬷看着坐另一张桌上的小庄和小魏咳嗽，主子都跳楼了，你俩还坐着？驸马爷，我们去护卫公主。小魏是个聪明的少年，拉起还一脑袋浆糊的小庄到了窗口，纵身一跃，也跳下楼去了。嬷嬷，小庄小魏身上带钱了吗？你下去看看公主吧。王嬷嬷摇头，他家公主能出什么事儿？没钱抢也能抢一锅糖炒栗子上来。现在有危险的是驸马爷你啊！王嬷嬷坚定地站到了顾星朗的身后，万一一会儿这个左大元帅要犯浑，他打不过，好歹还能扯着嗓子喊救命呢。左右被王嬷嬷盯得心里发毛，这胖婶的目光像是要活剐了他一样。左大元帅完全不知道这仇恨从何而来。既然来了，就坐着说说话。公主那里有侍卫跟着，不用你担心。我现在不想吃你这顿饭了。啊，那等一会儿公主上来了，你跟公主告辞之后就离开好了。玉小小跳到大碗菜馆的楼下，要了1斤糖炒栗子。小魏付了钱，他和小庄站在街上就开始开吃。公主，我们上楼去吧。一条街都飘荡着食物的香味儿，这对玉小小来说真是人间天堂。公主，您还想吃什么？奴才去给您买来。我们逛逛。那您不吃饭了？回来再吃。
玉小小盯住了一家卖卤烧鸡的小食摊，一大口锅里香味扑鼻的老卤料沸腾着，浸在卤料里煮着一整只鸡被煮成了一种焦糖色。来一只！有几个黑衣人脚步匆匆地从小庄的身旁走过，这几位走路脚尖着地，落地无声，引得小庄抬头多看了这几个黑衣人几眼。小庄看着这几个黑衣人走远了，扭头一看，他家公主也在看着那几个黑衣人。会武功啊，长相看不太出来，但那衣服穿得很像朱日人啊，有杀气。杀气？他们要去杀人？他们要杀谁啊？玉小小看着小魏买来的2只鸡，伸手就揪了一只鸡腿放在嘴里。我和公主啊，就这么看了一眼，谁知道他们要去杀谁啊？你能感觉出杀气来了？小庄不说话了，累一个，他真没看出来。要不你去跟着去看看好了。公主，他们身上有杀气，也不一定就是要去杀人的呀。公主让你去，你就去看看。大街上身边人来人往的，他们3个站着讨论杀人的事儿，这样真的好吗？玉小小2只鸡腿说话间就下了肚。你也吃啊？不够我们再买。小魏光点头不开吃，他怕自己这一开吃啊，他家公主这里就不够吃了。玉小小往前走，突然又看到一家卖糖炒栗子的小摊子，小庄把栗子带跑了。那奴才再去买一份来。不能浪费，浪费粮食的人不得好死。小魏拒绝再跟他家公主沟通，心很塞的。玉小小塞了一只鸡翅膀到小魏的嘴里，在公主殿下看来，这个少年跟顾星朗属性一样，都是忧郁少年。玉小小为顾星朗着急，也为小魏着急，这样的性子以后能勾搭上小姑娘一起生娃吗？捧得只烧鸡在大街上边走边吃，这太有损男儿丈夫的形象了。可是小魏没有办法，不能他家公主啃得一点个人形象也没有，他这个侍卫弄得像是个翩翩公子似的吧。小魏只能陪着自家公主一起没形象。小庄追几个黑衣人跑了2条街，一直跟着这几个人到了大理寺。眼看着这几个人翻后墙进了大理寺，小庄扒在墙头看这几个黑衣人的去处，就看见这几个黑衣人往天牢的方向去了。小庄没进过大理寺，几个朱日人跑进他们奉天的大理寺天牢要做什么呢？玉小小跟小魏2个人蹲在一个炸萝卜丸子的摊子前，等着他们的萝卜丸子出锅。小魏大半只鸡啃了下去，打了一个饱嗝，跟玉小小说道：公主，一会儿我们回大碗菜馆，奴才可能就吃不下了。奴才什么呀？我不用你做奴才。那奴才自称我？可以。小庄在这个时候找到了他家公主。再来半鸡。公主，那帮人去了大理寺。去就去吧，他们杀谁了？奴才没敢跟进去，那是赵秋明的地方，奴才怕中计啊。怎么哪儿都有这赵秋明的事儿呢？公主，我们要去大理寺看看吗？你想去，我们就去看看好了。我不想去。我们的糖炒栗子呢？妈蛋，他把1包糖炒栗子忘围墙根了，吃光了。公主，你等等，我去拿回来。我们跟着小庄走吧，去迟了，我们的栗子被人拿走了怎么办？小庄跑到了大理寺他趴过的围墙下，就看见他的糖炒栗子散落了一地，几只野猫正叨着糖炒栗子准备下嘴呢。小庄赶走了野猫，蹲在地上捡栗子，觉得自己对不起公主，这栗子看着少了不少。这里面就是大理寺？是，驸马爷之前就被关在这里面。关过顾星朗的地方，那我们就进去看看好了。玉小小看着只亮着零星灯火的大理寺，到了这个世界来之后，他还没有看过这世界的监狱长什么模样。现在看起来，这绿树茵茵的，到底是花园还是监狱啊？那些朱日人应该得手了吧？怎么大理寺里一点动静也没有啊？公主，我觉得有阴谋，我们还是回吧。进去看看。公主，情况不明，我们最好不要进去的好。公主，小魏脑子好使，我们听他的吧。这里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我们到处看看好了。我的天神爷爷！小庄和小魏都在感叹自家公主还想过大理寺的样子，这是得日子过得有多么无聊的人才会干的事儿啊！天牢在哪里？带路。要是这个世界的牢房也弄得跟花园一样，他就给这世界跪了。囚犯都能住在花园里，让他这末世人情何以堪？这个时候的天牢里，赵北城看着站在自己面前的人，吐了一口嘴里的血，说道：你们不是朱日人，赵大公子死到临头了，你不如痛快上路的好。
赵北城靠着墙，慢慢地坐直了身体。他方才那样的大喊大叫，天牢里看守的人都跟死了一样，没有一个人前来。朱日人就算要杀他，也会在杀他之前把大理寺的衙役都杀死吗？我死也要死个明白啊！谁派你们来的？为首的黑衣人黑金蒙面，但目光里透着对赵北城的同情之色。大公子自己想不明白。这些人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天牢，无人过问，无人阻拦，可见是被人放进来的。大理寺卿是自己父亲的人，不会伙同别人害自己。唯一能让大理寺卿听命行事的人，除了自己的父亲，还能有谁？赵北城苦笑了一声，能想明白，但他不愿相信。我们进来之时，还是被人拦了一下，不过那几个家伙已经先下了黄泉。大公子下去后，可以跟他们结伴而行。为什么？我们只是听命行事。这句为什么，大公子你不应该问我。赵北城看着几个黑衣人手提刀剑，一步步朝着自己走来。赵北城把眼一闭，虽然身上没有镣铐，但赵大公子有刑伤在身，无力反抗。临死之前，赵北城在心里回味了一下他这20年来的人生。才华平平的赵家嫡长公子，赵氏家族尽了全力，10几年的时间，他也只是一个活在父亲羽翼之下的废物，用偷用陷害才得到一个军功，可笑至极啊！我死了，对他有什么好处？赵大公子，对不住了，相爷有令，小的不得不从。赵秋明连儿子都不放过。赵北城睁眼往牢房外看去，几个黑衣人也都回头看着。公主，就是他们！你们是什么人？为首的黑衣人一听小庄喊中间那位姑娘公主，手就一哆嗦，回身挥剑猛砍赵北城。玉小小抬起一脚，将10来根圆柱铸成的牢门踢了他地而起。惨叫声跟铁栅栏门倒地的声音混在一起，响彻了整个天牢的地下第3层。赵北城呆愣愣地看着玉小小3个人走到自己的跟前。为什么每回遇见这位，自己身在的世界就好像不正常了？你爹这是不要你了？小庄和小魏也不急着把这几个黑衣人拖出来绑上，反正这几个人看着就是半条命的样子了，一左一右的站在玉小小的身边。哥俩也看着赵北城。公主，朱日人怎么会帮着赵相杀赵北城呢？不知道，我们回去问问景墨好了。话说景墨为毛会跟赵秋明翻脸，这对公主殿下而言都还是一个未解之谜呢。3个人中，也就是小魏是一个靠谱的好少年，蹲下身子把躺地上晕着的黑衣人仔细看了看。公主，看不出来他们是哪国人啊？啊，你爹为啥要杀你啊？赵北城的眼珠子还是不动。啊，傻啦？赵北城还是没有反应。是吓傻了吗？玉小小二话不说，一巴掌打到了赵北城的脸上。啪的一声之后，赵大公子的脸看着就肿起来了。小庄后怕的摸了一下自己的脸，一脸同情的看着赵北城。你还好吧？他家公主一巴掌能拍倒一幢木楼，别赵北城没被刺客们杀死，被他家公主给拍死了呀！一口血水吐出来之后，赵北城看着玉小小的眼珠子终于能动了。公主殿下，你姐不要儿子，你爹也不要儿子，你们赵家有不要儿子的传统？赵北城瞪着玉小小说不出话来。玉小小嚼着萝卜丸子，突然就脑补道：还是说你爹发现了你不是他儿子了？玉教官也有听过有关豪门的故事，一般老子杀儿子，那基本上都是因为这儿子不是他自己的种啊。这回连小魏都过来盯着赵北城看，他们来一趟大理寺天牢，得到这么一个惊人的消息啊！你不要辱我母亲！玉小小在赵北城的另外半张脸上又拍了一巴掌。好好说话！小庄和小魏一看，得，这下赵大公子的脸整齐了，两边都肿得一样了。赵北城知道自己打不过玉小小，但还是很想扑上来咬死这个货。我落到今天这个地步，还不是拜公主殿下所赐。玉小小把赵北城对自己的指责想了想，觉得就凭自己在昏君面前告的那几句状，怎么地也不至于让这货蹲了大牢啊！来，你来跟我说说，我是怎么害你的？赵北城要疯啊！他没见过这么恶毒的人，把他置于死地了，还让他来自己回顾一下被害的过程。说不出来就代表我是无辜的。圣上认为是我把六殿下私带出宫，还诬陷于你。玉小小发现事情不对了，啊，不是我带小六出宫的吗？赵北城吐血了，
这件事儿该问他吗？是不是哪里出错了？赵北城挨打的时候，小庄跟着玉小小在明光殿嗑松子仁呢。不知道啊，是谁告诉圣上这事儿了呀？公主不知道，还有谁知道？我听说是骆将军说的。你跟这个骆将军有仇吗？我跟他洛阳陵能有什么仇啊？没仇他干嘛害你啊？赵北城的嘴角又溢出了血水，这回是真的吐血了。公主，你带六殿下去赵府玩，然后呢，赵大公子看见你们想带六殿下走，然后被你打了。这个时候，骆将军带人到了赵府后花园，骆将军应该是误会了。骆将军没有误会，这货真的是想带着小六跑路的。那是谁把六殿下带出宫的？我。玉小小举手，痛快地承认。骆将军应该是认为带六殿下出宫的人也是赵大公子。骆将军怎么会这么想呢？赵北城就没见过这么能装无辜的，想跟玉小小大喊一声滚蛋，可是嗓子眼好像被什么东西堵了，嘴张了很大，就是发不出声音来。玉小小三个人蹲在赵北城的面前，一起分析这个事儿，分析来分析去，又有小魏这么一个靠谱的好少年在，玉小小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这事儿真的只是一个误会。公主殿下，请回吧。好吧，你是因为我才被冤枉了，可是这跟你爹要杀了你又有什么关系呢？赵相爷生气了。哎呀，你傻呀！我爹都没有杀他呢，他爹杀他干嘛？我的天啊，虎毒不食子啊！相爷怎么能下这种狠手啊？你一定不是你爹的种。赵秋明就感觉，为什么面前这个货连他一个快死的人都不放过？这个不可能，赵府那样的门第不可能会出当家夫人红杏出墙的事。红杏出墙？身为末世人，不能说玉小小没文化，但面对博大精深的古语言文化，玉教官完全就是抓瞎。赵北城他妈叫红杏，就是偷人偷情。真想不到，听说前相国夫人是个很守妇道的女人啊！玉玲珑，赵北城身子一挺，挥着双拳就想跟玉小小拼命。他娘亲都死了多少年了，这个货快死的人都不放过，连已经死的人也不放过。这回没用玉小小动手，小庄伸手一推，赵大公子就又倒了回去。相爷这么做一定有他的原因。公主，我们想不明白，回去让驸马爷想好了。我会跟我爹说你是无辜的，让他把你放了。不用麻烦公主了，公主请回吧。你不信我？赵北城看着玉小小那眼神，就是在说你装，你再装。行，你不信是吧？那行，我把我爹带过来，我当着你的面跟他说。公主，你要帮他脱罪啊？他家公主没疯吧？甭管这赵大公子是不是无辜的吧，这人待在牢里总比他出去跟驸马爷那一家子作对的好吧？公主，赵大公子的事儿我们就别管了吧。哼，公主，你就不用假好心了。赵秋明连儿子都杀，这种人怎么还能当官？这事儿我得让我爹知道呀。公主，那我们陪您进宫面禀圣上。赵北城呆饿了那么片刻，突然就冲玉小小往地上一跪。现在知道谢我救你啦？公主，此事不能让圣上知道。赵大公子，你不能不识好歹吧？他要杀你啊，你还想帮他隐瞒啊？他是我父亲。玉小小倒吸了一口气。赵北城跪在地上给玉小小磕头。这些刺客只要严加审问，难保这些人就会把他父子杀子的事情供出来。杀子、厮杀罪囚，光这2个罪名都可以让他父亲在朝堂之上无立足之地了。赵北城心中有恨，但不想看到他们赵家就此一败涂地。这个人不识好歹啊！公主，啊，你倒是个顾家的人。公主，你还同情他？末世里有家的人没几个，能有个家来保护，对大多数活在末世的人类而言是个奢望。玉小小现在看着给自己磕头的赵北城，突然就感觉这个人虽然害了顾新郎，但是这个人好像也不是坏的那么彻底。行，这件事情就当我没看见，我去把我爹带过来。赵北城、小庄、小魏就这样看玉小小转了一个身，然后一个呼吸间的功夫，这个人就从他们的眼前消失了。公主是想要把圣上带到天牢里来吗？不会是我想的那样吧？不会吧？啊，这是要疯啊！小魏也就愣神那么眨眼的功夫，拔腿就跑。
追着玉小小翻墙出了大理寺之后，站在寂静无人的后街上，小魏灵风缭乱。他家公主连个影儿都看不见了。几只野猫躲在墙根下的草丛里，猫眼闪着幽光，喵喵地叫了几声。小魏对着这草丛踢了一脚，他家公主又冒着被剐的风险折腾圣上去了。这群猫竟然还在旁边看戏，不能原谅。还是老样子，跃上高高的地宫城楼，然后跃下，站在城楼上听听地宫哪里有音乐声，抬腿就往这地方走。贤宗这个晚上没有去哪个美人的宫里歇着，坐在懒书阁的一间房里，手里拿着一杯酒，手指和苏绣大屏风外传来的乐声打着拍子，闭着眼，嘴里念着何以解忧。玉小小没有惊动任何人，从窗口跃进这间屋子，扫了一眼待在房梁和角落里的暗卫们，径直就走到了贤宗的面前，喊了一声父皇。贤宗觉得自己是幻听了，坐着喝酒听音乐，他都能听见自家闺女的声音。唉，贤宗叹了一口气，拍了一下自己的心口。闺女出嫁，他这么难过，可见他是一个多么疼爱闺女的好父亲。暗卫们待在暗处，不知道该怎么办。按理说这个时候他们应该冲出去把长公主拿下，可问题是他们好像都不是这位的对手啊。就在暗卫们犹豫着要不要冒死跟玉小小拼上一回的时候，玉小小看着贤宗不理他，伸手把贤宗拎起来晃了晃。爹！贤宗睁了眼，脸色发白的看着把他拎在手里的人。玲珑。贤宗突然之间就想小姐，这个货怎么会出现的呀？赵北城的事儿你误会了。玲珑，你怎么会在这里啊？我带你去见他，我们当面把话说清楚。你先把父皇放下来。哎呀，这一回你真的打错了人，就算你是皇帝，最好也跟人说声对不起啊。当领导的人要有勇于承认错误的气度。贤宗看着大开的窗口倾道：你要干什么？玉小小拎着自己这辈子的老子就往窗外一跃，说道：带你去见赵北城啊。贤宗就来得及嗷了一嗓子，然后他就被自家闺女儿带着腾云驾雾了。这滋味在贤宗皇帝的后半辈子里，他一次也不愿意去回想，因为他真的是差一点就尿了。暗卫们在房间里呆呆地看着开着的窗。我们该怎么办啊？追吧，长公主跑没影了。哎，她说要带圣上去见赵北城。四个暗卫互看一眼，身形飞快地跃出开着的窗，往宫门口狂奔。暗卫们还在半路上的时候，玉小小已经带着贤宗蹲在大理寺的墙头上了。真想吐！玉小小看废物一样的看着自己的老子，这货还有点用处不？他出力的人没事儿，他一个没出力的人要吐。贤宗嘴一张，蹲在大理寺的墙头上往里面呕吐。玉小小没了办法，伸手替贤宗拍着后背说道：哎，你这就是女人睡多了，身子也太虚了。女孩子说话要矜持。玉小小拿了装萝卜丸子的油纸包出来，那萝卜丸子吃吗？萝卜味儿混着过油的味道冲进了贤宗的鼻子里，已经吐完的人了一声，接着吐。玉小小摇了摇头，真心幻灭。皇帝不是应该都英明神武，各种帅，各种酷，各种无敌的吗？看看身边这位。玉小小心想，果然文学作品不能当真啊。贤宗这会儿也很幻灭，他闺女儿不温柔贤淑也就罢了，反正已经嫁了出去，顾家也不敢跟他退货，可你至少应该是个正常人吧。他这会儿吐的黄胆水都出来了，这货吃的一刻不停。冷萝卜丸子很好吃吗？把闺女养到了13岁嫁出去了，突然发现自己的闺女不是个正常的人类，贤宗很想去死一死。贤宗的呕吐声终于还是把大理寺的人引来了，几个衙役打着灯笼往围墙这里走过来，大声的喝问道：什么人？怎么办？我们被发现了。你等等。贤宗眼睁睁地看着自家闺女儿跳下了墙头，忙自己用手扒牢了脚下的墙头，想喊没喊出声来。别把朕留在2米高的墙头上呀，混蛋闺女啊！几个衙役遇上玉小小，一点还手之力没有，就感觉到面前好像站了一个人，然后就眼前一黑倒地了。没事了，人被我打晕了。贤宗看着倒地的衙役们，先是感觉没被发现真好，然后突然反应过来，朕是皇帝呀，朕为什么要怕被发现呢？人我都打晕了，你现在问这个有什么用？那我们现在要干什么？玉小小把贤宗的衣领子一拎，贤宗就想喊：朕不要跳墙！玉小小站在围墙下，斜眼看着这没用的昏君。贤宗用脚跺了跺地上的草，
站在大地上，贤宗感觉自己又满血复活了，看着玉小小就要发火，怎么能带着皇帝做这么危险的事情？但这到底是自己的闺女儿，贤宗忍着怒气跟着玉小小试着讲道理。玲珑啊，君子尚不立危墙之下，你怎么能带父皇做这么危险的事啊？什么危墙之下？朕从小就找了大儒师傅教你读书，玲珑啊，就算你是朕的女儿，你也不可以欺君。哎，什么乱七八糟的！接着拎起了贤宗往天牢走。残暴女帝读再多的书跟他有什么关系？他现在看封信都还费劲呢。贤宗进了天牢之后不挣扎了，也不喊了，这牢里关着不少人呢，皇帝怎么能不要面子？圣上，小庄是第一个看见玉小小拎着贤宗过来的人。奴才叩见圣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小卫第一个跪下来给贤宗行礼。赵北城还是傻傻的坐着，看着离自己越来越近的贤宗，两眼发直。贤宗整了整身上的衣物，故作威严的看了看这间牢房，说道：这门是怎么回事啊？天牢的牢房里怎么会没有门了呢？跟小卫并肩跪着的小庄抬头看看自家公主，没敢说话。爸，这么一个大活人坐在这里，你管个门干什么？这小子现在看起来有点惨啊，穿着囚衣，脸肿得跟赵秋明来，一定认不出这是他儿子来。嘴边还有血迹，地上也有血。只是被打了几十刑杖，你就变成这样子了？小庄把脖子缩了缩，几十杖刑这还少吗？真是，圣上。他被冤枉的伤心过度，人有点傻了。父皇，你别见怪。朕冤枉他什么？小六是我带出宫的呀。对呀，你还对呀？贤宗瞪着自己的这个闺女儿，你跟他道个歉吧。赵家小子长得不如顾星朗，不过也是一个五官端正的俊小伙，身高比顾星朗还要再高一点。原来你喜欢这样的，为了赵北城，你连替人顶罪的事都干了？啥？接下来你是不是要求父皇将他官复原职了？你们这里能一女多嫁的？他明明听说这世界的女人要是乱搞会被弄死，怎么他听着昏君的意思，他还可以再嫁一回呢？胡说！一女多嫁，顾星朗死了，你再嫁还差不多。我家小顾活得好好的，你咒他死啊？朕是皇帝，朕想让谁死谁就得死。玉小小捏拳头了，这个昏君看来是不能好了。要是这样的话，他不如先让这昏君死啊！贤宗一点也没察觉到自己的生命正在受到威胁。你看看你啊，自从嫁给顾星朗后，你变成什么样子？小卫从地上飞快地爬起来，很有技巧地隔开了玉小小和贤宗。不能再让这俩说下去了，再说下去，他们的圣上或许就会成为史上第一个被亲生闺女儿拍倒的皇帝了。玉小小深吸了一口气，告诉自己正事儿办完之后再收拾这昏君也不迟。你说话呀，跟我爹把你的冤屈说说。圣上，公主与臣没有私情。我的天，小卫想一脚踹死这个货。你拉倒吧，我可看不上你。公主，还是说正事吧。话题继续这么跑偏下去，他们什么时候才能走出天牢啊？小六是我带出地宫的。你大晚上的不睡觉，跑宫里带你六弟出宫干什么呀？小六就要去朱治了，你不得带着他去见见景墨吗？放心吧，景墨已经答应照顾小六了，小六不会有事的。你大晚上的带你六弟去找了景墨？顾星朗还好吧？没有气死吧？有人当媳妇儿的大半夜跑到别的男人的房间里的吗？你的妇道呢？妇道这个词儿，玉小小听王嬷嬷讲解过。呵呵，你是怕我失身吧？这怎么可能呢？景墨怎么能打得过我？他强了景墨还差不多。不是，我……哎，你把人放了吧。朕把他放了，那这个罪谁认啊？怎么的啊？你还想关我啊？圣上，这牢房的门让公主给拆了。小卫的意思就是什么样的牢房能关得住这位啊？是朕错怪你了，你回府去吧。赵北城还是傻愣愣地坐在地上，他这是没事了？我的儿啊！赵秋明的哭声听着让人有一种痛彻心扉的感觉。到底是谁伤了我儿的性命啊？相爷呀，人死不能复生，请您节哀，下官一定严查此事，一定要严查呀！没用的东西，朝廷养你们到底是为了什么？衙役们小声的请罪认错。赵秋明没病吧？他儿子不还活着吗？
他有病。父亲。天牢里霎时之间寂静无声，大伙儿都能够听见自己的心跳声。赵秋明愣怔了片刻之后，快步地拐过面前的弯角，第一眼就看见的是站在牢房里的贤宗和玉小小。嗨！赵秋明觉得这不可能吧？这两位怎么会在这里啊？大理寺卿也觉得不可能，应该是待在地宫的圣上，怎么会穿着一套内衫出现在他大理寺的天牢里？天牢里又没有美人。赵秋明，你不认识朕了？臣叩见圣上。怎么会这样？赵相爷问自己，他与那帮手下约好，事成之后往大理寺外点火为号，火光一起，他就与大理寺卿进天牢，演绎出痛失爱子的戏码。现在他的随从看见从大理寺中扔出的火龙，他进了天牢看见的却是活着的儿子，还有这对皇家妇女。玉小小完全不知道自己随手扔围墙外面的灯笼会造成这么大的误会。哎呀，你别哭了，你儿子活着呢。谁跟你说赵北城死了？一向张嘴谎话就来的人，这一回没现编出谎话来。朕在问你话，你怎么不答朕的问话？玉小小歪了歪嘴，这货能说什么呀？就是这货想杀儿子啊！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玉小小这时递了几个小装剥好的糖炒栗子给贤宗，边吃边看戏吧，反正他什么都知道，就是什么都不说。贤宗拿着糖炒栗子就往嘴里送，心情不好的时候吃点东西有助于他恢复心情。奴才听见赵大公子在牢中呼叫，奴才见赵大公子吐血，奴才就以为没用的东西，奴才该死。衙役班头拼命的磕头，这个罪只能他来顶，不然赵相爷不会放过他的家人们。他这样啊，是像要死的样子吗？来人，把这个废物拖下去。公主殿下。父皇，你放人吧。贤宗觉得这事儿不对，他得再想想。你还不让人犯点错吗？反正赵北城又没有死，他爹伤不伤心关你什么事儿？贤宗觉得自己闺女这话说的对啊。赵秋明的儿子出事儿，他费这么大劲想什么？真是你把小六不是子明带出宫的？是，赶紧放人吧。赵秋明心脏不停跳了，但头晕了。长公主这是在替赵北城脱罪呢。他儿子送牢里的这段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何事啊？你回府去吧。逆子，你还不快谢皇恩？赵北城看玉小小是真的替他隐瞒赵秋明命人杀他之事，突然就哽咽了一声：“圣上，臣有事要禀。你还有何事啊？怪朕错打错关了你。圣上，臣是个罪人。什么？逆子？怎么回事？你给我闭嘴！圣上这次开恩饶过你，你不思皇恩，你这孽子还要跟圣上胡言乱语什么？圣上，在北狼关与白虎大军一役中，真正退敌之人是顾新郎，罪臣抢了他的功劳，陷他于不义，罪臣罪该万死。赵北城，他刚才说什么？他说顾新郎是无辜的。那阵前通敌的人是谁？玉小小觉得这货的智商太愁人。我家小顾无辜，那犯错的人就是他呀。是你通敌？他自己都承认了，你还问个啥呀？小魏觉得这父女俩的智商都让人愁。圣上，赵大公子的意思是他夺了驸马爷的功劳，又诬陷驸马爷阵前通敌。所以木有通敌，只有抢功和诬陷，这很难懂吗？主子们呐。赵秋明。赵北城做下这等差点让顾家满门被斩的阴毒之事，赵秋明会不知道？贤宗是智商欠奉，可常识还是有的。逆子！圣上，此事是臣一人所为，臣父并不知情，臣罪该万死。贤宗冷哼了一声，转身快步地往天牢外走去。你这是闹哪一出啊？这是我欠顾新郎的，现在我还他。公主，我们走吧。这对驸马爷是好事，不要节外生枝的好。玉小小扭头看着还在昏迷中的赵秋明，有这种的父亲，赵北城好像不想活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我们之间的债两清了，愿意改错，说明你这个人还没有坏到不可救药。赵北城一笑，笑容绝望，但心里突然就轻松了一些。
欠下的最大的债还了，赵北城觉得自己死也能安心一些了。你还在生气啊？小顾一家子蹲了多长时间的大牢，他身上全是刑伤，差点残废，要气也是他气吧？真是被赵北城这个混账蒙蔽了。小顾也这么说。顾兴朗是个忠臣。玉小小懒得再说顾兴朗傻这种话了。那你要怎么处置赵北城？明日朕就让人审他。那赵秋明呢？没他的事儿？朕自然也不能放过他。那行，我送你回宫。父皇，我明天等你的好消息，我看好你哦。如果公主殿下笑容俏皮的跟贤宗说这句我看好你哟，贤宗说不定会会心一笑，只当闺女活泼。可是玉小小对着贤宗就是一张面瘫脸，这声哟在贤宗的耳朵里妥妥的就是鸡刺。贤宗一时之间很是伤心，闺女儿这一定是在为顾兴朗抱不平啊，这闺女儿怎么就不想想她也是被骗的，她也很难过呢？这是有了相公就忘了爹呀。你不回家吗？不用了，父皇有他们护卫。他们打不过我。你打赢了他们几个暗卫，你就有本事了。那你还想我打谁？他倒是现在就想打死赵秋明，可是当着赵北城的面好像这么做不太好。不是，父皇教过你的，做人要以德服人，以礼服人，这些道理你都忘了？这昏君到底在抽什么风啊？玉小小发愁了，他现在想把那昏君也拍死怎么破？说的都是他听不明白的话。你跟丧尸讲道理，丧尸就不肯你了？哦，对了，这个世界是没有丧尸的。再有理你也打不过外头那5国，要不小六也不用去朱日。好吧，贤宗的心里的伤口又被撒了一把盐，没劲走路了，站下来跟玉小小玩大眼瞪小眼。加上小庄和小魏，父女两边一共6个暗卫，都认为公主殿下这是要把圣上气死的节奏。算了。玉小小看着面前这昏君就想动手。你不想回宫，我带你去街上逛逛吧，正好景墨要请我吃饭呢，你要不要去？小魏嘴角抽搐了，原来这位还没有忘了大碗菜馆呢。景墨宴请你，他不知道你嫁人了。女子未出嫁之时养在深闺，出嫁之后活在深宅，贤宗就没有听说过有女子下馆子吃饭的。几个暗卫都暗地里翻白眼，长公主这样的下馆子吃饭很意外吗？哪天这位放火烧了地宫，他们都不觉得惊奇呀。玉小小拎着贤宗就往外走。哎呀，他怎么就不知道我嫁人了？小顾也在，那个左右也在。你把朕放下来。你看到小顾之后，跟小顾也道个歉吧。朕是皇帝。皇帝就不用承认错误啦。贤宗抬头看看耸立在自己面前的围墙，皇帝用不用承认错误，待会儿再说吧。为什么我们不走大门啊？哎呀，那不绕路吗？朕不管。墙这个字儿，贤宗还没来得及喊出口，人已经被玉小小拎着下了墙头，到了大理寺外了。看来京城的夜晚热闹啊。这个叫夜生活，你不知道吗？不光贤宗不知道，6个暗卫也没有听说过夜生活这个词儿。朕迟早要见一见你的那个师傅。顾兴朗这个武夫带坏了他这个闺女，他这个当师傅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看看把他闺女都教成什么样了。玉小小没有说话，他的教官这会儿也不知道怎么样了。想到那个一手把自己带大的帅男人，玉小小的心情突然就沉郁了。他现在看到的这个美好世界，那个男人一定连想象都想象不到。抬头看了看缀满星辰的夜空，玉小小的眼中倒映了星光。那个世界的玉小小已经死了，尸骨无存，他跟那个死狗男人不可能再见面了，真是操蛋的人生。贤宗见闺女儿站在街边不动了，抬头也看了看天。玲珑，你要数星星玩啊？贤宗记得的，他闺女儿小时候很喜欢窝在自己怀里，拉着自己一起数星星玩。天空有7000多颗星，人的肉眼可以见到的约3500颗。这种常识性的天文知识还用数吗？贤宗看着满天的星斗，忽然就感觉到头晕。你把天上的星星都数了呀？玉小小扭头就往前走，跟这种智商成问题的昏君还有毛的话要讲。当玉小小转身走进热闹的人群里时，另一个时空里，一个男人坐在一处5米高的断壁上，嘴里叼着一根香烟，仰头望着没有星月、暗淡无光的夜空。头儿，该走了。男人深吸了一口香烟，纵身跳下了断壁，在年轻士兵还没有反应的时候，朝着年轻的士兵身后开了一枪。一个只剩半截身子、腐烂内脏裸露在外、
拖着残躯在地上爬行的丧尸头部中枪，整个脑袋爆开，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死亡。头，这伙丧尸清除干净了，玉教官的仇是不是就报了？面前荒芜的大地上，举目四望，全部都是丧尸的尸体，肉体腐烂的味道充斥在空气里。男人最后吸了一口香烟，将烟蒂扔到了地上。一阵大风从远处刮来，带着丧尸们的吼叫声，男人迈步往前走去。当男人重新拿了一根香烟叼进了嘴里，拿出一个外表已经褪色残破的打火机，准备打火的时候，突然停下了动作。这个方形的铁壳上面雕着一个星星图案的打火机，男人用手抚摸了一下，这是一个生日礼物，跟了他不少年了，来自他一手养大又已经永远失去的女孩。活在这人类的末世中，每一个人都失去过对自己而言重要且珍贵的东西。小小，男人在心里默念着这个名字。男人又一次抬头看向了天空，末世里的天空跟大地一样荒芜。军里的随行神父总是说，人死之后会去往另一个全新的世界，开始另一段人生。以前男人不相信这种话，不过失去他的女孩之后，男人完全相信了这话。他的女孩一定是去了另一个世界，不再有丧尸，不再是末世的世界，就如同他说过的故事那样，那个世界有满天的繁星，有被日月光辉照耀的大地，有青山绿水，还有欢闹的人群。男人吐着烟圈也是一笑，冰冷的脸看起来多了些生气，棱角分明，有些凌厉的五官也显得柔和了一些。他和他的女孩会一直相守下去的，哪怕如今他在这世界，而他的女孩去了另一个世界。大碗菜馆里，左右又一次站在了窗前，看着窗外的大街，站得脚都酸了。公主是去朱日买糖炒栗子了吗？顾新朗低头自顾自地吃菜。顾三少是一点也不担心自己的媳妇儿，在这京城里能伤到他媳妇儿的人，估计还没有生出来。更何况玉小小的身边还跟着小庄小魏这两个大内的高手。玉小小一去不复返，在顾新朗想来，这一定是媳妇儿又看上了什么好吃的，在什么地方品尝美食呢？你这么关心公主殿下，买个炒栗子而已，这都多长时间过去了？哼，反正公主殿下不可能跑去我朱日卖糖炒栗子。我说你个吃软饭的，公主不见了，你就一点也不着急啊？听到左右的话之后，顾新朗又接着吃菜。你这是已经不要脸了。你找公主有什么事？左右被顾新朗一句话给堵了，说我想抢你媳妇儿。顾新朗左右倒是不怕，左大元帅就是怕玲珑公主那里不给自己好脸色。这几天左右也跟自己的随从们一起商讨过了，议题就是讨论如何讨玉玲珑的欢心。左右现在觉得自己先让玉小小明白自己的好，他才能下手抢人。左元帅，我是听说你们白虎国有抢人妻的风俗，不过这是在奉天。左右，你需要我提醒你一句，玲珑殿下已经嫁与顾将军了吗？闭嘴！王嬷嬷朝天翻了个白眼儿。他陪着三位做到现在，算是弄明白了一件事儿，这哪是他家驸马爷的烂桃花呀，这明明是他家公主的烂桃花。他家的公主是有多么的缺心眼儿，才能看得上左大元帅，看上的是驸马爷。自己奶大的娃竟然是个大缺心眼儿，这个发现太让王嬷嬷伤心了。顾将军，希望有朝一日我们可以再在沙场之上一较高下。呵呵，他一个连路都不能走的残废，这辈子还能上得了沙场吗？这残废这辈子也就是让公主养着的命了。这是我与公主的事，不劳左元帅费心。左右就恨顾新朗这个调调，遇上什么事情这个人都不会变脸。哼，那我说我要跟你决斗呢，顾新朗，你应不应战？你这是想抢人妻了？决斗！屋子里的人一起朝窗口望去，就见公主殿下手里拎着一个人从窗外跳了进来。圣上，把手里拿着的筷子掉在了地上。我眼睛出问题了，我看错了吧？我的妈呀，这个人真是圣上！至于屋里其他的随从们，大家伙儿都瞪着玉小小和贤宗，觉得奉天真是一个神奇的国度。一国之君穿着一件睡衣从窗外蹦进屋里来，这到底是要闹哪样啊？我们为什么不能走楼梯呀？因为……你别跟朕说因为快，因为近。我去，贤宗要倒了，这跟快有什么区别吗？玉小小看着贤宗铁青了的脸，要不我再带你走一回楼梯？别，
跳楼这种冲动真心不适合皇帝玩，那就吃饭。找个空坐吧。臣叩见圣上。知道这个女婿是被他冤枉了之后，贤宗现在看着顾新朗，心中有点内疚。你身上有伤，不用行礼了。贤宗说话的行为和说话的语调都让顾新朗惊疑不定。从来不给自己好脸色看的圣上，今天这是怎么了？顾三少爷下意识地看向了玉小小，他媳妇儿不会是把皇上也拍了一顿，把人拍傻了吧？你要跟我家小顾决斗？这是得不到就要把爱毁掉的节奏吗？男子汉大丈夫，有话说话呀！是，公主，我心悦于。你要跟一个病人干架？你妈妈就没有教过你对待病人要有爱心的吗？左右看看顾新朗，他要对这个姓顾的有什么爱心？他娘没有教过他这个呀。我跟你说啊，玉小小是觉得情爱这玩意儿你情我愿才能长久。顾新朗明摆着不待见这个左右，这位还要执着什么？公主想跟我说什么？感情呢是不能勉强的。那是我们认识的时间太短，公主殿下，再过一段时间你会知道我是个好男人的。我知道没有用啊，这不是得顾新朗知道才行吗？公主啊，不能再让这种对话进行下去了，再说下去驸马爷还能不能活了？这要是让驸马爷的清白不保，还是要驸马爷戴顶绿帽子在头上呢？哎呀，你没希望的，别费劲了。什么事啊？公主啊，你怎么去了这么久？小顾在这里了，爹，你给小顾道个歉吧，知错能改，你还是个好孩，不是，你还是个好皇帝嘛。贤宗看着顾新朗的目光又变了，突然还是好想这女婿去死啊。这是发生了什么事？一国之君跟他一个臣子道歉，圣上真的被打傻了吧？贤宗踌躇了一下，勇于承认错误的勇气贤宗还是有的，但是自己的这个女婿，老丈人犯得上跟女婿道歉吗？好不容易养大的闺女儿便宜了这小子，他就是打这小子一顿又怎么地了？你还在等什么？圣上，臣不敢。朕都没不敢，你有什么不敢的？就是坐着别动。景默、左右一屋子的下人随从们都在认真的看戏。皇帝给臣子道歉的戏，他们估计这一辈子也就看这么一回了。哎呀，说句对不起能有多难啊？朕知道这一次冤枉你了。这样吧，你们顾家的人都官复原职，那个赵北城，朕一定严惩他。玉小小切了一声，这就是道歉啦？看来这昏君除了睡女人就没有一件擅长的事儿。圣上的意思是，顾臣以后还是镇国侯，顾兴诺、顾兴言以后都……贤宗说到这里顿了一下，也想不起来顾兴诺和顾兴言原来是当什么官的。他们两个官升一级，顾家的女眷恢复诰命。朕这样做你还满意吗？顾兴朗还有什么不满意的？玉小小听了贤宗的话，觉得官升一级这个补偿不错。咱们大哥、二哥以前是当什么官的？我大哥和二哥都是一等将军衔，再升一级就得封爵了。贤宗愣住了，当皇帝的都忌讳领兵的大将爵位太高，因为这样容易让这帮人功高震主，所以顾家一门四将劳苦功高，也只顾臣一人封侯。玉小小看顾兴朗说完话之后，他爹就不吭声了。你不会是想反悔了吧？贤宗想回家跟自己的闺女在一起，总是会让他忧伤的。你真要反悔啊？不是说皇帝说话都是金口玉言的吗？连皇帝说话都能跟放屁一样，那这世界上他还能信谁的话？你这是在替他顾家要官吗？玉小小指着顾兴朗的双脚让他爹看。你觉得肉体的创伤你要怎么补偿？小顾的清白你说污就给污了，你不还他一个清白吗？小顾不光是肉体，还有心灵的创伤呢。玉小小动用了自己为数不多的历史知识，义正言辞地跟贤宗说：你想立块那啥牌坊就算完事儿了？屋子里的人都觉得这话好像有哪里不对吧？贤宗光想着自家闺女的话想得脑仁疼。顾兴朗不比贤宗好多少。圣上，您怎么知道陷害臣的人是赵北城？这个女婿是真心不讨喜，贤宗还是想回家，逼着他把自己这个皇帝被臣子骗了的事再说一遍，姓顾的这小子就能开心了是吧？赵北城自己说封爵。贤宗再不要脸，也不能让闺女当着景默和左右的面把自己的黑历史说出来。明日朕就下旨，过几日顾臣就去望乡关，他还是乡关大帅。臣谢圣上隆恩。算了，不用行礼了，日后好好带玲珑就行啊。行了，这件事情呢就算了了，我们吃饭。
这是他们都已经吃过的菜，你要真吃这个呀？玉小小很是干脆，夹了一个大肉圆往贤宗的嘴里一塞。哎呀，有的吃就不错了，人要惜福。暗卫首领想说要验毒，只是看着被噎得直翻白眼的贤宗，这话暗卫首领又咽回肚子里去了。肉圆子都到了圣上的嘴里，就是有毒他也没办法了。你们也坐下来吃吧。小庄和小卫往旁边的桌上一坐，拿着筷子开吃。4个暗卫不敢动弹。贤宗坐着吃饭的时候，他们怎么也能坐下来吃呢？至少要对皇上这种生物保持一份敬畏之心吧。圣上，臣的祖父和兄长真的可以重返望仙关了。贤宗好容易把嘴里的大肉圆给吞进肚子里。朕说的话，你有什么不相信的？坐下好了，爷爷和大哥他们都没事了，我们开吃吧，反正不用我们付钱。景墨手里的酒杯有点拿不住了，重点不是饭钱好吗？顾星朗看着自己的媳妇儿，自从他娶了玉小小之后，天天都像在做梦一样。你不是出去买糖炒栗子了吗？为什么圣上会来啊？为什么顾家的事儿就翻案了？你做了什么？我和小庄小卫去了牢里，然后又带着我的父皇去了牢里，这件事情赵北城自己承认的。赵北城为何会认罪？公主，你把赵北城怎么了？大家伙儿都在想，赵北城这货还活着吧？玉小小想说他爹要杀他，突然又想到自己答应赵北城的事儿，只得话到了嘴边，又拐了一个弯儿。因为他觉得对不起我家小顾，所以他决定赎罪了。大家伙都很想问公主殿下一句，你觉得我们看起来像傻瓜吗？这种话3岁小孩子都骗不了了，好不好？玲珑说的没错，赵北城想到清辉，良心不安，所以认了罪。景墨嘴角抽了抽，这还真是一对父女啊，这种话能骗得了谁？公主，赵北城还活着吧？玉小小抬手就要拍桌子，可看着桌上的饭菜，怕自己没有控好力道，把这桌子菜给毁了。我没打他，我从来不随便打人。姑姑嘛，我恭喜你，多谢大皇子。左右没有心情恭喜顾星朗。圣上，那公主也要跟着顾星朗去边关吗？去边关？这是朕的亲生女儿。真心够了！大家伙强忍着没有冲贤宗翻白眼儿。圣上，你这样说的话，就不怕寒了边关将士们的心吗？玉小小这个时候消灭了一条红烧鱼。贤宗的话，公主殿下一点也没往心里去。吃饭的时候应该专心致志才对。我的脚伤未愈，自然是陪公主留在京城。不要紧，等你病好了，我陪你上沙场。顾星朗冲玉小小一笑，他怎么可能让自己的媳妇儿身犯险境呢？要不要再让老板上几个菜啊？这菜这么难吃，你们也吃？我奉天没好饭馆了吗？身为请客吃饭的人，景墨被贤宗这句话弄得很下不来台。公主很喜欢这家的菜。左右点点头，他请玉小小吃饭也是在这家馆子。贤宗说的话让他也很没面子。想想还在饿肚子的人吧。朕饿过你吗？这话让玉小小怎么说呢？他以前真的是为了吃顿饱饭得玩命啊。明天朕让御厨单做一桌菜给你吃。玉小小没有理贤宗，就宫里那些小碟子小碗装的饭菜喂狗都不够。你明天跟玲珑一起进宫来。顾星朗正想说臣遵旨，一眼见到景墨把一碟子剥好的虾送到了他的媳妇儿面前，顿时自个儿的皇帝老丈人在说什么，顾三少爷就不知道了。贤宗看着自己说话，闺女儿和女婿都不理自己，顺着女婿的视线看了过去，就见景墨给自己的闺女儿递湿毛巾擦嘴呢。你就看着。顾星朗感觉自己老丈人的意思是让自己去干架。玉小小没接景墨手上的毛巾，抬手用手背把嘴擦了擦。快吃快吃！我已经吃饱了，公主想吃什么跟我说。鱼。顾三少爷给自己的媳妇儿剔鱼刺。在发现左右也在伺候自己闺女吃饭之后，贤宗整个人都不太好了。他不喜欢顾星朗归不喜欢，可是御史皇族的公主不能是个红杏出墙的人呀，再怎么也要等着顾星朗死了再说。玲珑，矜持。吃个饭要什么矜持？玉小小决定在自己吃完这顿饭之前无视贤宗这老子。圣上，奴才敬忠，求见圣上。屏风后面仍旧是没有声响，敬忠走到了屏风后面，这才发现屏风后面空无一人。圣上呢？乐师和舞伎们全部都跪倒在了地上，都给敬忠磕头，就是说不出贤宗去了哪里。给我去找！懒书阁乱成了一团，血，娘娘流血了！
就看见赵飞身下的床单没被被子盖到的地方嫣红了一片。赵飞的身下血流如注，已经将身下的床单浸得透湿。圣上，占花殿里，华妃看着站在自己面前的太医正笑了一笑。既然赵妃娘娘病了，那你们就好生的给她治病好了。圣上到现在也不去出晴殿，可见圣上对赵妃的气还没消呢。娘娘的话，下官明白。娘娘，若是赵妃娘娘真的出事儿，皇上会不会怪罪啊？生病这种事儿，还能是别人害她吗？但是赵妃娘娘这病来得太突然了，总是害人的人也应该尝尝被人害的滋味。华妃此刻脸上的神情很是解气，甚至有些意气风发。不管这个下手的是谁，华妃都在心里跟这位说一声谢谢。开我的私库，选几样不常见的好物件，明日一早你给长公主送过去。没想到他们这一宫的女人都有看走眼的时候，看着无害的玉玲珑竟然会是个狠角色。玉小小把碗里的最后一根葱都消灭掉了，抬头一看，发现大家伙都在看着他。景墨见识过玉小小吃功，反倒不像是贤宗这个当老子的表现惊讶。看着玉小小终于不往嘴里塞东西了，饱了吗？玉小小点了点头。要说吃，他还能吃，但是看大家伙儿都不吃了，他一个人吃也没啥意思。贤宗松了一口气，他真怕自己的闺女儿把自己给吃死了。走吧，谢谢，改天我和小顾请你吃饭。那我呢？我也请公主吃过饭啊。左右的3个随从连头都不好意思抬，这个就差摇尾巴求宠爱的货，真是他们主子。左大元帅的形象问题不在公主殿下关注的范围内，玉小小就觉得多请一个人吃饭那得花多少钱，钱就等于是粮食。一想到自己手里的粮食要少上很多，玉小小就感觉心疼，连身上的肉都疼。到时候我会请府中下人去请元帅的，还请元帅不要嫌弃。左右撇了撇嘴，在左大元帅的眼里，这会儿的顾星朗比在两军阵前还碍眼。要是我死了，你会怎么样？顾星朗被自己的媳妇儿问懵了，谁没事咒自个儿死啊？你会不会也为我放河灯？活在末世的最后一刻，他和不少丧尸一起被一颗炸弹炸上了天，想必是尸骨无存了。这倒是省了那个死狗男人的事儿。不过这个世界嘛，玉小小看着顾星朗，不知道这个人会不会在他死后为他放一盏河灯呢？你在胡思乱想些什么？你才多点大呀，才嫁人你就想着死了？人随时都会死，说不定我明天就出门遇丧，被车撞了呢。就你这身手，什么样的车能撞死你啊？我也是血肉之躯，好不好？玉小小很是鄙视面前这昏君。贤宗额上青筋暴起，想动手揍人，可是闺女儿她打不过，女婿也不能打，贤宗只能冲着车外喊道：你们这是在散步吗？朕要回宫！马车行驶的速度马上就加快了。顾星朗伸手从身后握住了玉小小的手，玉小小回头看向自己的男人。马车里的灯光不是很明亮，这让顾星朗的目光也变得很暗沉。小小，我们会白头到老的。白头到老？玉小小很是困惑地看着顾星朗，真能有相守一辈子的夫妻吗？把他养大的那个死狗男人倒是也说过要跟他一起相守到老的，结果呢，他死到这里来了。哼，再好的夫妻也会先走一个的。滥情的人通常也是一个冷情的人，不相信有人可以陪伴自己过一生，所以去爱很多人，这样就可以不为失去其中任何一个而伤心了。贤宗皇帝明显就是这样的人，年轻如顾星朗这样的少年人还从来没有思考过这样的问题，一时之间愣在那里说不出话来。以后我得先死，然后你再死。凭什么？小顾先走了，我会伤心的。顾星朗稍稍想象了一下自己会失去玉小小，心口就是一疼。玉小小感觉到顾星朗握着自己的手紧了紧，这力道让玉小小都有些吃疼。在看向自己面前的这少年人时，玉小小发现顾星朗的双眼微微泛了红。算了，你先死好了，我能扛得住。这还是人话吗？贤宗很是费解，想笑又觉得这氛围不适合发笑，一时间皇帝陛下纠结得很内伤。我不会让你伤心。顾星朗目光沉沉地看着自己的小媳妇儿。我答应你，你走之后，我再离开这个人世。玉小小看了顾星朗好一会儿，心头暖暖的，这感觉让玉小小想抱着顾星朗亲一口。我喜欢他。贤宗没被自己的口水呛死，你都嫁他了，不喜欢顾星朗，你想喜欢谁？顾星朗微微红了脸，就算跟玉小小成亲也有段日子了，
顾三少爷还是不太能扛得住小媳妇儿这语出惊人。玉小小把身子挪到了顾星朗的身边，往顾星朗的怀里一躺，语调难得的带上了一丝欢快的意味。我们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答应我的事情你一定要做到。好。顾星朗低着头看着躺在自己怀里的女孩，我们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贤宗在一旁看得很伤眼，这两个是不是忘了旁边还有个皇帝在坐着？这么情意绵绵、含情脉脉的对视，眼里还有没有他这一国之君了？贤宗咳嗽，使劲的咳嗽，正在酝酿感情呢，被人这么打扰，玉小小很不爽。闭嘴！顾星朗没敢抬头看自己的君王，只当自己什么也没听到。看着懒猫一样窝在顾星朗怀里的闺女儿，念着这是自己的亲闺女儿，狗男女这个词儿，贤宗没能骂出口，但终于也体会到了儿女都是债的这句老话的含义。这个闺女儿能不能当他和皇后没有生过呀？玉小小的呼吸抚过了顾星朗的手背，有些痒还有些麻。顾星朗忍不住抬手摸向玉小小的头发，面部表情不多的人，头发却很柔软。顾星朗久久地抚摸着媳妇儿的长发，渐渐地看玉小小看入了迷。玉小小在顾星朗的怀里翻了一个身，来到这世界之后，公主殿下第一次认真地看清楚了一个人的脸，不是为了看这男人的脸有多么好看，而是想记住这少年的长相。顾星朗被玉小小看的还是脸上发热，但也起了玩笑的心思。小小，我的长相你还满意吗？玉小小挑了一下被王嬷嬷精心描画过的眉，身子一挺，一个吻就落在了顾星朗的嘴唇上。满意。贤宗觉得自己的眼要瞎了。顾星朗手指绕着玉小小的一缕头发，脸上的笑容很浅，但也很温柔。贤宗想自己开口说话，不然这两个已经抱在一起的货会不会给他来个更刺激的？马车在贤宗皇帝要暴跳的时候停了下来。圣上，地宫到了。你回家吧，我们也回去了。贤宗想让这两个没脸没皮的货赶紧滚，可是贤宗还没来得及说话，车厢外就传来了敬钟的声音。圣上。玉小小从顾星朗的怀里坐起了身，公主殿下相信这个死太监出现准没好事儿。什么事？敬钟站在车厢外，满头的大汗。他带着人把宫里都找遍了，没找到贤宗。敬大总管已经准备要出宫，带着禁军封城找人了。他不说话你就回宫啊？哎，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吧。要我送你进去吗？敬钟原本不想当着玉小小的面说赵飞的事儿，跟花妃一样，敬大总管也认定赵飞这一次得病一定是长公主殿下的手笔。这会儿听玉小小这话，这位还想送圣上进宫，谁知道这位是不是在打不让贤宗知道赵飞得疾病的消息呢？赵飞死了？贤宗的小心肝就是一哆嗦，说道：赵飞没了。翠玉的哭声顿了一下，长公主是一定巴望着自家主子死的，现在连圣上都巴望着自家主子死了。哎呀，挖坑埋了吧。父皇，你要不忍心看他的尸体，我替你埋尸。贤宗的眼泪呼啦一下就流了下来，他就是出去吃个饭的功夫，爱妃就死了。玉小小看着贤宗抹了眼泪，对这个昏君更是看不上了。不是说男儿丈夫流血不流泪的吗？这位站着就能哭，这要怎么解释？太医呢？赵飞患了何病致死啊？几个太医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你们不知道他是怎么死的？赵飞是被人害了。圣上，娘娘只是病了，没有死。玉小小顿时就失望了，哎呀，她白高兴一场了。贤宗这里刚想发誓他要为赵飞报仇呢，听到翠玉说赵飞只是病了没死，这口气憋得贤宗脸红脖子粗的。赵飞没死，你哭成这样做什么？把这个贱婢给朕拖下去。贤宗一肚子的火，终于找到了发泄的对象。连话都说不好，朕留你这贱婢何用？翠玉傻了，她就是跪在出行殿前报个信儿，也能遭遇生死之劫。皇上饶命啊！圣上，你要处死这个贱婢？贤宗哼了一声，迈步往出勤殿里走。他可是赵飞的小伙伴啊！父皇，你真要杀了他？拉下去打，教他怎么说话。是。贤宗一进赵飞的寝室，就闻到了一股血腥味儿，这让皇帝陛下的身子在寝室门前晃了一下，强忍着这股让他头晕的味道，贤宗快步地走到了赵飞的床榻前。
赵飞躺在床榻上昏迷不醒，身下的血到了现在也没有止住，血从床上流到了地下，汪了一滩，让贤宗几乎找不到床榻边下脚站立的地方。圣上，求圣上救救娘娘吧！太医呢？赵飞这是怎么回事？赵飞的寝室里一共站了7、8位太医，都是杏林高手。赵飞的病他们看了几眼，把了一下脉便知道，可是太医们却无人愿意站出来回答贤宗的话。能对赵飞下手还成功的人，不是他们这些太医能招惹得起的人物。现在赵家和赵飞明显招惹了贤宗的厌弃，在这个时候，为了一个前途不明的赵飞得罪一尊大佛，没有太医会愿意干这样的傻事。你们都哑巴了？我看看。锦被掀开之后，原本被被子遮住的血腥味一下子全跑了出来。浓烈的血腥味让贤宗站着就踉跄了一下。圣上，您还好吧？贤宗被血腥味熏得不敢呼吸，正想让太医们赶紧上前去给赵飞看病，一眼看见他闺女正在往下扒赵飞的裤子呢。林龙，你在干什么？贤宗冲着玉小小叫了起来。一屋子的太监也就算了，这里还站着不少位太医呢，当着这些人的面让赵飞光了屁股，这还让不让赵飞活了？不脱他裤子，我怎么知道他哪里受伤了？敬忠和伺候赵飞的嬷嬷们看着玉小小的眼神都有点畏惧，这位想是趁着这个机会把赵飞娘娘逼死吧？长公主杀人的手段怎么这么恶毒呢？到死连个清白之名都不给赵飞娘娘留吗？太医们都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脚尖，皇帝的女人穿着衣服他们都不敢看，脱了衣服他们就更加不敢看了。这里有外男在场。玉小小嗤之以鼻，命都快没了，还管个啥外男？伸手呲啦一声，公主殿下就把赵飞娘娘的亵裤给扒了。几个嬷嬷一起挺身往赵飞的身上扑，不能让赵飞娘娘光着下半身的样子让人看去啊！贤宗哆嗦的说不出话来，寝室里的空气几乎凝滞不动了，一屋子的人都噤若寒蝉，只有玉小小没事人一样，没有外伤，也不是流产，她是得了什么妇科病吧？你的脑子呢？他待在地宫里，下面怎么会伤着啊？玉小小目光怪异的看了贤宗一眼，不要欺负我读书少，待在地宫里他就不会伤着了，万一你太激动了呢？不是，你……贤宗语无伦次了。大家伙儿一起试图把身子往里头缩了缩，听了这种话，圣上会不会把他们全部灭口了？这个血要是止不住，他就得死了吧？你们就这么看着赵飞死吗？太医们仍旧是低头不语，都指望着同僚来回答贤宗的这个问题。你说，圣上，臣等已经给赵妃娘娘用过药，只是娘娘这病来得凶猛，药石无用啊。贤宗的心一紧，这就是说赵妃没救了。玉小小的声调上扬的哦了一声，这个女人终于要死了吗？圣上，华妃娘娘、容妃娘娘、明妃娘娘，他们来这里做什么？让他们回去。圣上，都给朕滚！圣上，永生寺风林少师求见。什么？贤宗不相信自己听到的话，玉小小的眉头就是一皱。文风林跑到赵妃这里来做什么？圣上，永生寺风林少师求见。请少师进来。玉小小也看赵妃，她不记得文风林跟赵妃有什么瓜葛呀。残暴女帝时，这两个人连话都没有说过。轮到她来，这两个人在她不在意的时候已经成为好基友了。伺候赵妃的嬷嬷们小心翼翼地护着赵妃，生怕长公主突然下手杀人。宫里的人现在都知道长公主武艺高强，杀人就跟杀狗一样，多少个赵妃娘娘都不够长公主殿下杀的呀。少师来找朕会有何事啊？这我怎么会知道？哎呀，死了一个赵妃，你还有千万个赵妃呢，别伤心了。要不你给她弄一个好一点的骨灰盒？骨灰盒？庭院里的人连小庄和小魏在内都竖起了汗毛。公主殿下这是有多恨赵妃，连具全尸都不想给赵妃娘娘留啊。长公主就这么认定赵妃娘娘一定会死？声音里带着几丝玩笑的意味，听着还是斯文如水。贤宗和玉小小父女俩都瞪着庭院的拱花门看，举止神态都差不多，让人不得不感叹一声，这不愧是父女两个。风林见过圣上。少师不必多礼。他不会是来给你小老婆念经超度的吧？你能闭嘴吗？屋中的血味很重，看来赵妃娘娘的病情危急了。你怎么知道赵妃生病了？公主殿下不希望我知道。我去，这什么逻辑啊？
玉小小咬了咬嘴唇，赵妃生病，她有什么好隐瞒的？身为无节操的意识外来人口，公主殿下的思维很快就偏离了正常的轨道。你怎么这么关心赵妃？你们两个认识啊？她一生病你就跑来了，你才来我们这里几天，这么快就跟赵美人勾搭上了？赵美人现在出血的地方不是一般的地方哦。说着话，长公主殿下用一种很有深意的心神扫了一眼风林少师的下半身。做残暴女帝皇夫的时候，这位很少跟女帝上床来个夫妻交流啥的，一副贞洁烈男的模样。没想到这位原来也是有欲望的。玉小小咂了咂嘴，这就是人不可貌相吗？玉小小的话，风林少师还能有涵养忍受，可在公主殿下这种毫无节操可言、形如在估量内出大小的目光下，风林少师别说再心如止水了，浑身汗毛都倒竖了，没话可说了。玉小小直视着风林少师，目光还是往少师的身下扫。哦，原来你喜欢赵妃这一类型的呀，怪不得前辈子残暴女帝对这位这么好，掏心掏肺的都没把这货的心捂热呢。原来跟真爱是无关的，这是型号不对的问题啊。风林少师长这么大，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他会被人这么侮辱。少师就是再满腹经纶，再能言的一个，这个时候也不会说话了。我们是不是应该找永生寺他那个什么师傅讨公道去啊？公主殿下，你为何要污蔑于我？赵妃娘娘可是你父皇的贵妃，你这样做置圣上于何地？我父皇女人多的是，不少这一个，大不了送你呗。所以长公主殿下还是仇恨赵妃娘娘呀。在场的大家伙儿都在心里想，这都在替圣上做主，要把赵妃送出去了。那是贵妃娘娘，不是小宫女。不是，玲珑今天喝了酒，说的醉话，还望少师见谅。玲珑读书少，少师你莫要与她一般见识。我读书……闭嘴，给你父皇一条活路行不行啊？永生寺当真这么牛叉？牛叉这个词，贤宗从来就没有听过，但贤宗就是听懂了牛叉这个词的意思。莫问大师，带着5国兵马打过来，我们要怎么办？等着亡国吗？不是因为你自己也想不老不死吗？朕就说皇后不能带着你礼佛，不老不死。你母后现在在哪里啊？啥？人生苦短，要及时行乐才行啊！朕的闺女啊！这种混吃等死的话，贤宗说的是一点心理压力也没有。玉小小听的也不反感，混吃等死总比天天想着永生的强。父皇，我发现你这个人还是有闪光点的。你能说句朕能听明白的话吗？朕是萤火虫吗？会发光的。你比萤火虫强，别拿自己不当皇上。现在是谁拿谁不当皇帝啊？贤宗很是费解。圣上，我想看看赵妃娘娘。哦，玉小小看向了贤宗，这么明目张胆的撬墙角，身为男子汉你还能忍吗？少师要见赵妃。赵妃娘娘病了不是吗？我想我可以治好娘娘的病。你还是医生？玉小小小小的惊了一下，这个混蛋到底瞒了那悲催的残暴女帝多少事儿啊？圣上，父皇，小奸妃醒了。爱妃莫怕，风林少师医术高超，会治好爱妃的病的。圣上，臣妾被人害了。我的天哪，流那么多的血，他还有力气喊呢。是谁害的爱妃？有朕在，绝不会让爱妃你受委屈。这一次，朕一定为爱妃做主。爱妃告诉朕，这个凶手是谁？圣上，臣妾与宫中的姐妹们一向相处得很好，她们不会害臣妾的。那是谁害你？圣上，臣妾近日只与长公主殿下有误会，臣妾今日突然得病，想必是……赵妃话说到这里，又是一味的痛哭，后面的话不说了。玉小小打了一个哈欠，虽然没有下手，可是他想过弄死这奸妃来着。赵妃这么说，倒好像也没错，她有动机不是？赵妃的身子是慢慢坏下来的。启禀圣上，赵妃娘娘是突发疾病，今天晚上才被害的。是。圣上，你是说玲珑下手害的你？她如何进宫来啊？玉小小满不在乎地说道：“哎，你这话问的不对，我还有手下嘛。”公主殿下还有手下呀。玲珑，你在这里守一下，父皇先走了。他怎么走了？发现自己一直宠着的女人的真面目了，
圣上不想现在就杀人，那就只能先走，眼不见为净啊。圣上，您有什么吩咐？朕知道你们这些行伍之人的脾性。圣上说的是，臣自幼从军，是行伍之人。朕的女儿嫁与了你，虽是你的妻，可你不能教坏了她。玲珑是公主，你不能拿军中的那一套待她。她还小，有样学样，一定会学坏的。你别指望朕再把玲珑带回来。大家伙儿一起沉默了。敬忠跟顾新朗是敌人，这会儿都有点同情顾三少爷。要论不要脸，说句真心话，咸宗皇帝还真是一个很不要脸的人。这种我女儿好与不好你都得受着，反正我女儿你不能休，我也不会收回我的话。到底得脸皮多厚才能说得出口啊？把长公主殿下养成这样，圣上你就一点也不亏心吗？你给朕一句话，朕的话你记下了。圣上放心，臣心悦于公主，臣与公主一定能举案齐眉，相敬如宾的。顾兴朗的话再一次在贤宗的心上撒了一把盐。他这么多的女人都没有一个举案齐眉相敬如宾的呢，这小子凭什么这么好命啊？你以后晚上少带公主逛大街，成何体统啊？臣遵旨。别动不动就回宫，她已经出嫁了，你得有点丈夫的样子。确定自己不日就可重返望乡关领兵，老爷子更是笑得合不拢嘴，弄得坐在一旁的顾大少爷和顾三少爷都很难接受，眼前这个笑得跟傻子似的老头是他们的祖父。爷爷，我说服了赵北城认罪。好啊，公主殿下做得太好了，这才是皇家的公主，我顾家的媳妇。哈哈，是吧？我也觉得我很厉害。公主殿下想要什么奖励，跟我说。顾兴诺就知道完了，老爷子这下是想把公主殿下当成自己的得意部下了，能奖赏一个皇家公主什么呀？这家里现在一穷二白的，吃饭还得靠着公主殿下的嫁妆呢。玉小小愣了一下，他还当真没有想过要奖赏。看看老爷子很是期待的眼神，要不来100斤大米啊？末世里杀50个丧尸能得1个面包，这一次的事情他其实没出什么力。玉小小这100斤大米要得很没有底气，顾兴诺和顾兴朗都符合了，没有听说过有人要奖赏要大米的，现在好像不是饥荒年吧？100斤大米。玉小小点点头，想说要是太多50斤也行。行，爷爷给你200斤大米。玉小小鼓掌，就差撒花了，他就知道这家里老爷子是最可爱的人。哈哈哈，行了，都去睡吧，我们明天等着圣旨过来。公主啊，你对那个左元帅有什么印象？左右，他不是跟小顾玩相爱相杀中吗？啊呸！我看过了，这事儿啊不存在。那他老缠着小顾干什么？哎呀，你就一点也没看出来？我去给小顾输药。哎，驸马爷在洗澡。顾兴朗这会儿是在洗澡，因为脚上的伤口不能沾水，所以顾三少爷这会儿坐在一张圆凳上，2个小厮用湿巾在给他擦身。小顾，我进来了。公主，我……顾兴朗一句话还没说完，玉小小已经把门一推进了屋。2个小厮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是接着替自家三少爷擦澡呢，还是退出去让公主殿下接手这个活计啊？2个小厮往后退，公主殿下的形象和名声在顾府的下人中是参考青玉的下场得出来的，完全就是一个手毒心狠不能惹的人物。我把消炎药做出来了，不过可能会过敏，我来给你先做个皮试。好吧，媳妇儿的话顾三少爷是再一次的一句也没有听懂。你们先退下。玉小小拿出一个自己用木头做的注射器，把注射器针头上去。你们这里的人做不出玻璃针管，所以我只能用木头的做了一个。不过你放心，这木头我消过毒了，不会让你感染的。玻璃什么？哎呀，我问了半天才知道，原来你们这里管玻璃叫琉璃，还是个很值钱的东西。一个玻璃碗抵我10来顿饭钱，我就没舍得买。你们这里？顾兴朗就不明白媳妇儿这话是什么意思，难不成他媳妇儿不是这世界的人吗？怎么总把自己说的像是这个世间之外的人呢？玉小小动作飞快地给顾兴朗扎了一针，顾兴朗除了觉得手臂上疼了一下之外，其他没什么感觉。等一会儿吧，要是没有反应，我就给你打一针。小顾啊，有了这个药，你的伤口炎症一定可以好了。这话要顾兴朗理解还是太难。顾三少爷估计自己问了也是问不明白，便干脆什么话也不问了。公主，看着办吧。这个身材他满意。
顾新朗低着头看看自己，方才被媳妇儿什么皮饰、玻璃弄得完全晕乎的驸马爷，这会儿想起来了，他现在正光着呢。玉小小把小厮放在澡桶里的毛巾从水里捞了上来，再看看顾新朗的时候，发现这少年正用手捂着身下呢。顾新朗的脸上像是在着火。不用麻烦公主，我自己来。你连水都够不到，要怎么洗澡啊？喊下人们进来。玉小小摇了摇头，看着顾新朗双手交叠着捂着的地方。初次见面啊，小小顾。我的天神爷爷呀，小小顾又是个什么东西？玉小小目光坚定不移地看着顾新朗捂的那个地方，比照着顾新朗手的大小，玉小小估摸着顾小哥这出不会小，就是没试过，不知道顾小哥是不是属于气大活好的那一类上等人。被媳妇儿这么盯着看，顾新朗要是再不知道小小顾是啥，那他的智商就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了。当下身上更是热得厉害，公主殿下这号人物他完全扛不住呀。玉小小把温热的毛巾往顾新朗的身上一按，语调一点起伏没有的说了句：我都看他来过一发了，你还害羞个啥？没看过。玉小小想了想，顾小哥这话说的没错，他那一次就摸来着，还真没看过。你的意思是我得看上一眼？顾新朗的头顶上都快要冒白烟了，到底是为了什么？他要光着身子跟自己的媳妇儿说这种话题啊，完全没有道理。玉小小看顾新朗不说话了，伸手就把顾新朗的手一拉，那我就看看好了。顾新朗被玉小小弄得嗷的嚎了一嗓子，喊了一声别。王嬷嬷和两个小厮在门外听得吓了一跳，谁也想不明白屋里出了什么事儿，能让当将军的驸马爷嚎成这样。公主殿下在里面。你什么意思啊？公主还能杀了驸马爷不成？虽然也在担心跟自家公主待在一起的驸马爷，可身为亲信，王嬷嬷不管到了什么时候都是站在公主殿下这一边的人。顾新朗这会儿在屋里已经放弃了挣扎，公主想看就看吧，反正他也遮不住。身下这处啊，迟早得跟公主见面，那就今天吧。身为末世里到死都是一条单身狗的玉小小，倒是真的没有见到过饥渴万分的盯着小小顾看，动作很专业的用毛巾给顾新朗擦身子。我都跟你说了，男人不坏女人不爱，你老这么羞涩让我很着急啊。那我要怎么个坏法？玉小小又转到了顾新朗的身前，想想末世里那些个军汉子们会干的事儿，公主殿下一本正经地跟顾新朗说道：像刚才那个时候，你就应该把我扑倒。扑倒？顾新朗脸上的红晕刚刚退下去了一些，想一下扑倒这个动作的含义，腾的一下脸比刚才还红了。哎，这还怎么玩耍啊？顾新朗在玉小小替他擦洗完整个背部之前都没有说话，但是肌肉的僵硬程度让玉小小知道，这少年此刻的羞涩又已经上了一层楼了。等玉小小又一次拿着毛巾转到了顾新朗身前时，顾新朗低着头看也不看玉小小一眼。玉小小用手指头在顾新朗的胸膛上戳了一下，问道：不舒服吗？要是顾小哥青霉素过敏，那他就得再想办法了。顾新朗轻轻哼了一声，摇了摇头，支吾道：没事。玉小小的目光又看向了被顾三少用手死死捂着的地方，听着声音，这少年可不像一点事儿也没有的样子呀。顾新朗是一个生长发育极其正常的男人，光着身子坐着，身后自己的媳妇儿给自己擦背，一双皮肤很细腻的手不时就碰在他的背上，还有那若有若无的呼吸时不时的抚过身体。顾三少在这种甜蜜的折磨下，身下那一处不可抑制的抬了头。啊哈，要我帮忙吗？不用。顾新朗恨不得自己找个地缝钻一钻，说：过一会儿，我过一会儿就好了。玉小小往顾新朗的跟前一蹲，顾新朗看看媳妇儿脸部距离自己的位置，脸红的滴血，身下的那一处却是高昂着头颅。小小，顾新朗口干舌燥的跟媳妇儿说道：你能不能出去一下？多大的事儿啊！玉小小一巴掌把顾三少爷遮羞的手扒开，伸手就是一握。顾新朗的身子一抖，嘴里不自知的溢出了几声轻哼。王嬷嬷这个时候已经把两个小厮赶走了，刚想坐到廊下的栏杆上去歇歇脚，就听到他们家的驸马爷的哼哼声。活在地宫里大半辈子的人，什么事情没见过？王嬷嬷顿时额头就冒了汗。怎么会是驸马爷发出这种声音呢？
再竖着耳朵听听屋里的动静，王嬷嬷就听见他家公主正在命令驸马爷别动。为啥事情到了他家公主这里就没有办法正常呢？他没有记错呀，驸马爷是个当将军的人，将军呢？他家公主已经神勇到可以压倒将军了。公主殿下，您到底是怎么了呀？廊外院中的王嬷嬷站着抓狂，屋里的玉小小正在专心致志地忙活。这是一项技术活儿，玉小小看过也听过，但是没有机会实践。这一回在顾星朗的身上实践了。玉小小弄得顾星朗挺疼的，但是顾星朗又不舍得喊玉小小停手。这种事情自己弄跟别人替自己弄，那感觉完全不一样。顾三少爷抽着气啊，在疼痛中感觉爽绝的滋味，没能坚持多长时间就啊的一声，头脑一片空白了。看你那里就知道你还没有身经百战过。养他大的死狗男人跟他说过，男人要是身经百战，那个物件的颜色会很深。顾小哥的那一处颜色很粉嫩，玉小小怎么看都是还没开封过的样子。顾星朗这会儿的神情很慵懒，整个人都很舒服。听了玉小小的话之后，脸一红。小小，你怎么连这个都懂得问话？顾三少愣是问不出口。这宫里有教的呀。想想贤宗的花名，顾星朗就默了。皇帝不靠谱，能指望皇帝的女儿靠谱吗？你在军营里就没有那啥过？没有，祖父命我们兄弟3人都要洁身自好的。洁身自好，这是什么奇葩的规矩啊？玉小小撇了撇嘴。顾星朗只当玉小小是不相信他的话，伸手把玉小小的手一握。小小，我跟圣上不一样。那个昏君活着就跟死了一样，当然不可能一样啊。20分钟到了，我看看你的膀子。OK， 没有红肿，没问题了。欧科又是什么意思啊？顾星朗的思维毫无挣扎余地的又被玉小小带着走了。玉小小给顾星朗打了一针青霉素，又替顾星朗把双脚的纱布解下，换药清创，动作一气呵成，没让顾星朗感觉到有多少痛苦。我的伤是不是好一点了？打了针就会好了。玉小小把顾星朗的伤口重新又包扎好，消了炎就好了，相信我。顾星朗点了点头，能好最好，就是不好他也感激自己的这个小媳妇儿。王嬷嬷在廊外看玉小小打开了房门，速度跟体型完全不成正比的跑到了玉小小的跟前，说道：完事儿了。玉小小没有反应，顾星朗却在屋子里再次的身上着火。那嬷嬷这么彪悍，所以他媳妇儿才会这么彪悍吗？用过药了。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王嬷嬷头往屋里探，刚才听驸马爷那声音，听得他心惊胆战。驸马爷这会儿应该还活着吧？你要开小过？那你进去看看吧。王嬷嬷转身就走。驸马爷要是再次没穿上衣服呢？他虽然老了，可是他也要清白的好不好？玉小小看到王嬷嬷刚才还好好的跟他说着话，突然说走就走了，觉得这胖婶的更年期症状好像越来越严重了。顾星朗疏解了一回，又被打了一针青霉素，整个人都轻松了之后，很快的就在床榻上睡了过去。玉小小在床边守了顾星朗守了好一会儿，确定顾星朗今天晚上不会再烧了之后，他把他今天穿过的顾星朗的黑袍又翻了出来，准备去找文风林。王嬷嬷站在走廊的尽头，看着自家公主一身黑衣的从卧房里出来，身形一晃就淹没在夜幕里，不知去向了。王嬷嬷愁在心头，却什么声响都没有发出来，迈步轻手轻脚地走到了卧房门前。王嬷嬷替自家公主守着房门，不敢离开。少师，夜深了，您把斋饭用了吧，半个时辰后再送来。是。城关人在何处？他在卧房里打棋谱。师父说，城关若是心中无嗣，那这个人就不必留了。他给玲珑公主去的信我看了，那少师的意思是，这个人不用再留了。找到你师兄了？没有，师兄去的地方我都找遍了，就是找不到师兄。呵呵，没事了，你去休息吧。可是我听说少师那里……望月，去休息吧，师父不会有事的。自己命弟子去给玲珑公主送信，结果公主那里没有回信，送信的弟子也迟迟不归。城关的心里清楚，这个弟子凶多吉少了。
那封让公主避开风林少师的信也没有到公主的手里。永生寺中僧人的戒规严苛，待他们这些高位的僧人更是不容情。自己送出去的那封信，现在在风林少师的眼里，应该就是自己被判死的证据了。城关将棋盘上的棋子分黑白子一一装好，等着风林少师那里送来的一碗可能要了他性命的汤药。一入永生寺，这条命就属于永生寺的。城关国师明白，天下之大，不可能有他容身之地，他无路可逃。玉小小站在了背光地里，看着这几个僧人从自己身边走过时，几个僧人对玉小小的存在毫无察觉。玉小小站着想了一下，果断地跟上了这几个僧人。护国寺占地1000顷，看上去跟地宫差不多大，在这么大的地方找一个人实在是太困难。玉小小决定跟着这几个明显听命于文风林的和尚试试运气。玉小小这个时候已经到了厨房里，厨房里的僧人应该都被文风林的人叫出去训话了，一眼就盯上了放在桌台上的2份餐食。对食物永远没有抵抗力的玉小小跑到餐桌前，拿起了一块油炸豆腐就吃。2份餐食一模一样，都是1小碟包子，1份油炸豆腐，1碟炒菜心，还有1碗看不出来汤料还是什么的羹汤。玉小小没有动包子，偷吃也是要有技巧的，被人一眼就能看出数量有变化的东西不能碰。这一碟就4个包子，少一个马上就会被人发现。至于2碟子油炸豆腐，玉小小吃起来就毫无压力，谁没事干会数自己做了多少油炸小豆腐？2份餐食虽然食物都一样，但用的托盘不一样，一个颜色碧绿，看上去像是玉，一个就是普通的木头。玉小小的脑子里没有什么特权概念，先拿起木托盘里的羹汤闻了一下，闻到了一股药味，很像是中药。这个是补汤？玉小小自言自语的又拿起了玉托盘上的羹汤闻了闻，发现这碗羹汤不但没有药味，闻起来还有一股草木的清香味。张嘴喝了一口，玉小小顿时就觉得心情舒畅了。这汤也不知道是用什么食材熬出来的，一股清鲜味一下子就占据了玉小小全部的味蕾。一个没忍住，玉小小2口就把这碗羹汤给消灭掉了，然后才反应过来自己这是在偷吃。看着手里端着的另外1碗汤，玉小小果断倒了半碗进了空碗，然后看见一旁的空锅里还有没有倒的刷锅水。玉小小很专业的在一个碗里兑了半碗刷锅水，再想想羹汤的美味，公主殿下又往玉托盘上的羹汤里兑了一些油炸豆腐的蘸料，硬是把羹汤里的药味给盖住了。把东西送上去。玉小小跟着端着木托盘的小和尚一路走，最后走到了一处修有假山流水的庭院里。望月，不要哭。国师，小僧能进来吗？进来吧。我来吧。突然就从背后冒出个人来，小和尚就算是出家修行的人，也顿时吓了个半死，僵立在门前一动也不敢动了。国师，我是玉小，不是，我是玉玲珑啊。城关都换上了新衣，准备领死了。看见玉小小走进了禅房里，所受的惊骇不比门口僵立着的小和尚小。国师啊，这么晚了你还没吃饭呢？哈哈，公主怎么会来啊？我就是来逛逛的。有大半夜不睡觉跑和尚庙的人吗？玉小小这个时候又瞅了一眼哭的眼泪鼻涕呼了一脸的望月。对小孩子，玉教官一向都是很有爱心的。怎么哭成这样了？做错事了吧？伤人命了吗？没有出人命，问题就不大。改正错误以后还是好孩子。望月看了看自己的师傅，心里的悲伤感情突然之间淡了不少。公主殿下不会是傻瓜吧？公主，你看到贫僧给你的信了？什么信啊？他在这世界就是个文盲，他就是收到了信也是白收。无事。公主，时候不早了，你应该回到驸马的身边去。小姑睡着了，所以我来看看你。国师，你吃不吃饭？驸马爷睡着了，所以我来看看你。城关国师想着玉小小这话，总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劲吧。玉小小看了一下城关不动筷子，伸手就拿了个包子吃。城关想拦都没来得及拦，期望中的肉包子没吃着，玉小小咬了一口青菜香菇在嘴里。怎么不是肉包子？国师啊，人要吃肉才行啊，你又不是兔子。我是出家人，怎么能吃肉？对了，玉小小想起来了，和尚是不吃肉的。城关，你还没用膳，公主殿下也在，我也无处可去，两位有何不放心之处？少师这样待你，已经是宽待。城关看看放在自己面前的羹汤，苦笑了一声，不让太多人知道他是因叛嗣被处死，这的确是宽待了。只不过当着玲珑公主的面死，国师宁愿自己不要这样的宽待。公主
不走吗？玉小小摇了摇头，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3个菜包子已经进了公主殿下的肚子了。师傅，玉小小回过头来看城关要喝汤，公主殿下顿时就一窘。虽然刷锅水喝不死人，但是让国师喝刷锅水好吗？公主，日后要好好与驸马过你们的日子。世事无常，你们要相依相扶才好。世事无常什么的，玉小小也不太懂。城关手里的刷锅水让公主殿下很是恼心。公主要答应嫔僧。玉小小心说：“我没答应你啥呀，还没有成姘头呢，要不要这么深情的望着我？”公主殿下伸手就把城关国师手里的汤碗夺了过来。这汤很好喝吗？都冷了，你还喝什么？倒了吧。公主，玉小小顺手就把羹汤往身后一泼。虽然是刷锅水混着羹汤，但一股药味的羹汤有什么可喝的？想到这个，公主殿下就不为自己浪费粮食的行为而内疚了。2个僧人一起上前，想从玉小小的手里夺下羹汤，再破城关把这羹汤喝下去。2个人谁也没有想到，公主殿下说倒就倒了。1碗羹汤好死不死的全部都泼向了面相凶恶的僧人身上，有几滴甚至还溅到了这僧人的双眼里。北周，公主。城关看着玉小小突然翻脸动手伤人，忙就起身把玉小小挡在了自己的身后。嫔僧的眼睛。玉小小把头从城关的身后探了出来，看看北周眨眼功夫就肿成了烂桃的双眼。还有人对刷锅水过敏的？末世里毒药是不可能用到人类身上的，所以玉小小没有看到过人中毒的样子，第一反应就是这和尚对刷锅水过敏。公主，你知道与我们永生寺为敌的下场吗？公主，你不要管我，你先回去吧。玉小小拍了拍城关，拉着他的手说道：“这件事情好像不对啊，国师，你不要怕，万事有我在呢。”风林少师这时躺在佛堂的坐榻上，身上无血，只是嘴唇乌黑，喉咙肿大。玉小小打量了一眼风林少师的样子，很没有同情心的说了句：“你的嘴巴怎么黑成这样了？是涂了黑口红，还是被丧尸亲过了？丧尸是什么？口红又是个什么玩意儿？”佛堂里的人都不知道，不过他们能从玉小小的语气里听出一种很欠抽的幸灾乐祸来。发现自家少师中毒之后，北纪第一时间封住了风林少师的几大药穴。就算经过玉小小对刷锅水稀释，毒药还是将风林少师弄得不但无法动弹，还全身剧痛。公主殿下，若是我少师有事，你们奉天承受不起。什么？奉天是他爹还是他妈？他死不死关奉天什么事啊？是我们奉天请他来的。你枉你也是一国公主，说话如此粗鄙不堪，奉天御史不过如此。玉小小听到这种半文半古的话，听得很是费劲，但能明白这个和尚应该是在问候他全家。公主，现在不是做义气之争的时候。玉小小冷眼地看着风林少师，其实凭着风林少师的长相，就算是嘴唇乌黑了，也让人有一种奇异的妖孽美感。只不过看在玉小小的眼里，这男人长成这样，不如去死了，一点男子汉的气概都没有。这货的爹妈是多缺德的人，直接把这货生成女的不就完了？你还是快点走吧，你们不是什么永生寺吗？赶紧死回你们寺去，让你师父把你复活，我们江湖再见，永远不见。玉玲珑，北纪几个僧人一起怒喝玉小小的名字，咒他们少师死，这公主一点也不怕触怒他们永生寺吗？哼，不服来战啊！北纪几个人怒目圆睁地看着玉小小。玉小小扫了一眼佛堂里的人，那个烂眼的呢？不行，让他也一块上，我们一把定输赢好了。北纪几个人倒吸了一口冷气，回头看向了风林少师。公主这么欠收拾，他们还要忍下去吗？城关国师看这是要开打了，连忙闪身站在了玉小小的身前，手还是死死地拽着玉小小。少师，公主是奉天皇族，你还是把手下的人管教一下的好。哼，城关，就算是诸日皇族，也不敢待少师如此。一个小小的奉天算什么？奉天再小，我们也是正常人类，哪像你们，看着发育正常，却全部都是断子绝孙的货。有这么骂出家人的吗？连城关听了玉小小的话都有刹那间的不自在。你不一样，以后我照顾你，不会让你孤单的。北极和尚再也忍受不住，大叫了一声，脚尖一点地就冲玉小小杀了过来。玉小小把城关拉着自己的手往后一带，国师晃神间就被公主殿下护在了身后。玉小小手握成拳，等着北极冲到他跟前来。文斗不好说，武斗玉小小很自信，这个世界的人类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北极，风林少师喊了这一声之后，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在坐榻上剧烈的喘息半晌之后，嘴角溢出了鲜血，猛地一张嘴，一口血就从喉咙喷出，将纯白的僧衣污了大片。城关看着嘴角仍在溢出血的风林少师，这是谁在私下里帮他？还是应该说是谁在私下里跟永生寺为敌呢？若是住持大师召你回寺，你还是早做准备的好。哈哈，多谢往生师傅你提点，我会早做准备的。玉小小听着城关和面前这干瘦老头的对话，觉出味儿来了。文风林要下毒弄死城关，最后毒药被人调换了，城关没事儿，文风林自己被自己毒倒了。玉小小的目光落在了掉在地上还没被收拾走的玉托盘还有羹汤的碗上。原来换药毒倒文风林的人原来就是他玉小小。少师会不会有事？文风林要杀你，为什么？公主，说，文风林凭什么杀你？公主殿下，这是我永生寺的事。你闭嘴！要死就痛快点儿，不死就赶紧滚蛋！一个和尚庙而已，真把自己当盘菜了。北纪身形一动就到了玉小小的跟前，城关要喊公主小心，声音还没来得及发出，玉小小把城关推开，原地纵身跃起，避开北纪这一掌的同时，人从北纪的肩头翻过，抬腿一脚就踹到了北纪的后脊梁柱上。杀惯了丧尸的人都讲究快准狠，一招之下就要让丧尸死，再不济也要让丧尸失去了行动能力。北纪是人类，不是丧尸，所以玉小小这一脚虽然踹的位置精准，但留了力道。北纪整个人向前飞了过去，撞烂了佛堂虚掩着的门。在玉小小双脚落地的同时，他也跌落在佛堂庭院的台阶下。你没事吧？城关愕然地摇了摇头，又没有人冲他动手，他能有什么事儿？北远几个看见北纪昏迷，大惊失色，一起欺身上前想围攻玉小小。玉小小不会让城关落单，被这帮和尚捉住当威胁他的人质，带着城关身形往前一掠，这一步就到了风林少师躺着的坐榻前。北远住手！我杀了你，让他们把你的尸体带回去，你那个师傅是不是可以让你复活？人死如何复生？那你们求什么永生？你真要杀我？玉小小没有说话，伸手就袭向风林少师的咽喉。人类的生命其实很脆弱，有的时候跟蝼蚁没什么区别。公主！窒息让风林少师张大了嘴，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尝试到死亡的滋味，痛不痛苦少师不知道，但这份即将失去一切就要去往那个他一无所知的亡灵国度的恐惧，风林少师这辈子也不会忘记。公主不可以啊！你是要奉天跟朱日五国一战吗？公主，你放开少师！公主，公主，你要我求你吗？求这个用词让玉小小听得有些刺耳，手指一张松开了风林少师的咽喉。你为何恨我？你不是也在跟我作对？你恨我永生寺？我只是不喜欢满嘴谎言的人。国师说杀了你会有五国的军队来找我们奉天的麻烦，所以公主又不杀我了？你把军队带来我看看吧。其实你是死是活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公主啊，我们先走吧，让往生师傅给少师疗伤。玉小小晃回自己和顾星朗住的院子，刚进门就被已经一夜没合眼、熬得黑眼圈严重的王嬷嬷给看到了。王嬷嬷也不敢冲玉小小大喊大叫，虽然她很想一路咆哮着冲过去，掐着她家公主的脖子，晃着这小细脖子问你到底是去了哪里啊？你到底知不知道姑娘家是不可以夜不归宿的呀？咦，嬷嬷啊，你化了烟熏妆啊？烟熏妆？这对于天天都在自创语言的公主殿下，王嬷嬷已然是绝望了。公主啊，你去哪儿了？我去护国寺看国师了。大半夜不睡觉，他家公主跑国师的庙里去了。王嬷嬷被这个事实打击得很想现在就去收拾包袱，她要告老还乡。我去睡觉了。嬷嬷，要不你也接着睡，睡不着你去找小庄小薇玩也行。这算什么啊？王嬷嬷瞪着自家的公主，这货不要清白也就算了，还想毁了她的清白。她一个没有伴儿的妇人，天蒙蒙亮的去找两个年轻小伙子玩去。玉小小看看王嬷嬷又不理她了，她理解更年期女人的喜怒无常。哎呀，嬷嬷，把心呢放宽一些，这样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还是很美好的。她的心还不够宽吗？哎呀，这个世界美不美好我不管。公主啊，你去找国师做什么呀？我怕我把真相说出来，嬷嬷你会受不住啊！你跟国师干什么了？王嬷嬷不相信她家公主是个不守妇道的人，
可他家公主这话太让人有想法了。没事。玉小小从口袋里摸了块糖，也不问王嬷嬷吃不吃，就塞到王嬷嬷的嘴里，说道：“甜食可以让人心情愉快。嬷嬷，你吃块糖吧，这个是我从国师的卧房里拿的。”国师的卧房？王嬷嬷更加身子打哆嗦了。他家公主清白还在吧？一定还在吧？此时奉天的地宫里，贤宗神情呆滞地听城关国师说完了话。圣上，此事圣上得尽快拿出一个对策来才行啊。贤宗很想拿出一个对策来，只是他没有听错吧？枫林少师不但中了毒，还差一点被他闺女掐死。难不成现在他天天起床的方式都不对了吗？城关国师等了贤宗一会儿，等不到贤宗的回应，国师抬头看向了贤宗，说道：“圣上，此事事关重大，您要尽快决断啊。”呵呵。贤宗冲国师呵呵了一声。城关国师说道：“圣上这是在笑。”贤宗两眼一翻就倒了，这打击太大，他承受不起啊。城关国师愣了，一国之君怎么可以这个时候昏倒呢？在暗处护卫贤宗的几个暗卫看到圣上昏倒了，国师站着发呆，什么事情也不准备做，只能是一起从各自的藏身之处冲了出来。守在贤宗寝宫门外的敬忠还有宫人太监、大内侍卫们就听见了寝宫里突然传出了几声惊呼：“圣上，您怎么了？天神爷爷，圣上昏倒了！太医，国师，您不能这么站着呀！圣上，您到底怎么了呀？圣上，您睁眼啊！”这个时候的顾府里，顾星朗睁开了眼，他是一夜好梦，醒来之后身上也感觉轻松，不像是受伤之后每每醒来都像是身体有如千斤之重，难以动弹。感觉到怀里有一个很柔软的东西，顾星朗低头一看，却是他的小媳妇儿在他的怀里睡着了，看上去睡得很沉，脸被被子和他怀里的热气捂着，笼着红晕。顾三少爷忍不住在媳妇儿的脸上亲了一口。玉小小睡觉警醒，但是他知道这会儿亲自己的人是顾星朗，就放任自己接着睡。昨天晚上忙活一夜，公主殿下是真的想好好睡一觉了，休息好了他才能去找文风林那货一战啊。顾星朗没敢动，怕把依旧在怀里熟睡的媳妇儿给弄醒。顾三少爷看着玉小小，嘴角带着不自知的微笑，总觉得这个媳妇儿让他百看不厌。下人来喊顾星朗的时候，顾三少爷还是抱着媳妇儿躺在床上，看小媳妇儿睡得香甜，顾三少爷自己也昏昏欲睡了。我爹要找你啊。玉小小被下人大声禀报的声音吵醒，揉着眼睛跟顾星朗确认。顾星朗皱眉头，不是说他老丈人会下旨为他们顾家平冤昭雪的吗？他现在有一个三品将军的军衔在身，官复原职的是他的祖父和2个兄长，他要接什么旨？不想接我们就接着睡觉。顾星朗又被玉小小弄笑了。小小，那是圣上。我去接旨，你再睡一会儿。让我先看看你的脚，昨天晚上用了药，我要看看药效怎么样。小小，我得立刻去接圣上的圣旨啊。玉小小也不跟顾星朗废话，伸手一推就把顾星朗又推倒在床上。我爹又不过问正事，他能有什么事情找你？别操没用的心了，让我看看你的伤。顾星朗试图让自己的媳妇儿明白什么叫皇权。小小，圣上我必须去接，抗旨是死罪啊。玉小小看着顾星朗还是想走，一屁股坐在顾星朗的肚子上，说道：“你都还没接旨呢，你抗什么旨？不要欺负我读书少啊！”顾三少爷这下是动不了了，长这么大也没有人往他的肚子上坐过，就感觉2团肉乎乎的小嫩肉在自己的肚皮上压着，蹭来蹭去的，被他家小媳妇儿昵称为顾小小的物件慢慢的又抬头了。哎呀，算了，正晚上去看看那小子吧。儿子们都去顾府了，他一个人留在地宫也没什么意思。庆海脸颊抽动了一下，别说座上头这位是皇帝陛下了，就是平头老百姓，能有成天往女婿家跑的老丈人吗？那几个小子都挺喜欢公主的。哎，玲珑是个好姐姐呀。庆大总管的脸抽动的速率更快了。后宫的娘娘们都恨毒了长公主，皇子们现在有想当将军的，有想当钱庄老板的，也有想种田当什么农业专家的。2个小的被公主夫妇成天带着，估计也不可能想着当皇帝了，
这让娘娘们多伤心。圣上您到底知不知道啊？这天晚上，风雪有些暴虐的意思。贤宗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羊肉火锅，就着火锅的热气，贤宗看了一眼儿子们，总是觉得这5个不像是皇子。玉小小埋头吃，火锅里煮着不少冬天难得一见的蔬菜，不过玉小小的筷子还是只奔着羊肉和肉丸子去的。顾星朗坐着吃饭，怀里还得抱着一个，现在一天到晚咿咿呀呀叫个不停的玉子义。顾三少爷自己吃，还不得不用筷子蘸点清汤投喂玉子义几口。贤宗知道玉小小吃饭的时候跟这货说话，等于是这货的仇人。你现在伤也好了，什么时候能走能跳啊？公主说还得1个多月。贤宗点了点头，2个多月的时间他都等下来了，就不怕再多等1个月。你跟玲珑啊，也该要个小孩了。瑞王的闺女出嫁才2月就有喜讯了，你准备什么时候给朕个喜讯啊？算了，朕跟你说也是白费劲。明天啊，朕让太医来给你看看。看什么？你操心操心国事吧。等小顾彻底好了之后，我和小顾要去朱日。你们去朱日做什么？朕跟你说啊，朱日皇室现在斗得厉害，你和小顾去，说不定就遇上打仗了。然后我和小顾准备去左右那里看看，左右说他们白虎有很多好吃的。好。虽然心里不想见左右，但是媳妇儿想去，顾星朗还是一口就答应了。你还好，你们顾家一门忠烈呀。顾晨一大把年纪了，还在望乡关守关，你大哥跑了，你出去玩了，你们顾家就一个老二，能让朕指望了吗？你也知道我爷爷年纪大了，爹，你准备给我爷爷多少退休金啊？退休金是什么玩意儿啊？你们这个世界连退休金都没有。我们这个世界？那你是来自哪个世界啊？我和姐来自火星。什么星？火星。火星？这又是什么玩意儿啊？我们是来自火星的外星人，愚蠢的地球人。公主，以后少跟殿下们说奇怪的故事吧。他们的目光不能局限在地球。那他们的目光要在哪里？星辰大海啊。地球又是什么东西啊？就是我们脚下的土地。顾星朗这个时候在院中练枪，大皇子进了院门就看到了一杆亮银枪在顾星朗的手里矫若游龙，招式变换极快，浮光掠影一般。这还是玉小小第一次看见顾星朗兵器在手的样子，不知不觉间，玉小小也看得入了神。原来这个就是顾家枪啊！姐，顾家的枪法可是举世无双的枪法哦。你又想学枪了？那让你姐夫教你好了。大皇子很是感动，这个姐姐虽然揍他的时候是往死里揍的，但也是真的对他好。可大皇子在这一刻也很同情姐夫，谁不知道顾家枪法传承100年，传儿不传女，是从来不外传的家族枪法。他姐这是不知道，还是想用武力强迫他姐夫就范呢？姐，你和姐夫哪个厉害？我们不谈这个问题。是姐夫厉害吧？姐厉害，姐夫厉害，姐厉害。2个小的就这种对话来回喊了10来遍，最后谁也喊不赢谁，掐在了一起。玉小小对于小孩间的打架一向是袖手旁观的，2个豆丁打架都见不了血，有什么好紧张的？顾星朗收了枪势，身边闹腾成这样，定力再高的人也不可能再把武练下去了。玉小小看看自家小顾不练枪了，马上拍手鼓掌。姐夫好枪法！2位殿下，不可以打架。对，再打就让你们姐夫揍屁股。小顾，你尽管教育他们。一旁的小庄小卫这帮人不能直视自家公主，也不知道驸马这种被迫提前当爹的感觉到底是什么样的。你皇姐厉害。真的？是啊，你姐姐最厉害。小顾，就算我是天下第一，我们也要低调，我们自家人知道就行了。众人无语了。公主殿下，您这叫低调，那什么才叫高调啊？王嬷嬷站在走廊里，很是欣赏地看着自家的驸马。虽然是顾府的老夫人为死敌，但是顾星朗这样能欣然接受媳妇儿比自己强的男人，王嬷嬷还是很佩服的。但凡是心胸小一点的人都做不到这一点。